背负21年短命诅咒降生。身为无法修炼皇室剑术的公主，手握原著所有顶尖强者的记忆，看她如何改写必死的炮灰命运。伴随着华丽宫殿里的啼哭声，伊莎贝尔公主降生到了这个世界。然而，周围的侍女们却都在私下嘀咕，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因为在这个皇室家族里，向来只诞生男性后代。这时，皇帝推门而入，冷漠地斥责孩子母亲生下了个没用的东西。然而，众人却突然发现，这个刚出生的女孩身上竟带有那维达尔的印记。侍女赶忙解释，拥有这种印记的孩子活不过21岁。皇帝听后却根本不在乎，直接转身摔门离开，留下的母亲绝望抽泣，痛哭着向孩子道歉，后悔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而刚刚降生的伊莎贝尔只能静静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面对哭泣的母亲，伊莎贝尔主动伸出了手，将母亲深深抱入怀中。虽然现在还无法开口，但伊莎贝尔心里很清楚，自己其实根本没事。她也许无法练习剑术，但脑海里却保留着未来的记忆，不仅知道谁是当世最强者，还清楚那些潜力法师、魔法工程师和未来巨商的名字。只要理清脑海中的线索，或许就能避开导致死亡的命运。因为他降生的这个世界，正是生前看过的一本小说。在这个名存实亡的比洛蒂安皇室里，力量代表了一切。皇室传承的专属剑术，完全基于男性的魔力回路设计，女性根本无法修炼。在这片崇尚暴力的土地上，出生为女性如同遭受诅咒。而她正是这个冷酷皇室的新成员，伊莎贝尔公主。看着今天又在流泪的母亲，伊莎贝尔其实并不悲观。毕竟这本小说她生前翻看过17遍，当出生见到英俊的父亲时，就已经彻底搞清了现状。原著中带着沙漏印记的伊莎贝尔，确实会在沙子流尽的21岁死去，但对她而言，现在不仅没有任何病痛，反倒白白多出了21年的生命。她伸手轻轻拍着母亲，第一次开口喊出了妈妈。面对母亲的询问，伊莎贝尔接连点头回应，表示自己完全听得懂。在前世的韩国，她从小就是个患癌的孤儿，只能靠着资助长期住在病房。虽然凭着出色的成绩考上名校，被称为在病房创造奇迹的孩子，收到了铺天盖地的祝贺与关注，但当时的他心里其实毫无波澜，因为他清楚自己随时都会死去。母亲试探着问侍女，孩子是不是真的听得懂？侍女夸奖伊莎贝尔是个天才。听到夸奖的伊莎贝尔立刻笑了起来。母亲抱着怀里的女儿，温柔地说，哪怕不是天才也无所谓，只要能健康长大就好。伊莎贝尔小手紧捏住了母亲的衣角。比洛蒂安皇室自古传承着特殊的抓周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孩子需要选出属于自己的剑，凭借着皇室血脉，伊莎贝尔成长得飞快。侍女抱着她温柔交代，待会儿只要挑选最心仪的剑就行。侍女心里无比期待，迫不及待想看到众人发现公主是天才后的惊讶模样。随着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门外刺眼的光芒瞬间洒了进来。伊莎贝尔下意识眯起双眼，被门外的景象深深吸引。踏入雄伟的比洛蒂安剑之殿堂，列队的骑士举剑迎候，场边围观的皇室亲眷全都是颜值极高的美人。伊莎贝尔看着满眼的美貌，感觉自己像是来到了天堂，居然能免费看到这么多极品颜值。被侍女抱在怀里的她，盯着周围直喊漂亮，甚至无比庆幸起这次穿越。然而，在一片赏心悦目地族人之外，她脑海中浮现出的却是那个冷酷严厉的皇帝父亲。侍女轻轻将伊莎贝尔放在红毯上，宣告抓周仪式正式开始。大殿正中央安放着象征家族血脉的神剑海尔，周围还散落着10把普通的佩剑。传说历代皇子都会在仪式上选中神剑海尔，以此证明自己的皇室血脉。可摆在伊莎贝尔面前的却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难题，她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从漫长红毯的这一头一路爬过去，完成选择。今天的抓周仪式其实暗藏杀机。根据原著小说的剧情，帝国剑术学院里有一群极端传统派，绝不允许不会剑术的公主触碰神剑。只要伊莎贝尔碰到了神剑海尔，当场就会引来刺客袭击。虽然原著中的公主靠运气侥幸存活，但重活一世的她绝不打算把性命赌在运气上，因为运气用光就只有死路一条。伊莎贝尔暗暗抓紧身下的红毯，下定决心绝不让自己死在这里。毕竟还没享够美食与美景，她可舍不得轻易死去。前世因为重病忌口，连偷喝一口汽水都要挨训，这一世必须把想吃的美食全尝个遍。好不容易白白多出21年寿命，她决定彻底打破原著剧情，只要制造出足够多的变量，就有机会改变死亡命运。伊莎贝尔趴在红毯上努力向前爬去，可还没等她靠近，前方突然传来了冰冷的命令，催促她立刻做出选择。高台上端坐着的正是皇帝父亲，正冷冷地俯视着底下的一切。趴在地面上的伊莎贝尔快速盘算，选神剑海尔会招来刺客，选普通佩剑又会被剥夺资格。既然如此，不如直接选择皇帝。父亲本就是帝国最强的一把剑，只要选择他，就能完美避开所有死路。可还没来得及行动，身体就因响起刺客袭击的画面，吓得全身僵硬无法动弹。伊莎贝尔早就发现，虽然保留着前世记忆，但身体终究只是个婴儿，内心恐慌会直接影响身体反应。想要继续向前挪动，就必须彻底忘记恐惧，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唱歌。原本严肃庄重的大殿里，突然响起含糊不清的儿歌。伊莎贝尔一边奶声奶气的哼唱，一边重新向前爬行。周围的众人听得一头雾水，唱歌的效果立竿见影，僵硬的身体立马跟着放松了下来。然而高台上的皇帝正用极为冰冷的视线注视着他，
皇帝听着底下含糊的歌声，皱眉询问女儿在念叨什么。身旁的近臣低声推测，这可能是婴儿本能发出的魔法咒语。而底下的伊莎贝尔直接无视了路边的神剑海尔，果断避开这把招来杀身之祸的凶器。他一路卖力向前爬行，终于在众人的注视下，笑着爬到了皇帝的高台脚下。不过在这个崇尚剑术的家族中，皇帝并不相信流着皇室血脉的女儿会有魔法天赋。皇帝觉得1岁孩子念咒太过荒唐，但近臣解释这种先天吟唱虽然罕见，却确实在极少数天才身上出现过。抬头看着眼前的高台，伊莎贝尔才发现专为大人设计的台阶实在太高了。庆幸的是，因为没有触碰神剑海尔，刺客果然没有出现。只要能爬到台阶最高处，就能彻底化解危机。伊莎贝尔暗暗给自己打气，手脚并用使劲向高处爬去。而高台上的皇帝只是沉默地注视着眼前这个正费力攀爬的女儿。爬梯的过程中，伊莎贝尔惊喜地发现，这具身体哪怕剧烈运动，胸口也不会产生剧痛。前世病重的时候，她连深呼吸都会感到胸口刺痛，而现在哪怕爬得气喘吁吁，也让她体会到了久违的快乐。随着最后一步跨出，伊莎贝尔终于顺利爬上了高台，避开了原著中的死局。兴奋的她向剑术学院暗暗挑衅，随后伸手拉住了皇帝父亲的衣边。皇帝沃恩察觉到异样，低下头看向了这个爬到脚边的女儿。伊莎贝尔顺势抱住沃恩的大腿，含糊不清地喊出了一声爸爸。面对沃恩冷冷的注视，他暗暗为发音标准庆幸，贴在父亲身上轻轻蹭了蹭，体会着前世从未感受过的温暖。就在这时，大皇子塞尔蒙突然走了过来，打断了他的动作。塞尔蒙正朝着这边走来，伊莎贝尔想起原著里的设定，大哥最抵挡不住可爱的攻势，于是立刻对着塞尔蒙卖萌撒娇。这场景让三皇子米哈埃尔坐不住了，急忙跑去问二皇子卡尔曼，难道自己不比妹妹更可爱吗？卡尔曼只能无奈地看着他。米哈埃尔还想争个高下，却被塞尔蒙一口回绝，认定还是妹妹最可爱，气得米哈埃尔当场嘟起了嘴。看着哥哥们为了自己争论不休，趴在皇帝腿边的伊莎贝尔忍不住跟着偷偷笑了出来。伊莎贝尔看着哥哥们，实在被这满屏的美貌要得停不下来，他偷偷瞄向台下的剑术学院。如今仪式即将收尾，刺客错失了最佳动手时机，学院再也别想借题发挥。毕竟他避开了神剑海尔，直接选择了帝国最强的剑皇帝沃恩。伊莎贝尔小手一拍，顺势扑进了沃恩怀里。近臣骑士维亚松顺势上前，向皇帝沃恩禀报：公主，这是已经做出了选择。为了证明自己是主动选的父亲，伊莎贝尔立刻奶声奶气的配合，直呼爸爸才是最强的。维亚松笑着替他向皇帝解释说，公主选您是因为您才是帝国最强的那把剑。可沃恩根本不信这一套，冷冰冰的反问维亚松，难道真以为能跟1岁的孩子正常交流？换成别人这么胡说八道，早就被严厉惩处。但维亚松依然坚持，既然公主自带先天吟唱，就不能当成普通婴儿看待。说罢，他单膝跪地，主动向皇帝请求当场证明。沃恩准许了维亚松的请求。维亚松顺势低声询问伊莎贝尔，问他是不是真能听懂自己说话。伊莎贝尔立刻配合的连连点头。见公主听懂了，维亚松忍不住小声吐槽起来，说陛下从小就是绝顶天才，凡事都走在所有人前面，这才养成了极为固执的性格。总觉得他1岁时做不到的事，别人也绝对不可能做到。听着维亚松当面拆老爹的台，伊莎贝尔被逗得拍手大笑起来。眼看两人越聊越欢，被吐槽的沃恩终于听不下去了，冷声叫停了这场无聊的闲谈，吓得伊莎贝尔瞬间收住了笑声。为了证明公主确实能听懂人话，维亚松当场做起了示范。他当着伊莎贝尔的面眨了眨眼，让公主也跟着做一遍。伊莎贝尔立刻心领神会，非常配合地眨了一下眼睛。维亚松接着让她换另一只眼睛再试。伊莎贝尔再次顺利照做，看着小公主接连眨眼互动，场边的皇兄们被逗得哈哈大笑。伊莎贝尔自己也觉得挺好玩的。维亚松转头向沃恩禀报，表示公主已经连续做出了回应，这足以证明他听得懂指令。可沃恩听完却一言不发，反而用极其可怕的眼神死死盯着他。冷酷的目光下的伊莎贝尔心里直发毛，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一股力量给提了起来。悬在半空中的伊莎贝尔胡乱挥舞着双手，却抓不到依靠。沃恩单手将他拎在空中，冷酷地表示这孩子连自己的身体都控制不好，当众被这样拎着，伊莎贝尔只觉得丢脸极了。还没等他缓过神来，沃恩突然冷冷地开口，问他自己叫什么名字。伊莎贝尔战战兢兢地报出名字，沃恩紧接着又追问起他自己的名字。为了保住小命，伊莎贝尔立马奶声奶气地念出了皇帝的全名。听着女儿准确说出名字，沃恩盯着他再次冷声质问，他刚才是不是真的选了自己？面对质问，伊莎贝尔再次奶声奶气地确认，沃恩这才终于相信这孩子确实听得懂他说的一切。维亚松赶忙上前接回伊莎贝尔，向全场高声宣布，公主已经选好了她的剑。沃恩顺势问起公主究竟选了哪把剑，维亚松抱着伊莎贝尔公布了答案，公主选择的皇帝陛下正是帝国最强的那把剑。听到这个答案，沃恩当场命令记录官将公主今天的选择正式载入史册，现场随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看着全场掌声雷动，伊莎贝尔终于松了一口气，这场险象环生的抓周仪式总算是安全结束了。她不仅成功避开了刺客的危险，还彻底改写了原著的死局。悬着的心一放下来，幼小的身体便支撑不住了。在一片欢呼声中，伊莎贝尔摇摇晃晃的沉沉睡去。
强烈的眩晕感突然袭来，如同前世失去意识前的某一刻，伊莎贝尔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恐惧，以为改变剧情遭到了法则惩罚，生怕一睁眼重回前世孤单的病房，前世那种只有药味与病痛的日子。他再也不想重新体验第二次。为了能在新的世界继续活下去，伊莎贝尔在心中默默许下愿望，只要能够继续留在大家的身边，哪怕只能活到21岁，他也认了。他会乖乖听话守护好大家，再也不会产生任何非分之想。迷迷糊糊之中，伊莎贝尔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隐约察觉正有人小心翼翼抱着自己，耳边传来一阵低沉熟悉的声音。伊莎贝尔缓缓睁开双眼，惊讶地发现抱着自己的竟是父亲沃恩。维亚松也微笑着走上前，夸赞他在今天的仪式上表现绝佳。既然最危险的关头已经顺利度过，他终于能够安心地睡上一觉。伊莎贝尔原本想要强忍住眼泪，可这具幼小的身体根本不受控制，当场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他心里越想越是感到后怕，冷酷的皇室向来毫无亲情可言，要是嫌他爱哭找麻烦，说不定真会把他当场遗弃。抱着他的沃恩被哭声震得头疼，冷冰冰地抱怨着孩子实在太吵。伊莎贝尔生怕被父亲当场甩开，死死抓着沃恩的衣领，绝不松手。一旁的维亚松看出沃恩很不耐烦，主动提出由自己来照顾小公主。早就想摆脱烫手山芋的沃恩，毫不犹豫地把女儿交给了对方。维亚松刚把小公主接进怀里，伊莎贝尔竟然当场就不哭了。维亚松顺势开起玩笑，调侃自己的怀抱比陛下更加舒服。沃恩嘴硬反驳说是他肌肉太软。维亚松笑着接下了这句话，表示要带公主回房间休息。沃恩丢下一句随你便后转身离开。看着沃恩远去的背影，维亚松吐槽陛下面对萌娃毫无反应，干脆直接去当甲虫算了。伊莎贝尔被这番话逗得破涕为笑，奶声奶气地向维亚松表白示爱。面对如此温柔体贴的维亚松，让人很难不对他产生好感。可原著中他明明是顶尖剑士刺客，伊莎贝尔甚至怀疑作者写错剧情。维亚松小心翼翼地将她安顿好，看着安然入睡的小公主，默默祝福她能在未来的日子里获得满满的关爱与幸福。转眼间几个月的时间悄然流逝，伊莎贝尔每天吃了睡，睡了吃，身体一天天强壮结实起来，掌控的词汇量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如今都能张开双手奶声奶气要抱抱了。母亲紧紧抱着怀里的伊莎贝尔，忍不住惊叹女儿小年纪口齿伶俐。保姆露露卡也在一旁连声附和，夸赞公主不仅表达能力极强，最近甚至还学会了自主翻身。保姆接着开口补充道，在整个魔法联邦之中，拥有先天吟唱能力的孩子万中无一，公主殿下绝对是难得一见的天才。话音未落，露露卡突然捂嘴惊呼，母亲也紧张地凑上前去查看。只见伊莎贝尔直接趴在地毯上面，有模有样地做起了标准俯卧撑。看到大家被惊得目瞪口呆的模样，伊莎贝尔在心里暗暗偷笑，没想到自己还挺享受这种万众瞩目。伊莎贝尔在心里暗自发出感叹，自己才只有2岁而已，就做到了前世20岁都做不到的事，这全靠家族强悍的体质支撑。听说哥哥们10岁就能一拳劈碎巨石。正当他准备再收获几句夸奖时，房间的大门突然被人一把推开，推门而入的人随口询问，问他们究竟在聊什么，聊得这么开心。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大家一跳。伊莎贝尔抬起头来仔细看去，来人正是很久没见过的父亲沃恩。算起来自打抓周仪式结束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听过父亲的声音。还没等沃恩在房间里站稳，母亲便神色平静地开口提醒，陛下在推门进屋之前，难道不知道应该先敲门吗？被妻子当场不客气地顶了一句。沃恩站在原地默默转过了身，只见沃恩径直走出了房间，顺手重重得把大门给关上。没过几秒钟的时间，门外就传来了规规矩矩的敲门声。母亲微笑着上前把门打开，门外的沃恩神色显得有些别扭，小声嘟囔着说自己这次听话敲门了。母亲笑盈盈地迎上去回应。伊莎贝尔这才想起原著中的设定，这位堪称帝国最强的霸道皇帝，虽然对待子女们极其冷酷无情，却唯独对母亲爱的深沉至极。看着父母旁若无人的秀起恩爱，保姆露露卡赶忙抱着伊莎贝尔退下。伊莎贝尔忍不住回想起过去，这位平时极少犯错的强悍父亲，一生之中唯一的失误，恐怕就是自己刚出生的时候，冷冰冰地说他是个没用的东西。原著故事中并没有这段插曲。伊莎贝尔心里暗暗推测，父亲第2天恐怕花了一整天哄母亲，毕竟生下女孩在皇室被视作诅咒，何况自己身上还带有神秘烙印。虽然非常能够理解母亲的心意，但回想起父亲当初那句评价，躺在床上伊莎贝尔难免有些伤感。不过他很快又重新打起了精神。父亲当时大概只是太想念母亲，听到屋里欢声笑语，这才心生嫉妒。毕竟在原著故事里面，实力足以与强敌抗衡的帝国皇帝，唯一的软肋与弱点就是母亲。原著中母亲为了照顾他积劳成疾，不幸英年早逝离开人世。母亲走后，父亲绝世绝影，实力大减，最终在与敌人的决战中遗憾落败，直接导致了整个帝国的走向灭亡。伊莎贝尔费劲地扒着婴儿床栏杆，想要再仔细看看这位外冷内热的父亲。他伸出稚嫩的小手指着沃恩，奶声奶气地喊出了一声爸爸。正紧紧搂着妻子的沃恩有些纳闷，母亲在一旁微笑着温和提醒说，女儿这是在主动叫他呢。沃恩听到声音转过头来，直直对上了伊莎贝尔的视线，看着父亲那双熠熠生辉的金黄色眼眸，伊莎贝尔这才后知后觉想起
大家都说自己的眼睛完全遗传了父亲，不知道是不是也同样清澈透亮。伊莎贝尔嘴一滑，居然直接喊出了一句我爱你，她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心想难道是变成了小婴儿后，连身体本能都控制不住了？还没等伊莎贝尔想明白，刚才还在秀恩爱的沃恩突然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婴儿床前，沃恩居高临下地盯着他，要求他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伊莎贝尔被父亲这架势吓得够呛，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只能硬着头皮结结巴巴的又重复了一遍。可没想到沃恩听完后什么话也没说，就这么默默站在床边盯着他，两个人顿时陷入了沉默。面对长久的沉默，伊莎贝尔心里直打鼓，怀疑自己是不是表现得过于亲近了。看着父亲毫无表情的面孔和可怕的气场，伊莎贝尔认定他是真的生气了，赶忙挤出讨好的笑容，甚至认怂向父亲道歉。就在伊莎贝尔提心吊胆时，母亲走上前温柔地安慰她，说父亲其实并没有生气。母亲笑着当场拆穿了沃恩，说他只是比看起来更害羞，劝他在自家人面前不必总硬撑着一副铁石心肠。沃恩沉闷地叹了口气，母亲顺势引导伊莎贝尔，问他平时每天对自己说什么。伊莎贝尔脱口而出说爱妈妈。母亲接着问除了这句还有什么？伊莎贝尔想了想说还要抱抱。母亲顺势鼓励他把这句话也对父亲说一遍。一旁的沃恩顿时愣在原地。伊莎贝尔看着父亲有些别扭的架势，心里虽然有点打鼓，但有母亲在旁边撑腰，他索性豁出去了。伊莎贝尔大声喊了一声爸爸，伸出双手向沃恩索要抱抱。面对女儿突如其来的撒娇，刚才还硬撑着的沃恩瞬间被击中，他走上前来询问伊莎贝尔是不是真的想让爸爸抱。伊莎贝尔乖乖点头，沃恩便接着追问起原因。面对父亲的追问，伊莎贝尔回想起前世，他奶声奶气的回答，因为自己喜欢爸爸。听完女儿的表白，沃恩不仅没有感动，反而皱起眉头，吐槽皇室公主居然这么幼稚。伊莎贝尔早就料到父亲会这样，一个没站稳正要往后摔倒，沃恩却抢先伸出手，一把将他抱了起来。虽然行动上抱起了女儿，沃恩嘴上依旧不肯服软，冷冷的埋怨他连自己的身体都控制不好。伊莎贝尔这才惊觉，父亲这次不是像抓周时那样敷衍提溜，而是认认真真把他抱在了怀里，虽然姿势有点别扭。母亲走上前温柔地指点沃恩，教他用另一只手托住孩子的身体，要像真正拥抱一样呵护他。母亲笑着打趣说，对陛下来说这孩子可能轻如鸿毛，但保姆露露卡他们可都抱怨沉着呢。一旁听到的伊莎贝尔顿时心里一惊，母亲接着拿长子做对比，说伊莎贝尔比他同岁时结实得多，相信他将来也一定能健健康康的长大。母亲温柔地抚摸着伊莎贝尔的小脸，笑盈盈地问他是不是啊。沃恩的大手稳稳托住女儿的身体，感受着掌心传来的阵阵体温。伊莎贝尔第一次体验到了被家人庇护的感觉，在她的前世记忆里，亲生父亲连面都没见就把她抛弃了，她从来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但这一世却截然不同。伊莎贝尔看着近在咫尺的父母，甜甜的奶声叫着，说爸爸就是老天送给她最好的礼物。听到女儿这番真挚的表白，原本神色冷漠的沃恩愣在原地，转过头看向了妻子。母亲见沃恩呆呆地望着自己，轻声呼唤着他的名字。沃恩猛地回过神来，有些慌乱地转过头，掩饰说自己刚才只是走神，想了点别的事。被抱在怀里的伊莎贝尔被这突如其来的微妙气氛搞得屏住呼吸，母亲却微笑着走上前，将手轻附在沃恩的手背上，温柔地告诉沃恩，懂得珍惜珍宝的人才是最强大的，而自己最深爱的正是他这份善良的内心。趴在沃恩怀里的伊莎贝尔清楚听到了父亲剧烈的心跳声，他暗自感叹，冷酷的父亲面对母亲果然毫无抵抗力，心跳快得像要蹦出来一样。眼看困意涌上心头，伊莎贝尔心想，可不能当电灯泡。作为一个识趣的宝宝，她乖乖闭上双眼，进入了梦乡。沃恩就这样稳稳抱着熟睡的女儿，靠在椅背上，不知不觉也打起了盹。夜幕降临，沃恩独自走在月光下的走廊里，白天那份奇妙的触动，让他心里升起了一股说不出的异样感。沃恩怎么也想不明白，究竟是因为家族头一回迎来女孩，还是因为她长得太像妻子。脑海中浮现出伊莎贝尔的笑脸，可现实却无比残酷，这孩子注定无法习得家族剑术，而在残酷的比洛蒂安家族，弱者最终只有被淘汰的下场。那些在皇位争夺中落败，或在对外战争中牺牲的族人不计其数，一个连剑术都无法掌握的孩子，怎么可能算得上真正的皇室？更何况他甚至活不过21岁。沃恩突然停下了脚步，他无奈地揉了揉眉心，苦恼自己为何会冒出这些没由来的杂念。这些杂念既没道理，也没有用处。毕竟在这个家族里，残酷的命运早就已经注定。可即便心里很清楚，他依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纠结与挣扎。维亚松刚准备休息，手持长剑的沃恩就闯进房间，硬要找他决斗。维亚松忍不住抱怨，大半夜找人决斗太没礼貌，况且20年前沃恩就天天这么干，不知情的还以为沃恩才是刺客。还没等维亚松把奉承话说完，沃恩嫌他废话太多，直接一剑挥了过去。维亚松吓得出声躲闪，吐槽哪有动静这么大的刺客，可沃恩根本不接话，逼得维亚松在房间大喊陛下要杀人。转眼间2年过去，伊莎贝尔已经3岁了，这意味着他21年的寿命又悄悄减少了2年。伊莎贝尔在心中暗下决心，要好好利用这有限的时光。女仆提醒皇后已经赶来，伊莎贝尔脆生生的应了一声，撒开小腿就往前跑。继承了皇室血统，伊莎贝尔发育的相当快，虽然偶尔发音还不够标准，但已经能顺畅的和大人沟通。
如今他跑跳自如，虽然忙着必跑时，偶尔也会摔个啪哧，但他身体结实得很，完全没有受伤。就在这时，维亚松爵士接到了差事，从今往后负责看顾伊莎贝尔。皇后提醒伊莎贝尔，维亚松是他的第一位老师，必须谨遵礼节。可伊莎贝尔心里泛起嘀咕，原剧情里教导皇子的明明另有其人，母亲建议他不如直接问问本人。虽然心存疑惑，但伊莎贝尔其实很喜欢维亚松，因为他非常懂怎么和小孩相处。维亚松出身于魔法世家，除了精通剑术，还会使用一些高级魔法。他最喜欢维亚松用飞行魔法，带着自己飘在半空中。伴随着一阵清脆的敲门声，维亚松推门走进房间，恭敬地向皇后和伊莎贝尔问安。维亚松随即说明，从今天起由他负责伊莎贝尔的教导。伊莎贝尔开心地蹦下椅子，跑上前礼貌地问安。皇后将女儿托付给维亚松后，便放心地离开了房间。没了旁人，伊莎贝尔直接问出心中疑惑：明明原本的老师应该是莫里亚夫，怎么突然换成了维亚松？维亚松一听，立马捂着脸，装模作样的假哭，抱怨他是不是只喜欢别人。看着戏精附体的维亚松，伊莎贝尔赶紧伸手拍拍他，反过来轻声哄起这位大人。被伊莎贝尔拆穿假哭后，维亚松故意用了一堆高深词汇，夸赞他聪明又敏锐。伊莎贝尔气得奶声奶气的控诉，说他故意用难懂的词试探自己，再这样就要叫他臭甲虫。维亚松听完大受打击，连忙开口求饶。伊莎贝尔认认真真告诉维亚松，自己不喜欢被这样试探，只想好好和他相处。毕竟自己留在这个世界的时间并不多。维亚松听完愣在原地，轻声唤着他的名字。维亚松以为伊莎贝尔理解了死亡，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正好女仆端着茶点进门，维亚松周身散发出可怕的气场，冷声质问是谁不知轻重，敢在小殿下面前提起短命的烙印。女仆被吓得端着托盘瑟瑟发抖。伊莎贝尔见状立刻出声制止，气呼呼地指责他欺软怕硬。维亚松被骂得一愣，赶忙收起气场，慌乱地解释。伊莎贝尔却叉着腰严肃表态，有疑问直接来问自己，绝不能拿他身边的人撒气。维亚松自知理亏，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跪地认错。伊莎贝尔却让他向真正受惊的人道歉。维亚松乖乖转过身向女仆赔礼，把一旁的女仆吓得不知所措。女仆原谅了维亚松，维亚松这才松了一口气。伊莎贝尔警告他下不为例，危机暂时解除了。可维亚松紧接着追问起核心问题，到底是谁告诉了他烙印的事情？伊莎贝尔脑子飞速运转，说听别人说的会连累无辜，坦白自己是穿越者又太荒谬，只能随口胡编说是接生妇说的。维亚松大吃一惊，问他难道连刚出生时的记忆都有？伊莎贝尔只能硬着头皮承认。为了把话圆过去，伊莎贝尔凭着前世对剧情的了解，绘声绘色地讲起自己出生时的场景，说父亲当时甚至嫌弃他没用。本以为这么荒谬的说法没人会信，没想到维亚松听完后满脸心疼地安慰他当时一定很伤心。伊莎贝尔见居然真的骗过去了，连忙摆摆手表示自己其实并不在意，毕竟当时光顾着高兴，根本没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还没等伊莎贝尔松一口气，维亚松突然上前，伸手紧紧握住了他的手，搞得伊莎贝尔一头雾水。维亚松捧着他的手，无比认真地感叹自己手里正握着一块软绵绵的小年糕。伊莎贝尔顿时被吓得倒吸一口凉气。训练室里双剑激烈交锋，沃恩收剑后陷入沉思，他不相信才3岁大的女儿真的能够理解死亡这种概念。一旁的维亚松却肯定地表示，这完全有可能。沃恩若有所思，总觉得女儿面对这些事表现得过于冷静随和。维亚松紧接着补充，小殿下似乎还记得从出生起听到的所有事情。沃恩闻言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思绪被拉回到了他出生的那一天。维亚松忍不住质问沃恩，当年是不是当着孩子的面说他是没用的东西？沃恩一时无言以对，赶忙追问女儿究竟说了什么。维亚松叹了口气，说伊莎贝尔表现得异常镇定，甚至大度地表示并不在意。维亚松越说越心疼，强调孩子就算学不会家族剑术，也绝对不是什么无用之辈。面对维亚松的轮番质问，沃恩有些招架不住，索性一把按住剑柄，要跟维亚松当场决斗切磋。维亚松顿时满脸无奈，吐槽他前几天明明才突袭过自己。面对沃恩挥剑逼近，维亚松一边狼狈跳开，一边叫嚷着自己早就退休了，现在只是个教书老师。沃恩冷冷地命令他站着不动。维亚松吐槽站着不动，难道等着被刺？接着一个滑步拉开了距离。拉开距离后，维亚松脸上露出了笑容，直接点破沃恩现在其实是在生自己的气。维亚松希望沃恩能深深感到后悔，这就是对他当年言行的惩罚。听到这话，沃恩紧紧抓住胸口衣服，大口喘着气，一言不发。自那天之后，维亚松每天都会来房间给他上课。伊莎贝尔觉得就算学不会剑术，自己能做的事情也还有很多。这天，他兴冲冲地翻出一幅画，跑去向维亚松展示。维亚松看到画后赞不绝口，打听这是谁送给他的。伊莎贝尔双手叉腰得意地让他猜。维亚松端详半天，觉得这绝不可能是个3岁小孩画的。结果伊莎贝尔直接承认这幅画就是出自他自己之手，把维亚松震惊得够呛。伊莎贝尔凑上前问他自己画的怎么样，维亚松当即夸赞说，简直像大画家的灵魂附到了他身上，构图和线条都堪称完美。伊莎贝尔听得一愣，维亚松连忙笑着解释只是开玩笑，毕竟如果真的有灵魂附身到别人身上，会
会被视作邪恶之物，圣骑士团会立刻出动，将其彻底消灭。听到附身会被圣骑士团追杀，作为穿越者的伊莎贝尔吓得瘫在椅子上，庆幸自己刚才没把穿越的秘密说漏嘴。维亚松见状，赶紧安慰，说圣骑士团会好好保护他，还顺口提到自己的朋友就在圣骑士团，过阵子就介绍给他认识。伊莎贝尔一听连忙开口拒绝，说人家平时肯定很忙，劝他千万别去打扰忙碌的人。维亚松见状以为他是体贴懂事，赶忙笑着解释，自己的朋友是第一圣骑士团团长，随时都能抽出空来。听到要见铲除穿越者的头号人物，伊莎贝尔吓得连声求饶，表示自己连做梦都不想见到对方。随后维亚松打听起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的，伊莎贝尔顺势回答从小就会，其实在他前世生病住院时，画画就是他为数不多能做的事。维亚松反问了一句从小就会，伊莎贝尔瞬间惊呆，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漏了嘴，一个才3岁的小孩哪有资格说从小这种话。伊莎贝尔慌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把话圆过去，以为这次肯定彻底完蛋了。没想到维亚松拖着下巴思考了一会儿，居然煞有介事的连连点头，说自己完全明白了。伊莎贝尔直接看愣了，没想到这样也能糊弄过去。实际上维亚松在心里替他脑补，觉得3岁确实也有更小的时候，婴儿时期也算是小时候。维亚松温柔地看向伊莎贝尔，轻声唤着殿下。维亚松被蒙得捂住胸口，倒在沙发上直不起身。伊莎贝尔赶紧关切询问，心里却暗自庆幸自己蒙混过关。可维亚松刚想到他以后可能会谈恋爱，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阴沉，吓得伊莎贝尔急忙拉着他改玩拼字游戏。沃恩拿起了那张画，神情严肃地端详起来。沃恩看着手中的画，问维亚松这画的是什么。维亚松大方承认这是给陛下画的肖像画。沃恩没好气地质问，他是故意拿垃圾来消遣自己。维亚松连忙据理力争，强调这可是难得的杰作。沃恩一脸嫌弃，吐槽这就像3流画家糊弄人的作品。维亚松提醒他别急着下结论，因为这画出自一个3岁小孩之手。维亚松开始卖力夸赞，称赞画中的五官十分精致，连鼻子都比本人更加挺拔。沃恩忍不住打断，提醒他刚才明明说是抽象画。维亚松拍着画继续强调，说这双眼睛无比清澈，根本不像沃恩平时那般严肃冷酷。沃恩实在听不下维亚松瞎吹，直接出手打断，嫌维亚松废话太多，让他立刻滚出去。维亚松却直接揭晓答案，画出这幅画的3岁小孩正是伊莎贝尔殿下。原本满脸嫌弃的沃恩顿时愣在原地。维亚松接着强调，虽然伊莎贝尔没见过他几次，却能把他画得如此细致，这分明是对父亲充满了深深的喜爱。沃恩看着画一时语塞，维亚松趁机调侃说，沃恩明明什么都没做，就能白白得到女儿的喜欢，简直让人羡慕的要命。维亚松甚至爆料，前几天伊莎贝尔还主动对沃恩说了喜欢，沃恩表面上拖着下巴装不在意，吐槽这有什么好羡慕的。这态度直接把维亚松给说急了，气得直嚷这太不公平，说自己花光薪水找大厨做软糖都没换来一句我爱你，反而还被伊莎贝尔缠着要更多。沃恩嫌他说话粗鲁，没个老实样。维亚松气得直呼沃恩又在挑字眼，沃恩却面无表情地提醒他，这里是皇宫，最好注意点规矩。维亚松抱怨刚才还叫自己滚，接着大喊他都要嫉妒死了。沃恩拍桌叫他别拐弯抹角，知道他来绝不是为了闲聊。维亚松收起玩笑态度，坦言接下来要说的事可能让人难以置信。他透露，伊莎贝尔殿下在魔导工学上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天赋。沃恩听得一愣，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与此同时，伊莎贝尔突然感到背脊发凉，觉得有什么坏事要发生。她手里的东西掉落一地，一位黑发女子上前向她问安，宣布从今天起将由她来接管伊莎贝尔的教育。这位女子名叫卡琳，来自米罗特尔魔法协会，是一位1级魔法师。伊莎贝尔当场吓得说不出话来，因为在原作剧情里，眼前这位卡琳正是日后的最终大反派。维亚松再次强调，伊莎贝尔在魔导工学上天赋异禀，并顺势向沃恩提出请求，希望能请一位专业老师为殿下提供更扎实的魔法教育。沃恩听后十分谨慎，提醒他魔法师不能随便放进皇宫，而且根本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伊莎贝尔真的有天赋。维亚松坦言，目前虽然多半靠直觉，但他对此深信不疑。沃恩便让他继续往下说。维亚松随即介绍起来，魔导工学的天赋主要分为3个方向，第一是对魔力和魔法的先天亲和力，伊莎贝尔早已展现出了无咏唱的能力。第二是绘制法阵所需的手工与观察力，那幅肖像画刚好证明了这一点。至于这第3点，则是极为关键的数学天赋。维亚松解释，伊莎贝尔才3岁就能理解数量概念，甚至准确算清软糖数量，向他讨要。结合这些表现，维亚松坚信殿下拥有极高的魔法天赋。沃恩听完陷入了沉思。维亚松顺势向陛下请求，希望能允许他为殿下寻找一位合适的魔法老师。转眼到了3个月后，阳光明媚的房间里摆满了精致的甜点与红茶，伊莎贝尔却整个人僵在原地。眼前这位端着茶杯优雅品尝的女子，正是卡琳。伊莎贝尔心里慌得不行，完全想不通原作里的最终大反派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卡琳见他不对劲，关切地开口询问，伊莎贝尔吓得直甩头，连声回答没事。卡琳优雅地放下茶杯，语气十分温柔，可伊莎贝尔心里早已掀起巨浪。
原作里的卡琳是个极其可怕的野心家，她靠着深沉的城府背叛了自己的恩师，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成为最高大魔法师。掌控协会后，他甚至企图建立帝国，统治大陆，最终与成为皇帝的原作男主阿伦兵戎相见。面对眼前这位危险至极的未来大反派，伊莎贝尔坐在椅子上，吓得动都不敢动。在原作剧情里，卡琳多次败在主角阿伦手里，为了报复，他甚至向女主施加了致命的诅咒。病重离世的女主只留下一句遗言。当年还在病房看书的伊莎贝尔也以为这会是个坏结局，谁知剧情紧接着迎来了大反转。女主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条龙，在那个世界里，龙可是至高无上的魔法缔造者，区区人类的诅咒对龙根本无效。觉醒身份的女主成功化解危机，随后便与男主迎来了幸福的结局。可这意味着卡琳不仅能硬刚最强男主，甚至还能把身为龙的女主逼入绝境，绝对是个恐怖至极的超级反派。可距离主线剧情开启还有18年，连序幕都还没拉开，这个终极大反派居然就提前登场了。见伊莎贝尔半天没有反应，卡琳再次关切地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伊莎贝尔支支吾吾说不出话，顶着这具3岁的幼体，他根本没办法冷静下来。伊莎贝尔突然想起小说里的记载，卡琳最擅长的就是看穿别人的弱点并死死抓住。当初他就是察觉到女主异于常人，才一步步把女主逼入绝境。连强大的女主都在卡琳手里吃过大亏，自己区区一个路人甲，要是被发现是穿越者，后果绝对不堪设想。自己刚才的反应已经足够可疑，顶着3岁小孩的身体，根本藏不住大人的慌张，强装镇定反而更容易露出马脚。卡琳在一旁轻声叫着殿下。走投无路的伊莎贝尔意识到，眼下自己只剩下一个选择。伊莎贝尔当场大吼自己只喜欢维亚松，卡琳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试图解释自己教的内容完全不同，但伊莎贝尔根本不听，坚决表示除了维亚松谁都不行。见卡琳还在试探，伊莎贝尔干脆心一横，直接使出了3岁小孩的终极武器，躺在地板上放声大哭，手舞足蹈，嚷着非要见维亚松不可。本以为小孩子耍赖这套招数能轻松把卡琳给糊弄过去，可当他偷偷抬眼偷看时，却发现卡琳的眼神瞬间变冷，一股前所未有的恶寒笼罩全身。这种可怕的压迫感，甚至比面对父亲时还要恐怖，吓得伊莎贝尔连哭声都结巴了。他这才猛然想起关键问题，在原本的故事剧情里，能够制止卡琳的明明只有男主角阿伦一个人。在原作剧情里，男主阿伦是因为受到恶意欺负，才最终觉醒成为世界最强，可自己压根不打算欺负他。一旦阿伦没有因此觉醒，就不会敌视皇室，更不会登基称帝。这样一来，世上根本无人能够制衡卡琳。卡琳的目标是统治整个大陆，一旦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他的目标就会直接指向皇帝，到时候要直面这个大魔头的可就是自己的家族了。伊莎贝尔这才彻底意识到，绝不能任由卡琳这样发展，把对方放在眼皮底下监管，或许才是最安全的选择。伊莎贝尔突然想到了另一个办法，原作中父亲是因为失去母亲才一蹶不振，只要自己能设法保住母亲健康的父亲，就能正面镇压卡琳的叛乱。况且卡琳真正发难也是20年后的事，那时自己21年的新生早已走到尽头，但既然获得了重活一世的机会，哪怕力量微薄，他也想留下存在的痕迹。看着还在地上耍赖的伊莎贝尔，卡琳终于主动开口，表示今天的课程恐怕无法继续进行了。卡琳接着补充道，师生之间必须先建立信任。伊莎贝尔一听，瞬间站起身来，当场大声宣布自己已经哭完了。这神速的态度转变，连他自己都觉得十分尴尬。为了不引起对方怀疑，伊莎贝尔赶忙卖萌讨好，夸卡琳长得漂亮，还解释刚才闹脾气只是害怕维亚松吃醋。卡琳也被这出反转弄得有些意外，伊莎贝尔则在心里暗下决心，既然重活一世，就要守护好家人。想到这里，他的情绪也彻底平复下来。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对抗这种大反派，但他决定用小孩的方式留在卡琳身边，随即便大声向卡琳保证，自己一定会好好学习。到了第2天，卡琳按时来到房间门前，轻轻敲门后推门走了进去。结果刚一进屋，伊莎贝尔就猛地跑上前去，伸手把房间大门重重关上，还冲着卡琳比了个噤声的手势。在确认四周确实无人之后，伊莎贝尔这才掏出一封信件，神秘兮兮地递到了卡琳面前。卡琳原以为是神秘信件，拆开才发现竟是一块伊莎贝尔省下的桃子味软糖。伊莎贝尔露出灿烂的笑容，大方表示这是专门送给卡琳的礼物。面对这出出乎意料的可爱攻势，连素来冷静的卡琳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她干咳一声掩饰尴尬，表示等下课后再正式收下。这几天，伊莎贝尔其实早已想通，讨好未来的终极大反派并不现实，但只要利用好3岁幼崽的可爱外表，就能有效麻痹对方，让卡琳彻底放下戒心。见卡琳招呼自己回座位上课，伊莎贝尔立刻乖巧答应。刚坐下，她便立马高高举起小手，主动向卡琳提出了疑问。伊莎贝尔顺势开启连环追问，打着日常交流的幌子，想趁机套取更多关键情报。卡琳虽然有些意外，但还是耐心的一一解答，透露自己今年22岁，名字来源于家乡盛开的花朵，7岁起便跟着导师学习魔法，平时只是吃的比较清淡。看着眼前优雅温和的卡琳，伊莎贝尔忍不住在心里感慨，光看这副外貌，谁能想到他以后会是终极大反派？当对方突然提及那维达尔的烙印时，伊莎贝尔就知道该来的考验终究还是来了。伊莎贝尔
忽然记起原作的记载，卡琳曾深入研究过纳维达尔，甚至不惜用活人做实验，最后正是靠这种诅咒伤害了女主角。看来卡琳留下来也是为了探寻烙印的秘密。卡琳顺手合上手中的书，追问起关于烙印的事情。伊莎贝尔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长大之后就会走向死亡。卡琳顺势问他是否明白死亡的含义。伊莎贝尔平静地回答，死亡就是与所爱之人道别，哪怕面对死亡，自己也不会感到害怕或伤心。在他看来，能拥有这段人生本就是一份礼物，心怀感激就已经足够快乐。伊莎贝尔笑着补充道，能遇见卡琳老师也是一种幸运，不过他心里想的却是，要是20年后才碰上这位大反派，那可比现在可怕多了。随后他捏着小手，语气有些犹豫，询问要是自己离去，大家会不会伤心。他既不想看到别人难过，又觉得要是大家毫不在意，自己心里也会失落。伊莎贝尔轻声问卡琳，觉得这样算不算坏孩子？随后的对话戛然而止，见对方半天没有回应，伊莎贝尔有些纳闷，担心是自己话太多惹对方厌烦了。伊莎贝尔抬头一看，却当场愣住。卡琳此刻眼眶泛红，一滴眼泪正顺着脸颊滑落下来。伊莎贝尔整个人彻底傻眼，怎么也想不明白，眼前这位未来的终极大反派怎么突然当着自己的面哭了起来。伊莎贝尔下意识开口询问，卡琳却猛地转过身去，谎称自己什么事都没有。伊莎贝尔嘴上乖巧应着，心里却直犯嘀咕，在原作设定里，这个大反派根本不该有这种反应。他突然反应过来，原作里的卡琳本就是伪装与演戏的大师，眼前的泪水8成全都是装出来的。得亏自己提前掌握了剧情，才没轻易被对方骗过去。为了不拆穿对方，伊莎贝尔赶紧顺着台阶配合，伸出小手轻声安慰起卡琳。卡琳擦干眼泪，重新转过身来，严肃地提醒伊莎贝尔不要对死亡表现得如此冷漠，这种故作不在乎的态度只是一种欺骗和伤害自己的方式。夸赞伊莎贝尔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后，卡琳主动提出来愿意替他分担这份沉重又可怕的负担。听到对方愿意帮自己分担死亡的恐惧，伊莎贝尔有些不敢置信，怯生生地追问了一句，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得到卡琳肯定的点头后，伊莎贝尔立刻扑进对方怀里，直夸卡琳是全天下最好的人。卡琳顺势将他抱住，温声回应着这份信任。趴在对方肩上的伊莎贝尔心里却突然猛地一惊，想起卡琳可是原作里的终极大反派，他吓得后背发凉，庆幸自己刚才慌忙中扑过去，正好把师太的表情挡得死死的，这才没在这大魔头面前露馅。原作里的卡琳在向维尔赫姆完成复仇后，成功登上了魔法联合的最高位，成为了威震一方的大魔法师。可他的掌权之路并不顺利，联合内部不少人依然效忠维尔赫姆，指责他是背叛父亲的恶意，这也让卡琳的掌控力大大受挫。为了转移内部的尖锐矛盾，卡琳最终选择发动战争，凭借压倒性的强大武力不断扩张，一步步征服了魔法师与民众。而在无尽的杀戮与扩张中，卡琳彻底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甚至沉溺于这场疯狂的战争游戏之中。讽刺的是，战争与征服竟成了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这才是终极大反派卡琳的真正面目。伊莎贝尔时刻提醒自己，绝对不能被对方眼下的温柔所蒙蔽。卡琳的提问将他拉回现实，问他刚才讲的内容听懂了没有？胡思乱想的伊莎贝尔赶忙竖起大拇指，硬着头皮连声回应说听懂了。见他点头，卡琳顺势合上手中的书，表示既然如此，那就开始进入正题。卡琳直言伊莎贝尔年纪尚小，而且从小长大的环境也与其他孩子截然不同。卡琳打算从最基础的魔法讲起，还温柔地安慰他不用害怕。听到要学习魔法，伊莎贝尔心里却直犯嘀咕，在原作里自己可从来没学过这东西。一晃6个月过去了，卡琳手把手教他如何感知魔力，指导他将笔直强劲的魔力集中到桌上的石头上。伊莎贝尔拖着下巴陷入沉思，毕竟在崇尚剑术的帝国里，公主跑去学魔法实在太不寻常。当初连城堡里的仆人们听到这消息都被吓了一大跳。伊莎贝尔转念一想，多学点魔法倒也没什么坏处。当他集中精力调动魔力时，桌上的石头瞬间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卡琳定睛一看，顿时吃了一惊，这竟然是极其厚实的魔力层。自己当年苦练了整整半年，才勉强达到这种程度。更让卡琳难以置信的是，伊莎贝尔凝聚出的魔力层竟呈现出绚丽的七彩光芒。这种魔力形态，卡琳以前只在理论书籍中听说过，这还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卡琳决定进一步测试伊莎贝尔的潜能，他引导伊莎贝尔试着将石头悬空。伊莎贝尔闭上眼，猛地一发力，桌上的石头竟然立刻飘了起来。这种操控水平，普通人至少需要苦练1整年。卡琳压下心中的震惊，接着让伊莎贝尔尝试把石头朝自己挪动。可伊莎贝尔刚一调动魔力，石头直接掉在了桌上。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失控，两人一时陷入了沉默。伊莎贝尔尴尬地笑笑，表示自己搞砸了，可心里却觉得学魔法简直太有趣了。他兴致勃勃地站起身，问卡琳要不要再试一次。见卡琳背过身半天没有回应，伊莎贝尔忍不住好奇询问。卡琳极力保持平静，说自己没事。可看着刚才差点被冲击震碎的桌子，心里早已掀起了滔天巨浪。卡琳暗自庆幸，刚才幸亏自己反应快，及时施展了减震魔法，才勉强挡下了刚才那股冲击。伊莎贝尔现在虽然还不懂控制，但体内潜藏的魔力却庞大的惊人。卡琳看着眼前若无其事的小公主，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如果自己的直觉没错，眼前的伊莎贝尔恐怕就是为了魔法
而诞生的绝世天才。日常训练结束，卡琳肯定了伊莎贝尔今天的努力。伊莎贝尔满脸期待地追问自己表现如何，卡琳随口回了句还算可以，伊莎贝尔便高兴地当成了夸奖。卡琳直接否认是在夸他，伊莎贝尔也不气馁，笑着让卡琳下次一定要夸自己。卡琳表示这全看他以后的表现，伊莎贝尔满口答应会全力以赴。一晃到了4岁，卡琳的魔法课程依然在继续，只是伊莎贝尔渐渐发现，卡琳上课变得越来越严格，语气也越来越严厉，这让他觉得有些伤脑筋。伊莎贝尔好奇地打听魔法师到底能不能飞，卡琳表示确实能飞，但并不推荐这么出行，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会直接摔死。听到卡琳冷不丁提起摔死，伊莎贝尔吓得心里直打鼓。卡琳沉默片刻，宣布明天正式开始魔法训练。伊莎贝尔连忙乖巧答应。等卡琳一离开房间，伊莎贝尔整个人瘫坐在地，长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刚才没把紧张表现出来。毕竟在原作设定里，卡琳就是用这种冷酷口吻警告猎物的。每次听到对方提起死亡，伊莎贝尔就忍不住一阵后怕，庆幸自己刚才没敢和卡琳对视。卡琳回到自己房间，锁紧门窗，拉上窗帘，紧接着施展魔法封锁了声响与视线，确认外界彻底无法偷窥后，她整个人直接倒在床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紧紧握住了拳头。卡琳抱着枕头在床上疯狂打滚，尖叫着直呼伊莎贝尔实在太可爱了，甚至恨不得把小公主塞进口袋里带走。一阵疯狂发泄过后，卡琳重新坐起身来，强行冷静。她心里非常清楚，维亚松早已对伊莎贝尔宠到了极点，哪怕小公主犯错都会毫无原则的原谅。如果自己再不扮演严厉的角色，就没人能好好引导伊莎贝尔了。况且在如此年幼的年纪，拥有过于庞大的天赋与力量，往往会招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卡琳回忆起自己痛苦的童年，从小被父母抛弃在孤儿院，性格害羞的她很难融入集体，美貌反而成了她痛苦的源头。当她拒绝了男孩迈克尔的表白，对方恼羞成怒，当场动手殴打，之后更带人变本加厉的霸凌卡琳。大家都害怕强壮的迈克尔，没人敢伸手帮他。被抓住的卡琳只能靠爆发魔力自卫，可就连孤儿院的老师们也从没有站在过他这一边。孤儿院的老师非但没有主持公道，反而认为被霸凌一定是因为卡琳自己有问题，逼着他去和动手的人握手言和。为了不给孤儿院添麻烦，卡琳只能默默忍受所有的排挤与欺凌。久而久之，他对这一切彻底麻木。直到有一天，一位看中卡琳魔法天赋的魔法师维尔赫姆来到了孤儿院。那一天，卡琳第一次感受到了希望，犹如天使一般的维尔赫姆伸手要将她带离这个痛苦的地方。直到那一刻，卡琳才意识到自己早已被过往折磨的伤痕累累。大魔法师维尔赫姆温和地向他自我介绍，还微笑着让卡琳以后改口叫自己爸爸。卡琳轻声答应了下来，心里隐隐升起了一丝希望，以为换个环境终于能拥抱幸福。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即便离开了孤儿院，噩梦却依旧没有结束。世人眼中如同天使般的维尔赫姆，背地里竟藏着难以想象的阴暗。在无人注意的暗处，他肆意折磨着卡琳，甚至强迫她露出微笑。为了活下去，卡琳放弃了一切抵抗，把自己当成没有灵魂的活傀儡。维尔赫姆教他魔法，他就听话跟着学，对方下达任何命令，他都照单全收。可活生生的人怎么可能真的变成木偶？不知从何时起，复仇的种子开始在他心中萌芽。那不是一时冲动的愤怒，而是为了复仇而活的平静决心。从那天开始，卡琳比以往更加刻苦地钻研魔法，直到她20岁那年，卡琳不仅成了最年轻的1级魔法师，2年后还听说帝国正在招募魔法导师。为了摆脱维尔赫姆的控制，彻底完成复仇，他决定借助死神的力量，把目标锁定在拥有死神印记的伊莎贝尔身上。原本以为能把对方当成研究工具，可等卡琳真正见到伊莎贝尔时，迎接她的却是这小家伙停不下来的好奇追问，打听年龄，询问姓名，连什么时候学魔法都要刨根问底。面对过于热情的小公主，满脑子复仇计划的卡琳一时间彻底愣在了原地。今年满22岁的卡琳还是第一次遇到有人主动关心自己。伊莎贝尔捧出珍藏的水蜜桃糖果，毫不犹豫地递到了她的面前，那份毫无保留的纯真让卡琳冰冷的心泛起了涟漪。伊莎贝尔笑着对她说，生命是一份美好的礼物，能遇到卡琳也是一份礼物。卡琳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小女孩，明明知道自己活不过21岁，却依然对生命充满感激，甚至还把自己也当成一份礼物。从小到大，卡琳从未被任何人珍视过，她第一次体验到了被人在意的滋味。她很想告诉这个小女孩，面对死亡不必强作镇定，渴望活下去本就是人的本能。当初伊莎贝尔怯生生地问她自己是不是很不乖，卡琳从她身上看到了曾经那个同样向命运妥协的自己。卡琳温柔地安抚她，说她没有任何错。那一刻，卡琳发自内心想要伸出援手，替伊莎贝尔分担身上那份沉重的负担。从回忆中回过神来，卡琳在走廊里停下了脚步。在亲眼见识了伊莎贝尔的天赋后，卡琳做出决定，主动提出了面见皇帝陛下的请求。卡琳主动面见皇帝沃恩，汇报明日正式开始魔法训练。他直言伊莎贝尔将来定能成为极为出色的魔法师。沃恩放下手中的文件，淡淡表示，毕竟流着皇室血脉，拥有这种天赋并不稀奇。外界一直传言皇帝对女儿极其冷漠，毕竟身为皇室成员却无法修炼剑术，传出这种流言倒也并不奇怪。卡琳默默看着眼前这位皇帝，心里却冒出一个荒谬的念头，这位冷酷的陛下该不会是在发自内心感到自豪吧？
卡琳顺势提起，后续的魔法训练可能会产生些费用。沃恩漫不经心地表示，这种小事去找副官维亚松商量，让卡琳自己看着办就行。一想到维亚松对伊莎贝尔那毫无底线的溺爱，卡琳试探着确认，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可以随意支配预算？虽说沃恩当场否认，但卡琳心里十分清楚，皇帝不可能不知道副官有多宠小公主。既然敢把财权交给维亚松，就等于默许了放手开销。卡琳心中更加确定，这位陛下绝不像传闻中那般冷酷。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点，卡琳意识到皇帝其实是个女儿控，只是他自己还没察觉，或者说还在死硬抵赖罢了。卡琳顺势开口询问，陛下难道就不好奇小公主的魔法天赋究竟有多高？毕竟魔法终究极其看重天赋，要是没有足够的天赋，再怎么努力也很难突破上限。没想到沃恩却反问，这很重要吗？卡琳直言，大多数人最关心的就是天赋。沃恩听完也只是淡淡应了一句。沃恩冷冷地提醒卡琳，是不是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卡琳瞬间反应过来，连忙道歉。这里毕竟是以剑术立国的帝国，哪怕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剑术突破，也比惊人的魔法成就更受推崇。卡琳不再多言，起身向沃恩告辞，准备离去。不料沃恩却突然叫住了他。看着卡琳的背影，沃恩心中隐隐冒出一个念头。沃恩追问卡琳，伊莎贝尔学魔法时究竟快不快乐？卡琳愣了一下，如实回答，光是想到自己有一天能飞，小公主就已经笑得无比开心。听到这个答案，沃恩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知道了。卡琳心里感到有些意外，她还从没见过哪位父母会主动去关心孩子学得是否开心。在她过往的印象中，所有人关心的永远都是孩子有没有天赋，能不能成为顶尖的大魔法师。卡琳顺势提到，外界都传陛下讨厌小公主，现在看来这传闻根本靠不住。沃恩挑眉反问，难道大家都是这么传的？卡琳肯定地点了点头，又接着问他，难道不想亲自澄清这个误会？沃恩冷笑一声，表示没必要为了无聊的谣言去多做解释，自己根本懒得在乎。卡琳表面上笑着附和，心里却看得十分透彻，这种极力否认的态度反而说明他介意的不得了。卡琳不再多打扰，向沃恩告辞后便转身退出了房间。卡琳刚一离去，房间里就传出了巨大的动静，吓得门外的守卫不知所措。几天后，正逢皇帝的生日盛典，各大势力与无数宾客齐聚首都，宴会厅里热闹非凡，贵族们欢聚一堂，谈笑风生。然而，作为主角的沃恩对这场狂欢却显得毫无兴致。身边的皇后为他整理衣领，提醒他这可是重要的外交场合，无论多烦也得收敛一下表情。沃恩也只是冷冷地应了一声。这场繁琐的生日盛宴要持续整整1周，沃恩只觉得索然无味，心里甚至念叨着，倒不如抽空去练习挥剑。前来拜见的贵族络绎不绝，周围贵妇们对他的私下夸赞，也凭着远超常人的敏锐听力，一字不漏全落进了沃耳里，惹得他心里更加烦闷。台上司仪高声宣布，在献礼环节开始前，先由天才钢琴家献上特别演奏。而在宴会的后方，宾客们送给陛下的重磅贺礼也正被小心翼翼地抬入场内。演奏结束，钢琴家躬身谢幕，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而在另一边的城堡花园里，女仆气喘吁吁地跑来寻找伊莎贝尔，见她正蹲在草地上，连漂亮裙子都沾满了泥污。面对女仆的无奈提醒，伊莎贝尔根本没当回事，反而兴致勃勃地展示起自己在树下采到的鲜花。受到夸奖后，伊莎贝尔更加得意，表示自己还能让花朵发光，说着就要现场演示一番。随着伊莎贝尔施展能力，手中的鲜花瞬间散发出宝石般的光芒，女仆看得目瞪口呆。伊莎贝尔顺势把花送给了对方，女仆感动得直呼要把它当做传家宝。伊莎贝尔嘴上忍不住吐槽，心里却觉得无比满足。自从穿越过来，能用健康的身体自由奔跑，就让她感到无比幸福，再也不用忍受前世痛苦的病痛了。女仆突然消失，草丛里突然传出一阵异响。伊莎贝尔还没反应过来，一个身穿黑袍的神秘面具人就突然挡在了她的面前。对方上下打量着伊莎贝尔，说没想到会在这里发现宝贝。伊莎贝尔警惕地问对方是谁，对方竟回答说自己正考虑要不要收养他。伊莎贝尔直接回绝，说自己早就已经有父亲了。对方顺口追问父亲是谁，伊莎贝尔脱口而出是皇帝陛下。这话把面具人当场给整懵了。短暂的错愕过后，面具人忍不住大笑了起来，夸赞这小丫头还挺有意思。看对方这反应，伊莎贝尔心里一阵纳闷。面具人调侃道，堂堂帝国公主居然连个护卫都没有，看来也是个不受待见的受气包。说罢他便施展魔力，伸手要将伊莎贝尔强行带走。伊莎贝尔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准备把自己绑架走。面具人笑着安慰他别害怕，承诺会把他培养成顶尖的大魔法师。听到这话，伊莎贝尔无奈地摇了摇头，吐槽说自己刚才还以为对方多聪明呢。面具人反问伊莎贝尔知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伊莎贝尔内心迅速推算，对方能大摇大摆在皇宫里走动，还专门挑极有天赋的孩子下手，甚至连公主的身份都完全不在乎，能符合所有条件的人屈指可数。伊莎贝尔抬手一指，当场叫出了对方的名字维尔赫姆。眼前这人的真实身份正是卡琳的养父，魔法联盟的大魔法师。面具人愣了一下，佯装客气地表示能被错认为大魔法师是他的荣幸。伊莎贝尔却根本不买账，当场吐槽说哪怕对方极力装傻，也掩盖不了脑子不太聪明的事实。面具人还在疑惑，维亚松的声音突然从他身后转了过来，一道寒光闪过，利剑直接刺透了面具人的胸膛。
维亚松冷笑着打断对方：“堂堂帝国公主怎么可能真的没有护卫？难道这家伙的脑袋只是个摆设吗？”伊莎贝尔之所以毫无顾虑，就是因为知道有维亚松在，单凭他一人就足以收拾对方。维亚松顺势将先前被变走的女仆救了下来。伊莎贝尔见状，赶紧跑上前，关切地询问女仆有没有受伤。可维亚松却察觉到了不对劲，刚才刺过去时完全没有阻力，原来眼前的面具人只是个魔法分身。维亚松看着剑上残留的痕迹，警告藏在幕后的家伙，别以为没留下证据就能高枕无忧。维亚松语气冰冷地补充道，自己最擅长的就是追踪目标，而且向来习惯斩草除根。话音刚落，维亚松手起刀落，利落的一剑直接将面具人的残影斩得粉碎。随着魔法分身彻底消散，花园里终于恢复了平静。女仆急忙上前，关切地询问伊莎贝尔：“刚才有没有被吓到？身体有没有受伤？”伊莎贝尔笑着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事，反而主动问起女仆的情况。见小公主遭遇变故还能如此从容冷静，女仆悬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维亚松走上前询问伊莎贝尔：“刚才遇到坏人，难道不害怕吗？”看到5岁的小公主面对危险如此冷静，维亚松心里有些难过。伊莎贝尔笑着表示：“这有什么好怕的？毕竟有维亚松在身边。”维亚松有些自责自己赶来的太晚，伊莎贝尔却主动握住他的手，表示维亚松没有立刻动手，只是为了先确认敌人的意图。他从头到尾都坚信维亚松一定会赶来。听到小公主如此体贴懂事，维亚松感动得眼眶泛泪，一把将伊莎贝尔紧紧拥入怀中。被猛地抱住的伊莎贝尔暗自吐槽：原著里的维亚松难道也是这么容易感动的人吗？伊莎贝尔顺势吐槽：维亚松说话虽然温柔，刚才出剑下手却毫不留情。维亚松连忙笑着解释，自己其实是个非常温柔的老师，却被伊莎贝尔当场拆穿是在装哭。不过伊莎贝尔紧接着由衷夸赞维亚松刚才的身手真的太厉害了。维亚松听完高兴地将小公主抱紧，随后伊莎贝尔开口询问，刚才那个袭击自己的坏人究竟是不是维尔赫姆？听闻伊莎贝尔提及袭击者，维亚松意识到敌人的手竟然已经伸到了皇宫深处。不过他很快放缓语气安慰小公主，表示自己一定会把幕后黑手彻底查清。维亚松安排好骑士守卫，叮嘱伊莎贝尔注意安全，便动身前去巡逻。伊莎贝尔乖巧地挥手告别，在他看来顶着小孩的身体，只要玩得开心，就能迅速把刚才的遭遇抛在脑后。没过多久，他就编好了一顶花环。女仆好奇地上前询问，伊莎贝尔兴奋地表示要把花环送给皇帝父亲。听说要把花环送给皇帝陛下，女仆赶忙提醒，陛下此刻正在参加晚宴。伊莎贝尔却丝毫不慌，笑着表示今天本就是送礼物的日子。女仆抱着伊莎贝尔来到宴会大厅外，守卫却直接将他们拦了下来，严肃表示里面禁止通行。眼看守卫根本没认出自己，伊莎贝尔深吸一口气，当场摆出公主的威严，厉声喝道：“让他们赶紧让开！”刚才还态度冷硬的守卫，直接被他这股气势给当场震懵了。伊莎贝尔正暗自得意，没想到守卫却当场笑出了声，劝他可别假冒公主，免得给自己惹麻烦。看到守卫压根不信，伊莎贝尔转念一想，自己平日里很少露面，加上刚才折腾得衣衫凌乱，确实没什么说服力。他让女仆将自己放下来，双臂一插站稳脚跟，反过来厉声质问守卫，让他们立刻报上姓名和所属部门。看着小丫头摆出一副大人的架势，守卫们一时间无语到了极点。守卫根本没把小女孩的话当回事，催促女仆赶紧带人离开。伊莎贝尔质问守卫为何无视公主提问，负责宴会安保却连皇室成员都认不出，就算没见过自己的长相，按流程也必须先向上级报备核实，最后更是严厉警告绝不善罢甘休。这一套有理有据的训斥，当场把2个守卫给震慑住了。伊莎贝尔在心里松了一口气，暗自庆幸这番义正言辞的发挥，总算是把公主的威严给树立了起来。此时的宴会厅内，魔法联盟的大魔法师维尔赫姆正代表联盟向皇帝呈上华丽的贺礼。见沃恩迟迟没有回应，一旁的皇后连忙出言提醒，毕竟对方实力雄厚，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外交危机。就在全场一片肃静时，大厅门外突然传来伊莎贝尔的大喝，不仅自报家门，还厉声质问守卫的姓名和所属部门。沃恩瞬间认出了小女儿的声音，纳闷门外究竟发生了什么骚乱。门外伊莎贝尔训斥守卫的话一字不落地传进了宴会厅。沃恩在心里暗自赞许，女儿懂得先问清对方姓名和所属部门，批评起来更是条理清晰，句句在理。见沃恩的心思全被门外勾走了，一旁的皇后只好出面圆场，主动代表皇室向米罗特尔魔法联盟致谢。可还没等寒暄结束，沃恩便直接从王座上站了起来，这一举动引得全场贵族窃窃私语。他完全没心思继续走过场，当即对着大门方向沉声下令，让外面的守卫立刻放公主进来。听到皇帝在大厅内亲自下令放人，2个守卫吓得直冒冷汗，这才敢相信眼前的小女孩居然真就是帝国的公主。2人慌忙躬身向伊莎贝尔认错道歉，表示要护送她进殿。看
看着满脸惶恐的守卫，伊莎贝尔不仅没有继续追究，反而主动伸手握住了守卫的手。她笑着安慰对方，今天是好日子，自己不仅原谅了他们的失职，待会儿还会主动向父亲解释清楚。见小公主如此宽宏大量，守卫瞬间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恭敬地表示日后必当登门赔罪。伊莎贝尔笑着摆手说：“不用，打去让他买些软糖或者冰淇淋就行。”随着宴会厅的大门缓缓推开，伊莎贝尔迈步走进了大厅。一进门，她就清脆地高声大喊，表示自己也给陛下准备了礼物。看到小公主满脸黑灰的登场，大厅里的贵族们顿时议论纷纷，吐槽她这副模样实在失礼，甚至嚼起公主不受重视的舌根。听到贵族们在私下议论纷纷，王座上的沃恩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冷冽，嚼舌根的贵族们吓得赶紧闭上了嘴。伊莎贝尔却完全没受影响，直接摊开手要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沃恩。看着远处的伊莎贝尔，沃恩在高台之上开口询问这是什么。伊莎贝尔兴奋地回答，是一枚会发光的戒指，还主动询问能否走上去亲自帮他戴上。沃恩却出声叫他站在原地，随后径直从台阶上走了下来，主动在伊莎贝尔面前单膝跪下。看着小手里那枚闪着微光的花朵戒指，沃恩问这是不是他亲自做的。伊莎贝尔开心地连声承认。沃恩看着他满脸黑灰的模样，语气无奈地问他是不是为了做这个戒指才把自己弄得这么脏兮兮的。沃恩伸手替他抚开额前的乱发，感受着父亲大手上传来的温暖。伊莎贝尔在心里暗暗打定主意，虽然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但留在自己身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一定要把心里的话坦诚说出来。伊莎贝尔拉过沃恩的手，轻轻把那枚花朵戒指套在他的手指上，随后他露出了无比灿烂的笑容，甜甜的告白说，能有爸爸在身边，自己真的太幸福了。看着戴在手上的戒指，沃恩的神情彻底陷入了沉思。沃恩轻轻握住伊莎贝尔的手，向她表达了感谢。宴会结束后，皇后塞尔纳在寝室里打趣沃恩，说她整场宴会都板着脸，唯独女儿一出现就露出笑容。面对妻子的调侃，沃恩赶忙嘴硬否认，却被塞尔纳逼问得无言以对。塞尔纳轻笑起来，打趣他居然公开宣布那枚会打乱剑士魔力流动的花戒指是他收到的最好礼物。笑过之后，塞尔纳顺势提起正事。由于之前一直在操办生日宴，积压了不少外交事务，接下来几个月他会非常忙碌，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法见面。沃恩握紧了塞尔纳的手，在他手背上轻轻落下一吻。几天后，伊莎贝尔正坐在椅子上休息，门外突然传来缓缓靠近的脚步声。推开大门的正是沃恩。伊莎贝尔兴奋地跑上前打招呼。沃恩有些无奈地表示，他们明明昨天才刚见过。伊莎贝尔小声嘟囔着说，可父亲平时并不常来自己的房间。沃恩弯下身子交代，从明天开始，他和皇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法来看他。伊莎贝尔连忙追问原因，沃恩摸了摸他的头解释，他们需要前去处理大人的事务。伊莎贝尔接着追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沃恩承诺会在他生日之前赶回来。听到这个回答，伊莎贝尔伸出小手，认真掰着手指计算，随后他抬头确认，那是不是意味着要过8个月才能再见面？伊莎贝尔期盼地表示，希望父亲能早点回来。听到女儿说会一直在家里等待，沃恩追问是不是真的很想他。伊莎贝尔开心地挥着双手，连声承认。看着乖巧懂事的女儿，沃恩动了情，伸手想要拥抱她，却又在半空中犹豫着收回了手。伊莎贝尔纳闷地看着父亲，猜出他是想抱却不好意思。沃恩顺势摸了摸他的脸，郑重承诺自己一定会尽快赶回来，随后低头在伊莎贝尔额头上落下一吻。走出房间后，维亚松立刻迎上前，好奇打听小公主刚刚说了什么。沃恩满脸骄傲地复述其女儿的话，不仅说会非常想念她，还会乖乖在家里，期盼她早点回来。听到小公主对父亲如此依恋，维亚松羡慕得直呼挫败。沃恩却面无表情地泼来冷水，表示自己从没把他当成过竞争对手。面对维亚松的抓狂抗议，沃恩顺势调侃，他以前练剑输掉时可从没这么在乎过。沃恩随口留下句血浓于水，便头也不回的径直离开，留下维亚松独自在原地等沃恩走远。维亚松收起玩笑的神色，正愁满肚子的郁闷无处发泄，他暗自盯上了之前在皇宫花园企图拐走伊莎贝尔的维尔赫姆，只要让他拿到确凿证据，定要让对方付出代价。转眼之间，约定的8个月时间悄然过去。女仆端着蛋糕走进房间，向伊莎贝尔送上祝贺。不知不觉间，距离父亲的生日已过去8个月。伊莎贝尔迎来了自己的5岁生日，得益于继承了皇室血统，她的生长速度远超常人，外表看起来已经像8岁左右。虽然如今行动更顺畅，表达也更流利，但留给自己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伊莎贝尔向女仆询问父母的行程，得知今天2人依旧没有回宫的消息。虽然有些失落，她还是体谅地表示父母平日里太忙。女仆主动提议替不能到场的父母庆祝，陪她一起度过生日的最后时光。伊莎贝尔欣然收下这份温暖的心意。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晚上11点55分，距离5岁生日结束只剩下最后5分钟。伊莎贝尔爽快答应了女仆点蜡烛的建议，看着造型精致的草莓蛋糕，她兴致勃勃地打了个响指，亲自用魔法将蛋糕上的蜡烛全部点亮。女仆笑着询问小公主要许什么生日愿望。面对摇曳的烛光，伊莎贝尔许下了心愿，希望下一个生日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度过。女仆见状，赶忙提醒她，趁着生日还没过去，赶紧把蛋糕上的蜡烛吹灭。伊莎贝尔却小声嘀咕着，明明距离生日结束还剩下最后的30秒，
还没等他吹熄烛火，门外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伊莎贝尔惊喜地抬起头，只见身上还沾着血迹的沃恩，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门口。看见父亲身上沾满血迹，伊莎贝尔着实吓了一跳。紧接着赶到的塞尔纳当场拆穿了丈夫，直言沃恩是因为急着赶上生日，才连身上的血渍都顾不上清洗。被妻子揭穿心思的沃恩依然嘴硬，强调自己只是为了守约。塞尔纳打趣他要是再这样嘴硬，小心到时候被女儿讨厌，吓得沃恩瞬间浑身一僵。塞尔纳不再理会嘴硬的沃恩，径直走向伊莎贝尔，温柔地向女儿送上5岁的生日祝福。他紧紧将伊莎贝尔抱入怀中，为自己的赶路迟到轻声道歉。久违地感受着母亲的拥抱，伊莎贝尔再也抑制不住情绪，当场大哭了起来。塞尔纳轻声打趣着，温柔地拍着女儿的背安抚。伊莎贝尔紧紧抓住母亲的衣角，由衷地向父母表达感谢，谢谢他们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赶回来陪在自己身边，感受着无比的温暖与安心。伊莎贝尔心里暗想，这是她前世从未体验过的温暖。在塞尔纳温柔的轻拍安抚下，哭累了的伊莎贝尔不知不觉靠在母亲怀里睡了过去。看着在怀中安然入睡的女儿，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不知不觉间，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清晨，阳光洒满了房间。伊莎贝尔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沃恩正坐在床边看书，顺口叫了一声爸爸。沃恩当即出言纠正，表示这不是正式的称呼。见伊莎贝尔连忙改口道歉，他又补充了一句，规矩也要看时间和场合。伊莎贝尔立刻跑上前追问，那私底下能不能这么叫？沃恩合上手中的书，顺势答应了女儿的要求。沃恩顺势打趣道，明明昨天还哭得稀里哗啦，一边说着，一边温柔地摸了摸女儿的头。伊莎贝尔仰起头坦言，能有父亲陪在身边，自己真的感到非常幸福。听到女儿这番真诚的心声，沃恩一时愣在了原地。伊莎贝尔追问起，父亲是不是守了自己一整晚？沃恩赶忙辩解，只是太累，才不小心睡了过去。看着嘴硬的父亲，伊莎贝尔显得有些困惑。伊莎贝尔心里暗自纳闷，书里明明记载父亲有着浩瀚魔力，甚至能连续2周不眠不休的战斗。作为帝国第一件事的他，怎么可能会累？他索性顺着父亲的借口说道：“那希望父亲以后每天都很累，这样2个人就能一直像现在这样互相陪伴。”听着女儿这番出人意料的话，沃恩忍不住打趣他人小鬼大。意识到祝父亲天天劳累不太好，伊莎贝尔连忙退了一步提议，那希望父亲每年只在自己生日那天能够再这样累上一回。伊莎贝尔暗自盘算，自己只剩下16个生日。见父亲脸色忽然沉了下来，以为是自己要得太多，赶忙小心翼翼地出声询问。沃恩却无奈表示，看来得让老师重新教他数学。在他眼里，16乃至17、18都是极小的数字，女儿拥有的时间远不止这些。说罢，沃恩顺势摸了摸他的头，打趣道：“只要看着他，自己就会感到疲惫，正好应下了在生日那天陪他的约定。”沃恩拉起伊莎贝尔的手，坦言不仅牵手和拥抱会让他感到累，连思考如何让他拥有远不止16年的时间，也会让他感到无比疲惫。曾经觉得毫无价值的时间，如今竟变得如此珍贵，甚至去学习这些新情感都让人精疲力尽。沃恩郑重告诉女儿，未来能让他感到疲惫的事情会有成千上万件，远不止刚才说的这几样。听懂了父亲隐藏的情意与承诺，伊莎贝尔终于忍不住趴在他怀里大哭起来。伊莎贝尔抽噎着小声提醒说，父亲刚才算错了愿望数量，暗自庆幸自己前世数学不错，最后一个心愿其实是在心里许下的。沃恩夸奖他聪明，伸手替他轻轻擦干泪水。伊莎贝尔顺势问起母亲的去向，沃恩解释塞尔纳提前出发前去参加公爵的财政会议，得知父亲接下来也要远行。伊莎贝尔追问他要前往哪里，沃恩表示要带他前往阿雷内宫，并决定亲自护送他搬过去。伊莎贝尔再次向父亲确认，沃恩叫他别逼自己重复第2遍。得到确定的答复，伊莎贝尔开心的不得了。阿雷内宫是皇室子嗣的居所，孩子们5岁前都住在别宫，年满5岁后才会搬入这里。在外界看来，搬进阿雷内宫标志着政治生涯的开始。不过对伊莎贝尔来说，她最期待的还是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几位哥哥。不过目前只有3皇子米哈埃尔住在宫里，其他皇子都在外接受继承人训练。为了避免日后卷入权力斗争，伊莎贝尔决定先去和3哥拉近关系。见女儿站着发愣，沃恩出声打断思绪，催促她出发。伊莎贝尔赶忙跟上前，由皇帝亲自护送皇嗣搬进阿雷内宫，在家族500年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父女俩刚抵达阿雷纳宫，负责管理宫殿的女仆长泰尔萨便立刻上前向陛下迎驾。见陛下竟然亲自护送小公主过来，泰尔萨不免有些意外。伊莎贝尔主动从父亲身后走出来，客客气气地向泰尔萨做自我介绍。看到贵为皇室的公主主动行礼，泰尔萨赶忙开口提醒自己只是个下人，殿下不必如此客气。听完对方的解释，伊莎贝尔若有所思地表示，这听起来可有点奇怪。伊莎贝尔笑着澄清，自己刚才可没叫他女仆长，而是准确说出泰尔萨10年前曾在病患山丘救过父亲。泰尔萨没想到殿下连这都知道。伊莎贝尔接着说道，当年他冒险救出父亲，击退37名敌人，获得了银星勋章。然而为了维护陛下的尊严，泰尔萨当年主动拒绝了授勋仪式，自己只是在给值得尊敬的人表达敬意。泰尔萨曾是实力绝顶的剑客，更是曾经统帅最强部队黑金的传奇剑士。
当年救下陛下后，泰尔萨身负重伤，才退居2线担任女仆长。伊莎贝尔接着强调，荣耀不会随时间褪色，自己非常尊重泰尔萨曾经的付出。但随后他话锋一转，表示这里毕竟是阿雷纳宫，而泰尔萨现在的身份是女仆长，私底下表达敬意，明面上依然会称呼对方为女仆长。说完便客气地请泰尔萨多多指教。看着小公主体面又清晰的分寸感，旁边的沃恩微微点头表示认可。这番得体又成熟的对答，让泰尔萨大受震惊。原来关于小公主的负面谣言全是假的，眼前的殿下不仅极其成熟，举止更是无可挑剔。交代完照顾女儿的嘱咐后，沃恩便因公离开。泰尔萨敏锐地注意到，陛下刚才不仅亲自护送，甚至破天荒地称呼她为自己的女儿。在泰尔萨看来，向来冷酷的皇帝展现出这种偏爱，极有可能变成他未来的软肋。为此，他决定加倍小心应对。台阶上方，正有人静静注视着这一切。站在高处注视着的，正是三皇子米哈埃尔。他对着伊莎贝尔大喊宿敌，接着直接从高层一跃而下。泰尔萨无奈出言制止，提醒他屡次从高处跳下，根本没有皇子的规矩。米哈埃尔却拿导师蓝色的话反驳，说只要剑法够好就没关系。伊莎贝尔在一旁看在眼里，这位剑术导师蓝色正是女仆长泰尔萨的丈夫。泰尔萨气得直言今天非收拾丈夫不可。米哈埃尔一听，兴奋地吵着要看热闹，被泰尔萨当场一口拒绝。看着眼前的三哥，伊莎贝尔有些纳闷，9岁的米哈埃尔体型竟和自己差不多，暗想难道是因为他的心态太幼稚？为了拉近关系，伊莎贝尔主动上前夸他可爱。米哈埃尔有些意外，对方竟然认识自己。伊莎贝尔提醒两人曾在挑选仪式上见过，甚至当场复述出他当年说过的原话。听到自己过去的童话被当面念出来，米哈埃尔瞬间愣在原地，坚称他在胡编。伊莎贝尔坦言自己拿不出证据，但坚信他确实说过。旁边的泰尔萨暗自发愁，觉得这样硬刚只会让三皇子更加执拗。米哈埃尔逼问他凭什么这么理直气壮，伊莎贝尔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没有撒谎，随即反客为主地追问米哈埃尔是不是早就记不清当年说过什么。被一针见血的戳中心思，米哈埃尔瞬间大惊失色，追问他怎么知道。伊莎贝尔淡定回应，因为他表现的实在太明显了。伊莎贝尔顺势话锋一转，问他是不是实力很强。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直言真正强大的人都会坦然接受记不清的过去。说完更是不吝夸赞，称赞米哈埃尔既强大又了不起。面对这番突如其来的夸奖，米哈埃尔有些不敢相信，连忙凑上前再次确认。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米哈埃尔瞬间暗自窃喜，伊莎贝尔心里却暗自打趣，觉得他比自己前世的朋友还要可爱。被夸得心花怒放的米哈埃尔当即主动提出，下次要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伊莎贝尔。一旁的女仆长泰尔萨看在眼里，心中暗自吃惊。平时脾气无比执拗的三皇子，如今居然被公主治得如此顺从，实在让人意想不到。搬进阿雷奈宫几天后，伊莎贝尔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不过倒是多了一位特殊的老师。来人正是家族的剑术导师蓝色，他直言以公主现在的身份，既无法学习家族的家传剑术，也不能去学其他门派的剑术。面对伊莎贝尔的困惑，这位导师竟兴致勃勃地提议，不如自己陪公主一起玩过家家。结果这话刚出口，就被一旁的泰尔萨抓了个正着。泰尔萨面冷如冰，严肃质问蓝色究竟在干什么，提醒他现在早已到了训练时间。被当场抓包的蓝色瞬间慌了神，下意识脱口而出亲昵的称呼，却被泰尔萨当场冰冷打断，要求他在工作期间必须使用尊称。面对气场全开的女仆长，一旁的伊莎贝尔和蓝色都被吓得不敢吭声。泰尔萨接着追问时间，提醒他早已到了给皇子训练剑术的时辰。蓝色这才惊觉自己玩过了头，彻底忘记了时间。面对严肃的女仆长泰尔萨，蓝色战战兢兢地想要辩解。伊莎贝尔在旁暗自感叹，这位女仆长可真不好惹。就在这时，米哈埃尔急急忙忙冲了进来，大声解释自己绝不是故意迟到，而是途中遇到了突发状况。原来不仅是剑术导师蓝色，连米哈埃尔也彻底把上课的事忘了。米哈埃尔展示起趴在身上的小动物，连忙向伊莎贝尔介绍，这就是先前答应要带他见的新朋友，还夸赞这小家伙连狮子都敢对抗。伊莎贝尔看着眼前的小家伙，一眼认出这是自己前世在纪录片里看过的动物。米哈埃尔口中的新朋友是一只浑身带着魔力的蜜獾。面对打量，米哈埃尔得意洋洋的大声吹嘘，说这小家伙刚才独斗5只巨狮，自己完全是出于骑士精神才出手相救。一旁的导师蓝色连忙在旁边跟着附和，大声夸赞他的勇敢举动值得表扬。伊莎贝尔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这对师徒俩一唱一和，其实全都在偷偷观察泰尔萨的脸色。伊莎贝尔瞬间看清了局势，在这座宫殿里，真正掌握大权的正是女仆长泰尔萨。为了打好关系，他决定使出浑身解数拉拢对方，便主动上前轻轻拉住了泰尔萨的衣角，撒娇说自己肚子饿了，想要一起吃饭。然而话一出口，连伊莎贝尔自己都当场愣住，没想到情急之下，自己居然喊出了一嘴幼小的婴儿奶音。卡琳正在认真讲授古代魔法理论，伊莎贝尔表面上听得聚精会神，暗地里却在悄悄观察对方。他总觉得卡琳最近对自己有些关照过头，心中怀疑对方是否另有图谋。不过卡琳身后扎实的魔法造诣确实毋庸置疑，
为了解开内心的疑问，伊莎贝尔举手打断了授课，询问卡琳是否了解蜜獾，以及蜜獾身上能否散发魔力。卡琳当即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表示这种情况虽然罕见，但也完全可能发生。卡琳耐心的进一步解释，这只蜜獾是因为误食了含有魔力的魔石，这才拥有了感知与散发魔力的能力。伊莎贝尔顺势追问，这种魔力变化能否用来做点别的？卡琳听后认真说明，能本能感知魔力流动的人极其罕见，在世人眼中绝对算得上是魔法天才。说完，卡琳直勾勾地盯着他，追问他是不是已经有了什么具体打算。面对卡琳突如其来的严肃眼神，伊莎贝尔吓得浑身发僵，连忙慌张地解释，自己只是觉得或许能和蜜獾成为朋友。卡琳听完，顺势提出建议，不如接下来由两人共同开展研究。从那以后，卡琳大幅增加了授课的频率与时长，带他全情投入到了这项深入课题中。几天之后，这项研究不幸遇到了瓶颈。卡琳指出，某些魔力数值超出了现有魔法公式的定义范畴，导致整个方程始终无法完成推导。面对这一难题，伊莎贝尔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魔力数值为负数，却被强行要求以平方的形式存在。见小公主眨眼间看破了核心逻辑，卡琳一时间又惊又喜。伊莎贝尔心里十分清楚，卡琳在原著里可是顶级的魔法天才，眼光自然非同寻常。自己前世靠高中数学考上名校的水平，拿出来未必能让对方觉得有多特别。为了彻底打破僵局，他提出实数范围内平方不可能为负，必须引入虚数，并在负平面上展开。这个超前的思路立刻得到了卡琳的认可。伊莎贝尔顺势结合角度，利用三角函数成功推导出了最终数值。看着他一步步完善这套魔法方程，卡琳震惊的心跳狂飙，怎么也想不到居然能靠手算解开这种难题。伊莎贝尔顺势引入了线性代数的概念，用4×4矩阵彻底解开了最后的方程。这种超前理论在当下魔法界闻所未闻。卡琳极其震惊，厉声追问到底是谁教给他的。面对对方突变的严肃态度，伊莎贝尔以为自己暴露了前世秘密，赶忙装出一副天真无辜的样子，说是自己以前偶然间知道的。卡琳这才以为他是全凭自己悟出来的，内心震撼到了极点，认定小公主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天才。卡琳当即严肃地表示，这套理论成果必须发表在学术研讨会上，并提议带伊莎贝尔一起离开皇宫。面对伊莎贝尔的惊讶，卡琳郑重地解释，只要在权威期刊上公开发表，这项伟大的成果就能彻底归小公主所有。面对卡琳的离开邀请，伊莎贝尔以为对方要借机绑架自己，赶忙大声表示自己根本不在乎成果，死活都不愿意离开皇宫半步。见小公主毫无名利野心，卡琳急得厉声质问，难道就不怕自己偷走这项理论，然后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吗？然而卡琳心里其实无比清楚，对于生命所剩无几的小公主而言，短暂的名声光彩远不如多陪陪身边的人重要。看着情绪反常的卡琳，伊莎贝尔小心翼翼地轻声发问，询问对方是不是生气了，连忙乖巧地主动开口道歉。卡琳见状赶忙摇头，表示自己并没有真的生气。为了保住这份惊世的研究成果，卡琳退了一步，提出由自己代替小公主去研讨会发表。虽然论文先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成果的归属权依然写在伊莎贝尔名下。伊莎贝尔爽快地答应下来，心里暗自松了一大口气，庆幸自己总算化解了被带出宫的危机。然而卡琳想起了那个神秘印记，心情变得无比沉重，因为在古老的历史记载中，从未有人能从这种印记诅咒下活命。尽管这种诅咒向来被视为绝症死罪，卡琳还是紧紧握住了伊莎贝尔的手，暗自下定决心，哪怕豁出性命也一定要救下小公主。转眼间，宫殿的另一角正上演着闹剧。米哈埃尔刚在角落里抓到了那只小蜜獾，还没来得及得意炫耀，就被凶猛的小家伙一口狠狠咬住了手指。米哈埃尔气得嗷嗷大叫，嚷着要咬回去。一旁的伊莎贝尔见状，立刻双手叉腰，一本正经地替小家伙当起了翻译。他转达着小家伙的肆意挑衅，说他的皮又厚又硬，根本不怕咬，甚至还反过来指责米哈埃尔，说他逼着别人躲藏实在太自私了。见伊莎贝尔居然连小家伙的底细都一清二楚，米哈埃尔大吃一惊，慌忙指着怀里的小家伙，大声追问他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伊莎贝尔笑着解释，自己结合了蜜獾的魔力，设计出一套翻译魔法。米哈埃尔这才想起来，他最近确实一直在跟着学习魔法。伊莎贝尔朝蜜獾招了招手，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小家伙眼睛瞬间一亮，直接纵身扑进他的怀里。看到蜜獾对伊莎贝尔如此亲近，米哈埃尔气得大声抗议，抱怨这家伙太偏心，凭什么刚才只咬自己？蜜獾在伊莎贝尔怀里蹭个不停，身上的魔力也随之泛起波纹。借助刚做好的翻译魔法，蜜獾的心声直接浮现出来，字字句句都在表达对米哈埃尔的嫌弃。米哈埃尔满脸震惊，急得大声质问他为什么讨厌自己。蜜獾直言不讳的控诉，好吃的全被米哈埃尔占了，挨骂受罪的却全是自己。米哈埃尔伤心的追问，难道两人不是朋友吗？蜜獾毫不留情的澄清，对方充其量只是个负责给自己喂饭的。米哈埃尔还不服气，给蜜獾重新评价自己的机会，结果蜜獾直接骂他是恶霸。可以转头面对伊莎贝尔，蜜獾立刻甜甜的称呼他为主人，甚至缠着要他给自己取个姓氏。伊莎贝尔犯了难，要是加上自己的家族姓氏，叫蜜獾比洛蒂安，实在太长也太奇怪。他打算换个简单普通的名字。伊莎贝尔顺势给他取了个名字，就叫金蜜獾。
小家伙对新名字满意极了，立刻通过翻译魔法宣布以后大家直接叫他金蜜獾就行。这时卡琳走了过来，看到眼前的景象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伊莎贝尔居然在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成功把蜜獾的心声转化为文字，制作出了翻译魔法。面对卡琳的惊讶，伊莎贝尔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尽力了，但卡琳心里非常清楚，光凭懂理论和拥有魔力，绝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卡琳在心中推演着魔法的原理，要想成功建立这种沟通，施术者不仅需要天生具备与魔兽沟通的亲和力，还得找到契合的动物。但蜜獾本身不可能拥有这种智商，这说明伊莎贝尔是用特殊能力放大了他的情绪，再精准转化为人类的语言，甚至在无意中融入了复杂的魔力放大理论。意识到小公主的天赋比想象中还要惊人，卡琳紧张得握紧了双手，微笑着夸奖她这段时间付出了不少努力。伊莎贝尔听后开心坏了，卡琳再次肯定她的表现，表示非常期待她接下来的成果。说完便向她躬身致意。伊莎贝尔紧紧把金蜜獾抱在怀里，感受着小家伙像小火炉一样的温暖，心满意足地准备收拾东西回家。米哈埃尔突然冲过来，一把抱走伊莎贝尔怀里的金蜜獾，挥挥手打了个招呼，就带着拼命挣扎的小家伙跑开了。伊莎贝尔看着被带走的金蜜獾，有些舍不得刚才那股暖意。一旁的女仆见状有些意外，直言这小家伙对皇子凶巴巴的，到了小公主手里却格外老实。伊莎贝尔笑着帮他辩解，说他只是性格害羞，只要混熟了就很友好。可说话间，他突然反应过来，金蜜獾似乎对温度非常敏感，刚才一直粘着自己，其实是因为他怕热。知道了小蜜獾怕热的秘密，伊莎贝尔决定去学降温魔法，觉得这样小家伙一定会更喜欢自己。女仆听完也非常赞同。另一边宫殿大厅里，米哈埃尔却被金蜜獾狠狠抓了一把，气得他当场抓狂，叫嚣着一定要抓回去。小蜜獾轻巧的纵身一跳，直接把他远远甩在身后。米哈埃尔正准备扑上去，没想到伴随着一道闪光，小蜜獾竟凭空消失了。他惊得愣在原地，环顾空荡荡的大厅，完全找不到小家伙的踪影。不过米哈埃尔非但没沮丧，反而认定对方掌握了瞬间移动，顿时激起了满腔斗志，发誓下次一定要把他抓回来。小蜜獾一路跑回了山洞深处，洞里响起一道神秘的声音，叫出了他的名字阿伦，提醒他该变回原本的模样了。伴随着一阵璀璨的光芒，小蜜獾当场解除了变身，化作一名黑发紫瞳的少年。恢复原形的阿伦迈步向前，洞穴深处传来声音，询问他是否清醒。面对迎面走来的母亲卡德丽娜，阿伦老实地打招呼。黑龙卡德丽娜微笑着开口，说他今天出门一定学到了不少宝贵的东西。可阿伦挠着头发，一脸茫然，坦白自己对刚才发生的一切完全毫无印象。卡德丽娜对此并不意外，平静地表示这很正常。随后她微微弯下腰，询问阿伦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名字。阿伦老实回答，那是他刚才告诉自己的。卡德丽娜轻声打趣，提醒他才是一头刚满100岁的幼龙，必须时刻记牢自己的名字。接着卡德丽娜提出想查看他出门后的经历，阿伦乖巧低点头答应。卡德丽娜伸手抚摸他的头部，通过能力读取了他的记忆。记忆画面里全是阿伦变身蜜獾之后与伊莎贝尔亲密相处的场景。看完这些记忆，卡德丽娜笑着表示，看来阿伦这次出门确实收获了一段很棒的经历。阿伦好奇地追问，自己出门到底经历了什么？卡德丽娜温柔地表示，等他长大以后自然就会明白。随后他带着阿伦回到房间坐下，阿伦忍不住小声抱怨，觉得出门做这些事太麻烦。卡德丽娜耐心地解释，这是为了让他成长为出色的好大人。阿伦接着追问，要是不做难道就会变成坏大人吗？卡德丽娜打趣说，确实有可能。随后提出要给他讲个故事。阿伦一听立马连连点头。卡德丽娜开口讲起故事，说很久以前有一条黑龙，给自己取了个响亮的名号，叫做终焉与毁灭之无形之焰。听到这么长的称号，阿伦觉得这也太奇怪了，好奇打听他是不是认识对方。卡德丽娜斜过眼敷衍过去，只说是自己的远房亲戚。他顺着话头继续往下讲，龙族天生就是顶级的掠食者，不仅天生能够主宰万物，还能掌握龙语魔法，施展奇技。可拥有一切的黑龙，每天却过得极其无聊。为了排解这份无聊，黑龙开始到处展现力量，四处破坏打发时间。但有一天，他却突然停了下来，因为面前出现了一个可爱的人类。对方递给黑龙一枚戒指，还许诺一定会让他感到幸福。弱小的人类竟然妄想能让巨龙幸福，黑龙只觉得这简直荒谬至极。可黑龙又觉得眼前的人类非常讨喜，对方弱小又可爱。黑龙不仅不再感到无聊，甚至彻底停止了破坏。卡德丽娜打趣道，最终是可爱拯救了世界。阿伦听得若有所思。卡德丽娜接着解释，自那之后，龙族便意识到拥有强大的力量却不够成熟，反而会带来极大的危险。为了避免风险，龙族这才规定年轻的龙必须化作其他物种去生活，体验不同的冒险与情感。而为了达到最好的历练效果，幼龙在体验期间必须彻底抹去原本的龙族自我。卡德丽娜点了点阿伦的额头，解释说历练的经历会留在灵魂深处，要是现在想起一切，龙族的身份就会变得不稳定，所以龙族才会封印化身期间的记忆。阿伦摸着头叫了一声妈妈，好奇地打听金蜜獾是什么意思。卡德丽娜追问他在哪里听到的，阿伦摇了摇头，只说是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卡德丽娜神色一变，按理说被封印的记忆不该出现，难道阿伦和那个给他取名的女孩有着什么特殊的渊源？伊莎贝尔被黑岩龙的故事吓得捂住脸，直呼太可怕了。
蓝色见状有些意外，继续补充黑岩龙拥有许多恐怖的别称。伊莎贝尔心里觉得十分奇怪，自己以前从没这么害怕过，冥冥中总觉得附近似乎真有一条黑岩龙。他战战兢兢地打听，黑岩龙现在是不是还在四处作恶？对方笑着安抚他说，当年有位勇敢的勇士出手教训了黑龙，黑龙不仅承诺不再干坏事，后来还留在勇士身边成了好帮手。那位教训黑龙的勇士正是帝国的开国皇帝，黑岩龙如今更成了皇室的守护龙。伊莎贝尔一听，直呼对方在吹牛。在他的记忆里，原作小说可从未提过什么守护龙，保护皇室分明是自己爸爸的职责。蓝色激动地对着泰尔萨大喊，一定要生个女儿。泰尔萨被吵得揉了揉耳朵，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米哈埃尔拿过魔石咬了一口，直接痛得大声抱怨，说这东西又硬又难吃，差点把自己的牙齿给崩断。他好奇地打听，问这是不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却被伊莎贝尔一口否认。伊莎贝尔顺手接过来，尝试着往魔石里注入魔力，魔石立刻吹出了一阵阵凉爽的微风。在这个战乱频繁的世界里，用于战斗的魔法发展迅速，日常生活类魔法却十分落后，这也是伊莎贝尔对生活魔法产生兴趣的原因。他微笑着把这块能吹凉风的魔石递到了金蜜獾面前，金蜜獾抱着吹出凉风的魔石，觉得舒服极了。另一边，维亚松悄然来到了皇宫地下仓库，感叹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维亚松在地下仓库里发现整片空间已经被完全冻结，里面竟还残留着魔力。他不禁好奇，到底是谁干的？沃恩开口询问调查的结果，维亚松坦言怎么找都没发现证据，他决定干脆先把维尔赫姆抓起来收拾一顿。沃恩忙提醒，万一抓错人怎么办？维亚松却完全不在乎，他觉得正好能给背后的黑手一个警告，况且自己早就看维尔赫姆不顺眼。维亚松想起之前的仪式上，维尔赫姆看伊莎贝尔的眼神很不寻常，沃恩也表示自己当时就注意到了，对方看向伊莎贝尔的眼里满是藏不住的狂热与贪婪。沃恩甚至直言，当时就该直接把那家伙的眼睛挖出来。维亚松接着坦白，维尔赫姆警觉性极高，竟然中途逃跑了，自己一不留神就把人给跟丢了。听到维尔赫姆逃跑的消息，沃恩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沉郁。维亚松连忙解释，自己并不是故意把人给放跑的。为了打破眼前的尴尬，他顺势换了个话题，提到自己最近久违的去了一趟皇宫，发现地下仓库竟然被彻底冰冻了。沃恩听完感到十分纳闷。维亚松解释，仓库是被无意泄露的魔力给冻结的。沃恩顺口提到自己的母亲小时候也曾无意泄露过魔力。维亚松赞叹，这说明天赋异禀。随后他揭晓了关键结论，这股冻结仓库的庞大魔力居然来自于伊莎贝尔。得知这个真相后，沃恩的反应却十分平静冷淡。维亚松忍不住质问他，怎么一点都不惊讶？维亚松情绪激动地强调，这并不是刻意施展的冰冻魔法，而是在夏天施展其他魔法时顺带产生的副作用，能无意间泄露出如此庞大的魔力，这本身就极其不可思议。维亚松接着补充，哪怕是顶级魔导师施展冰冻魔法，也很难将那么大的仓库彻底冻住，这说明伊莎贝尔天生的魔力总量已经完全超出了常人的想象，他简直就是个不可思议的超凡天才。维亚松说得口干舌燥，沃恩却依旧一脸平静，表示她是自己的女儿，自然理所当然。维亚松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沃恩早就清楚公主的天赋，他忍不住感叹，难怪伊莎贝尔平时会更喜欢父亲。沃恩对此也毫不客气的一口承认。不知不觉间，这已经是伊莎贝尔度过的第5个冬天，因为卡琳迟迟没有归来，他这段时间一直在自学魔法理论与公式，完全没注意到时间的流逝。话说回来，得知维尔赫姆失踪的消息后，伊莎贝尔不禁产生联想，维亚松出任务以及卡琳延期未归，难道都和维尔赫姆的失踪有关？甚至他们正在暗中策划着什么？意识到自己越想越偏，伊莎贝尔连忙摇了摇头，决定不再继续瞎琢磨这些消极念头。伊莎贝尔赶忙收回思绪，把注意力放回眼前的魔法公式上。这时米哈埃尔突然跑了进来，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去滑雪橇。面对从未体验过的滑雪橇，米哈埃尔还打包票要陪自己堆雪人。伊莎贝尔瞬间打消了顾虑，兴高采烈地答应了下来。泰尔萨却推了推眼镜，表示没有监护人陪同，2个孩子绝对不能私自外出。米哈埃尔一听急忙辩解，强调自己就是合格的监护人。一旁的剑术指导蓝色见状主动请缨，表示可以由自己陪2个孩子同去。没想到泰尔萨干脆一口拒绝，吐槽蓝色平时根本靠不住。就在大家僵持不下时，维亚松突然微笑着从门外走入，主动提出由他来充当这个监护人。看到好久不见的维亚松突然现身，伊莎贝尔喜出望外地扑了过去。维亚松顺势一把将他高高抱起，夸赞他变得越来越可爱。2人亲密地诉说着对彼此的想念。不过伊莎贝尔紧接着有些委屈地抱怨，说他上次连声招呼都没打就径直离开，让自己郁闷了好久。面对伊莎贝尔这番可爱至极的控诉，维亚松瞬间被彻底击中。他正准备开口说点什么，金蜜獾突然窜出来，对着他狠狠咬了一口。维亚松瞬间黑了脸，阴沉地质问这是哪里来的放肆小东西。伊莎贝尔见状赶紧把金蜜獾抱开，慌忙向维亚松解释这是自己的朋友。虽然维亚松表面上笑着应下，身上却散发着要把小家伙灭口的杀气。伊莎贝尔见状决定赶紧转移话题，他转头向女仆长泰尔萨请示，询问有维亚松陪同能否准许外出。见是靠谱的维亚松负责带队，泰尔萨
这才叹着气答应放行。他嘱咐维亚松照顾好2位殿下。维亚松微笑着一口答应下来。伊莎贝尔抱着金蜜獾满心欢喜，这还是他2辈子第一次去滑雪橇，心里别提有多兴奋。然而一行人刚到达目的地，眼前却是狂风呼啸的极寒雪山。伊莎贝尔吓得直咽口水，这才发现自己彻底低估了米哈埃尔，完全没想到他选的滑雪场地竟然会是这么要命的雪山悬崖。伊莎贝尔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景象，一座传送门赫然耸立在悬崖边上，他完全想不通，为什么这种要命的危险地方竟然还会建造传送门？传送门的造价和维护极为昂贵，连皇宫里都没设几座，居然会专门建在这种雪山顶上。伊莎贝尔吓得紧紧抓住维亚松的衣服，生怕一不小心摔下去粉身碎骨。维亚松见状顺势将他抱了起来，伊莎贝尔连忙叮嘱他千万别松手。维亚松满口答应说绝对不会放手。看着一旁拎着雪橇的米哈埃尔，伊莎贝尔忍不住战战兢兢地问他，平时难道都是在这种地方滑雪吗？米哈埃尔理直气壮地表示，滑雪就是要追求这种极限刺激。伊莎贝尔忍不住吐槽，从这种悬崖滑下去分明会要人命。米哈埃尔却满不在乎地表示谁会那么弱，甚至还当场向金蜜獾发起了挑战，要和他比比看谁能先滑到峡谷底部。话音未落，米哈埃尔便坐着雪橇直接冲下了悬崖，金蜜獾也毫不示弱地一跃而下，一载一欢就这么在雪坡上展开了竞速。被维亚松抱在怀里的伊莎贝尔极其无语，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连这都要如此较真。随后他转头看向了深不见底的峡谷下方，面对那种陡峭悬崖，伊莎贝尔吓得连声高呼自己绝对不敢滑，只能紧紧抱住维亚松，叮嘱他千万别松手。维亚松见状也只能由着他。结果这场滑雪活动，伊莎贝尔根本一次都没敢滑，就这么死死粘在维亚松身上，直到返回。回到温暖的城堡后，伊莎贝尔长舒一口气，感叹捡回一条命，连忙关心维亚松抱了自己一路，胳膊酸不酸？维亚松微笑着表示能照顾他，完全不累。随后伊莎贝尔想起一件事，顺势向维亚松打听，传送门平时维护起来是不是极其昂贵又困难？伊莎贝尔有些想不通，为什么偏偏要在那种偏远山区修建？维亚松顺势夸赞他连传送门都了解。伊莎贝尔虽然知道对方是在讨好自己，倒也十分受用。伊莎贝尔接着补充，那地方看着实在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维亚松解释，那是因为那里是埃尔贝山。伊莎贝尔立刻反应过来，那是与异族国家庙唐参交界的边境。埃尔贝山脉位于大陆最北端，越过山脉就是非人种族聚居的庙唐参帝国。维亚松见他连这都知道，忍不住好奇他是从哪里了解到的。伊莎贝尔差点脱口而出，自己把那本书读了17遍，好在他反应够快，慌忙摆手解释都是在书里看到的。维亚松听完不疑有他，忍不住夸赞他博览群书。伊莎贝尔表面上笑得灿烂，心里却惊出一身冷汗。紧接着伊莎贝尔话锋一转，表示自己心里还压着一件事。维亚松赶忙收起好奇，温柔地表示自己洗耳恭听。伊莎贝尔十分坦白地表示，其实自己现在正对他生气。维亚松瞬间愣在了原地，一时没反应过来自己错在哪里。伊莎贝尔有些委屈地抱怨，刚才在悬崖边自己明明吓得要死，维亚松却全程乐在其中，这让他心里觉得非常不爽。维亚松听完一时手足无措，伊莎贝尔顺势坦言自己当时觉得感受没被照顾到，心里不免有些伤心。听到这番话，维亚松陷入了短暂的沉思，随后他单膝跪在伊莎贝尔面前，轻轻握住她的双手。面对伊莎贝尔困惑的眼神，维亚松坦白自己其实很开心，能看到她露出害怕的神情。维亚松解释，伊莎贝尔平时无论面对多可怕的危险，都总是过分冷静，这让他无数次感到无助又十分担心。维亚松接着补充，刚才在悬崖边，伊莎贝尔因为害怕而紧紧依靠着他，这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安心与满足，但喜欢看到他害怕的样子，又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很不称职的指导者。伊莎贝尔完全没想到他心里会这样想，看着眼前的维亚松，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心疼。他轻轻抬起手，温柔地抚摸着维亚松的脸庞。可温馨的氛围还没持续多久，一阵突兀的肚子咕噜声就打破了现场的安静。维亚松顺势问他是不是饿了，伊莎贝尔羞红了脸，急忙接着喊饿，掩饰尴尬，大声表示自己超级想吃三明治。维亚松宠溺地笑了起来，提起皇宫附近就有一家很棒的三明治店，伊莎贝尔立刻欣然答应。两人很快来到了店门前，维亚松微笑着询问这顿三明治能不能换来他的原谅。伊莎贝尔大口吃着美味的三明治，心满意足的一口答应了下来，之前的委屈瞬间全被抛到了脑后。蓝色向伊莎贝尔确认他是否在埃尔贝山脉的前哨站见到了驻守在那里的守卫。伊莎贝尔一边折纸一边坦言，守卫们在极寒之地防备魔兽，却完全无法使用传送门，自己却在他们面前肆意玩耍，这让他心里感到十分过意不去。蓝色连忙劝解，表示守卫只是普通平民，而传送门运转一次耗资巨大，自然只能供皇室或紧急情况下使用。伊莎贝尔却并不认同，他认真地提出反驳，传送门是为了让人能切身感受前线的艰难，记住那些守护和平的士兵，绝不是像哥哥那样拿来当滑雪工具的。蓝色听完备受震撼，虽然传送门的初衷早已随时间被人遗忘，可书里没教过的道理，伊莎贝尔竟然自己领悟了出来。
伊莎贝尔用魔法让手中的纸鹤漂浮起来，微笑着向蓝色透露，自己最近一直有个想法，她希望能造出一种能让更多普通人都能频繁使用的全新传送门。伊莎贝尔眼中充满着憧憬，希望能凭借自己的魔法与努力，彻底打破现状，让传送门成为所有人都能用上的便利。卡琳为自己的迟到向伊莎贝尔道歉，伊莎贝尔连忙摆手表示自己并不在意。虽然卡琳此刻的脸色比平时更加严厉，伊莎贝尔还是鼓起勇气开口。他提起先前两人探讨过的生死话题，询问对方是否还记得将生命视为礼物。卡琳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伊莎贝尔坦言，在自己离开人世前，也希望能给大家留下一份同样的礼物。伊莎贝尔拉着卡琳继续说道：“前几天和哥哥去滑雪的经历，让他萌生了一个全新的念头，希望能造出大家都能频繁使用的传送门。”卡琳听后直言，虽然这个想法充满善意，但以现有的技术理论根本无法实现。伊莎贝尔并没有就此放弃，她解释先前对金蜜獾施展解毒魔法时，感应到了极其相似的魔力流动，因此坚信这并非完全不可能。为了验证自己的构想，他拿出亲自制作的魔石，请卡琳查看，并说明这是能产生冷风的装置。卡琳接过魔石，仔细感应，顿时大吃一惊，这种魔法自己根本就没教过他。得到许可后，伊莎贝尔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构想是将魔力从直流转换为交流来使用。卡琳听后感到不可思议，指出所有魔法都是基于线性流动的，严肃追问他究竟是如何实现转换的。面对卡琳如此严肃的追问，伊莎贝尔顿时慌了手脚，一时间不知该从何说起。卡琳见伊莎贝尔有些害怕，便收敛严厉的态度，询问自己是否过于凶狠。伊莎贝尔鼓起勇气，决定把自己的研究彻底解释清楚。他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设计图纸，展示给卡琳，说明自己利用相同频率不同相位的原理，构建出了3种全新的魔力流动方式。听到正弦波交流电这个陌生的词汇，卡琳顿时打起了精神，让伊莎贝尔详细说明其中的原理。伊莎贝尔解释，这种方式不仅能轻松压缩魔压，还能大幅缩减魔法回路的粗细，从而显著降低传送门的制作成本。再加上交流发电机本身结构简单，整体工作效率远高于传统方式。伊莎贝尔接着补充说明，在频繁开关传送门时，这种交流方式能大幅降低魔力消耗。卡琳看着手中的魔石，确认伊莎贝尔是将这项理论应用在了冷风装置上，并试图用相同原理解决传送门缺陷。伊莎贝尔对此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卡琳心里久久无法平静，这项理论在当下根本闻所未闻，眼前这个小女孩展现出的才能，简直就是上天赐予的礼物。看着面带笑容的卡琳，伊莎贝尔心里不禁感叹，原本以为老师总是神情严肃，没想到也会露出这样温柔的笑容。魔法指导结束后，卡琳找到了维亚松，表示有重要事情想找他商量。维亚松提醒，现在已经是他的下班时间，如果谈论的内容与伊莎贝尔殿下无关，自己就会直接拒绝。卡琳见状，连忙强调这件事恰恰与殿下密切相关。维亚松热情地招待卡琳坐下，又是端茶倒水，又是递上点心。卡琳被他的过度热情弄得有些不知所措，连忙让他赶紧坐下。维亚松坐下后，卡琳直接步入正题，询问对方最近在宫里有没有见过与寒冷相关的异常魔法现象。维亚松给出了肯定的答复。维亚松坦言，殿下近期泄露出来的魔力，甚至把整个地下室都给冻住了。卡琳神情严肃起来，让维亚松接下来仔细听好。卡琳解释，这是一种全新的方案，他所担心的那些副作用，即便使用现有的直流电方法，也同样无法避免。卡琳接着强调，如果这项理论能成功系统化，殿下甚至能拿下学术界的最高奖项。维亚松听完却表现得十分平静。卡琳有些意外，以为他早就知晓此事。维亚松坦言自己也是刚知道，并自夸如今的自己早已今非昔比，远比过去更加沉稳成熟。卡琳没有接他的话茬，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解决构想。为了彻底完善殿下的理论，必须找一位更有能力的魔导师。维亚松立刻明白，这是要给殿下更换一位新的魔法老师。卡琳补充了具体要求，对方必须同时精通魔法理论与工程学知识。卡琳表示，就他所知，能达到这种水准的人只有维尔赫姆。维亚松听到这个名字，立刻反问，是不是那个像老鼠一样躲起来的家伙？卡琳一时间十分惊讶。维亚松解释说，维尔赫姆之前曾企图绑架殿下，被追捕后便彻底藏匿了起来，没想到享誉外面的孤儿养父竟会参与这种绑架勾当。面对维亚松的吐槽，卡琳默默紧握住双手，心想维尔赫姆在许多方面都需要自己，只要亲自去找，就必定能找到对方。卡琳下定决心去寻找躲藏的维尔赫姆，因为他还需要从对方身上学习知识。过去陪伴维尔赫姆的时光如同噩梦般漫长，但为了守护伊莎贝尔那如春天般的笑容，他必须迈出这一步。随后，卡琳来到伊莎贝尔房间门前，准备在离开前向殿下正式道别。他轻轻敲门报了一声，便伸手推门走了进去。可卡琳脚刚跨进门内，一柄利刃就猛地架到了他的脖子上。卡琳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随后神色冷淡地开口质问：“维亚松，阁下，你这是什么意思？”维亚松声称自己是在奉命行事，接着当场模仿起殿下撒娇的模样，哀求卡琳无论如何都要留下。面对他这莫名其妙的举动，卡琳一时有些一头雾水。还没等卡琳做出回应，维亚松突然掏出一根绳子，想要强行将她绑住。意识到单凭武力打不过卡琳，他连忙向房间内的伊莎贝尔求助，叫对方出来帮忙制服卡琳。听到维亚松的求助呼唤，伊莎贝尔居然真的跑了出来。
在维亚松的指导下，他亲手用绳子绑住卡琳，还熟练地打了个精致的蝴蝶结，当场得到了维亚松的大声夸奖。卡琳看着自己被绑住的双臂，只能无奈询问两人的意图。伊莎贝尔气鼓鼓地表达不满，称自己刚才在房间里全听到了，卡琳竟然要去寻找维尔赫姆。维亚松在一旁赶忙解释，自己只是提了一句卡琳去找维尔赫姆，殿下就立刻跳出来反对。面对卡琳疑惑的追问，伊莎贝尔上前紧紧拉住他的手，坦言维尔赫姆非常危险。在他的记忆片段里，维尔赫姆手段极其残忍，卡琳要是独自前往，甚至会被对方控制，沦为爪牙。卡琳声明自己有要事必须离开，伊莎贝尔连忙挡在面前，死死拦住。他指着卡琳手上的蝴蝶结，强调自己已经打下了漂亮的大结。卡琳有些哭笑不得的反问：打上蝴蝶结难道就不能走了吗？伊莎贝尔理直气壮地拉紧他，宣称这代表卡琳已经归自己所有。面对这种天真又霸道的逻辑，卡琳只好无奈地答应留下来。看到卡琳终于妥协，伊莎贝尔脸上瞬间绽放出灿烂笑脸。卡琳道别后转身离开，维亚松正准备跟着告退，伊莎贝尔却出声叫住了他。虽然不舍得让卡琳离去，但他心里也十分理解对方的执念，于是他向维亚松打听是否存在比维尔赫姆更出色的顶尖人才。伊莎贝尔回想起书中的记载，曾有一位被魔法联盟驱逐的怪才工程师，如今正隐居在埃尔贝山脉。此人名叫泰隆，不仅拥有惊人的工程才华，未来还会成为阿伦的关键伙伴。泰隆当年并非真的被驱逐，而是为了亲近研究魔法工程，才主动选择隐居深山。他后来与阿伦相遇，给对方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伊莎贝尔确信只要能找到泰隆，就一定能化解卡琳的困境。可惜埃尔贝山脉极其辽阔，想在深山中寻人如同大海捞针。没想到听完这番话后，维亚松直接爽快地接下重任，承诺会亲自把泰隆带回来。见他答应得如此干脆，伊莎贝尔惊喜地向他致谢。伊莎贝尔由衷感叹，维亚松办起事来确实相当靠谱。深夜的宫殿大厅内，皇帝正独自练习挥剑，看到维亚松自远步入，皇帝连忙收剑上前安排任务。听完任务内容，维亚松嘴角微微上扬，坦言自己接下来怕是要抗旨了。维亚松建议安排蓝色等人替代自己去执行追捕维尔赫姆的药物，没想到皇帝极其干脆地批准了提议，这让他大感意外。毕竟这项追捕原本是重中之重，对于皇帝沃恩而言，能守护在伊莎贝尔身边的时间只有15年，他绝不能浪费任何光阴。维亚松提出要前往埃尔贝山脉，并申请使用皇家传送门，沃恩同样痛快地予以批准。维亚松顺势得寸进尺，请求开通传送门的无限使用权。沃恩冷反问凭什么？维亚松竟半开玩笑地说因为自己可爱。这句调侃彻底惹怒了对方，直接出手将他当场教训。对方严肃呵斥他抗命在前，见要不成全线。维亚松又得寸进尺地提出掌心，结果被挥剑厉声警告，仅此一次。到了深夜，女仆在卧房内悉心照料安睡的伊莎贝尔，轻声道过晚安后默默退出。躺在床上的伊莎贝尔暗自松了一口气，庆幸今天终于平安度过。一旦自己穿越者的身份暴露，必会被圣骑士团当场带走调查，在剩余的15年期内绝不能掉以轻心。正当他暗自沉思之际，屋内突然响起一阵轻微异响，窗户被一股怪风猛然洞开，冷冽的风卷着窗帘肆意翻飞。伊莎贝尔瞬间警惕地睁开双眼，转头凝视着窗边。明明在入睡之前，女仆已经亲手将窗户彻底锁紧。黑影顺着床边悄悄爬了上来，伊莎贝尔吓得缩在角落，不敢出声，甚至怀疑是维尔赫姆找上了门。黑影突然扑到他面前，伸出小爪子轻轻拍了拍他的头。伊莎贝尔定睛一看，闯进房间的竟然是金蜜獾。金蜜獾表示自己太想念他，才特地跑过来看他。伊莎贝尔问他要不要留下来一起睡觉，金蜜獾爽快地答应下来。有勇敢的金蜜獾陪在身边，伊莎贝尔心里踏实了许多，紧紧抱住软乎乎的小家伙，希望以后每天都能这样一起入睡。金蜜獾也跟着用力点头赞成。几天之后，维亚松顺利从埃尔贝山脉赶了回来，伊莎贝尔高兴地跑下楼梯迎接。维亚松连忙提醒他慢点走，表示自己虽然找到了泰隆，但过程却有些出乎意料。紧接着，维亚松开始回忆起当时的景象，他刚进山就遭到机关突袭，毒针火球与飞刀接连飞射而来，他只能挥剑拼命抵挡，抱怨到底是什么疯子，在山里布下满地陷阱。抬头望去，陡峭的高地上盖着一座小屋，四周被密密麻麻的魔法阵层层包围。正当维亚松怀疑那是泰隆的住处时，小屋的门突然吱呀一声缓缓打开，屋里走出一名白发老者，一眼看出维亚松魔剑士的身份。维亚松随口打了个招呼，询问对方是否认识自己，老者却满脸怒气，斥责他毫无礼貌，擅闯领地。说完便直接挥动法杖激活法阵，强烈的魔法冲击轰然炸开。维亚松连忙拔剑戒备，老者站在高处厉声呵斥，警告维亚松擅闯私人领地就是自寻死路。维亚松直接挥剑逼近，提出双方应该心平气和地沟通。老者追问起他的来历，维亚松报出帝国首席辅佐官的名号。老者见眼前的年轻人来头不小，再次催动周身魔法，反问他现在是否还想继续谈下去。老者根本不想多费口舌，抬手便再次发动猛烈攻势。一番激烈交锋后，老者累得瘫坐在地直喘粗气，嘴硬说自己要是年轻10岁绝不会输。维亚松也直言自己同样讨厌怪老头，随即从怀里
掏出一封信件，说明自己是奉公主之命前来送信。老者满脸疑惑，根本不记得帝国何时多了一位公主。可当他展开信件，看清上面的内容，眼神瞬间变得无比震惊。老者不敢相信信件出自6岁公主之手，但态度依然十分强硬，声称公主若真想见他，就必须亲自上山。趁着维亚松分神之际，老者暗中启动传送魔法，瞬间消失在原地。维亚松向伊莎贝尔汇报经过，直言那个老头脾气古怪，不可理喻。伊莎贝尔却认真表示自己必须得到泰隆的帮助。维亚松连忙出言阻止，认为品德恶劣的怪老头根本不配让公主亲自相见。伊莎贝尔看着气急败坏的维亚松，心里清楚他这一趟吃了不少苦头。伊莎贝尔深知泰隆的古怪脾气，猜出对方一定是要求自己亲自前往。面对维亚松的极力隐瞒，他立刻使出撒娇攻势。维亚松彻底招架不住，只能答应带他一同进山，但再三强调绝不能离开自己半步。两人连夜动身，赶往埃尔贝山脉，感受着山间清爽的微风与夜色。伊莎贝尔的心情格外舒畅。山里的深夜寒气逼人，伊莎贝尔喝着维亚松亲手煮的热汤，整个人都暖和了起来，甚至觉得这是自己2辈子尝过最美味的食物。面对维亚松关切的询问，伊莎贝尔由衷地夸赞对方的手艺，能和值得依靠的人一起露营，让他心中满是幸福。天亮之后，两人继续在密林深处搜寻。伊莎贝尔突然停下脚步，指着前方惊喜地让维亚松快看。顺着伊莎贝尔手指的方向看去，一名手握拐杖的长袍老者缓缓走出丛林，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泰隆。看到维亚松再次找上门来，泰隆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冷笑，语气里满是对他的揶揄与调侃。维亚松气得够呛，生怕小孩子学坏，连忙上前捂住伊莎贝尔的耳朵，严厉警告泰隆在公主面前放干净点。泰隆却压根不买账，反驳那是维亚松的公主，又不是他的，根本懒得理会要求。旁边的伊莎贝尔突然恍然大悟，大声总结泰隆就是个混蛋老头。这出人意料的发言，瞬间让吵架的2个人当场愣在原地。伊莎贝尔振振有词地表示，当着小孩面骂人的大人就是坏蛋。维亚松下的追问他到底是从哪学来的，伊莎贝尔却根本不打算透露。他转头认真地告诉泰隆，自己其实并不觉得他是个坏人。泰隆有些意外，停下脚步反问他为什么会这么觉得。伊莎贝尔坦言这一路上山，自己感到非常开心。他心里清楚泰隆确实讨厌不速之客，不仅维亚松之前踩中了各种魔法陷阱，连原著里的阿伦也曾因此负伤。如果泰隆真的彻底抗拒外人到访，完全可以加强陷阱，或者干脆直接搬走。泰隆嘴硬反驳只是结界坏了，却还是推开房门让他们进屋把话说清楚。进屋后，泰隆再次强调自己打心底里讨厌人类。伊莎贝尔捧着热茶笑着反问，真要讨厌就不会特意倒茶招待了。泰隆当场气急败坏的大吼，这不过是基本礼貌而已。伊莎贝尔顺势追问，既然泰隆这么讨厌人类，为什么还要努力研究魔法交流电？难道不就是为了想帮助大家吗？泰隆嘲讽他是高原反应在胡说八道。听到对方敢这么说自家公主，维亚松气的拳头都硬了。伊莎贝尔赶紧拍拍维亚松稳住局面。伊莎贝尔直言泰隆的研究本能造福许多人，他一直想不通泰隆当年为什么会被驱逐。面对泰隆严肃的质问，伊莎贝尔坦言是因为世上的坏大人太多，总是不愿意把拥有的东西分享出去，这就是当年那些人排斥泰隆研究的原因。泰隆顿时陷入了沉默。其实泰隆曾经非常喜欢人类，年轻时一心想把属于贵族的魔法分享给大家，哪怕因此被魔塔赶出家门，他也依然梦想着为民众造福。可真正伤他最深的反而是那些普通人，被驱逐后根本没人愿意再信任他。村民不仅怪他害得村里分不到魔法师，甚至辱骂他是个没用的废柴，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愿意理解他。泰隆年轻时的梦想就这样彻底粉碎。伊莎贝尔听完认真的说，他觉得泰隆当年并没有做错。泰隆自嘲过去的事早已没有意义，这世界根本不在乎什么好大人，只喜欢有钱有权的人。伊莎贝尔却直言自己偏偏就喜欢好大人，就像他非常喜欢维亚松一样。随后他看着泰隆表示，自己以后也同样会喜欢他。泰隆听完一时间不敢相信。伊莎贝尔顺势亮出身份，表示自己是比洛蒂安的公主，完全有能力可以帮助他。泰隆顿时大吃一惊。伊莎贝尔拉开袖口，露出手腕上的那维达尔印记。他直言自己时间紧迫，每一天都无比珍贵，所以身边才更需要可靠的好大人。他承诺会倾尽全力去帮助泰隆。伊莎贝尔想起原著小说里阿伦说服泰隆时曾大谈要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世界，但到了他这里，理由其实极其简单，这个世界给了他重活21年的机会。伊莎贝尔表示自己只是想好好回报这个世界。一旁的泰隆听完久久无法平静，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只有6岁的小孩子居然会一心想着要回报世间。紧接着伊莎贝尔又悄悄透露，皇宫里还有一只能跟他顺畅沟通的蜜獾。泰隆听完瞬间坐不住了，不敢相信宫里居然养着蜜獾。伊莎贝尔趁热打铁，大肆夸赞金蜜獾不仅手感软糯，身上还散发着蜂蜜的香气，摸起来就像暗进云朵里一样，既可爱又勇敢。泰隆听得满心向往，伊莎贝尔这才发现，眼前这位性格古怪的魔法师竟然是个重度的毛茸茸爱好者。一辆马车缓缓驶过，车厢里的大人语气严肃，质问蕾娜之前交代过他什么。蕾娜气鼓鼓地抬起头，承认大人曾让自己去和阿雷内宫的米哈埃尔搞好关系。
长辈满意的夸赞蕾娜记性不错，蕾娜却极其抗拒的抱怨，嫌弃见识粗鄙又野蛮，还担心对方身上会有一股难闻的汗味。大人轻轻拍了拍她的头，提醒她对方毕竟是皇子，让她在宫里千万不能失礼，而且皇宫里也不会有什么怪味。蕾娜趴在车窗上向外张望，满嘴挑剔的嫌弃起周围的环境，直言这里既没有魔法工艺，大理石和地砖也普通的让人笑话，根本找不到半点高贵与优雅。话音刚落，脏兮兮的米哈埃尔突然冲了过来，整个人直接趴在车窗上，天真的追问优雅到底能不能吃。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当场把车里的蕾娜吓了一跳。蕾娜困惑的揉了揉眼睛，同车的大人见状关切的询问她是不是累了，刚才是不是在窗外看到了什么？蕾娜犹豫了一下，觉得肯定是自己看错了，毕竟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跟着马车跑。伊莎贝尔精疲力尽地瘫在维亚松怀里，抱怨刚才的折腾险些要了自己的小命。身边的泰隆更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维亚松见时间已经不早，便决定先送伊莎贝尔回房休息，完全无视了后面气得大骂的泰隆。回房安顿好后，维亚松温柔地替他盖上被子。伊莎贝尔困得直打哈欠，临睡前还不忘叮嘱维亚松，明天可不能对泰隆太凶。伊莎贝尔抱起蜜獾蹭了蹭，轻轻道了一声晚安，很快变成沉睡去。可没过多久，外面的动静就将他吵醒。门外传来了耐不住性子的质问，女仆只能连忙道歉，解释公主这一趟实在太累了。伊莎贝尔抱着蜜獾坐起床，听着门外尖锐的呵斥声，满心疑惑地走向房门。门外来人态度极其嚣张，女仆解释对方没有预约就擅自登门，对方却直接抬脚踩了上去。目睹这一幕的伊莎贝尔忍无可忍，当场推开大门喊停，严肃质问蕾娜到底想干什么。蕾娜高傲地问伊莎贝尔认不认识自己。伊莎贝尔当然认识，眼前这位正是罗希尔德公爵的宝贝女儿。如果说比洛蒂安皇室是用武力统治大陆，那罗希尔德家族就是靠财富掌握着金融命脉。作为建国两大公爵家族之一，他们甚至还同制衡皇室的剑术学院，渊源极深。在原著小说里，蕾娜名义上是伊莎贝尔唯一的闺蜜，可实际上却是个坏透了的角色，平时最喜欢打着朋友的旗号，在背后煽风点火。在原著里，伊莎贝尔就是被他一步步蛊惑，这才干出了不少蠢事。但现在的伊莎贝尔可不吃这一套，他当场讽刺罗希尔德家族家大业大，却唯独忘了教女儿基本礼仪。他直接质问蕾娜，既然认出了自己的身份，为什么连主动行礼的规矩都不懂？蕾娜被对得哑口无言，哪怕心里再怎么不情愿，也只能当场低头，规规矩矩地向伊莎贝尔行礼致意。伊莎贝尔落落大方地端正回礼，礼貌地向蕾娜自我介绍，随后开门见山问起对方的来意。蕾娜毫不客气地直言自己听说伊莎贝尔这里有一件能听懂人话的稀罕玩具。伊莎贝尔这才反应过来，对方指的正是金蜜獾。面对蕾娜对名字的嘲讽，伊莎贝尔认真说明这是自己和哥哥共同给她取的名字。伊莎贝尔郑重强调，金蜜獾根本不是什么玩具，而是她非常重要的朋友。蕾娜听完不屑地嘲笑起来，在她看来，这种动物充其量就是玩偶。伊莎贝尔脸色一沉，警告她再乱说就是在侮辱自己。蕾娜表面敷衍着应承下来，转头就表示自己最喜欢稀罕东西，开门见山问伊莎贝尔愿不愿意把它卖给自己，还大方表示会出个让人满意的天价。说完，蕾娜自顾自地伸手想去碰金蜜獾，谁知金蜜獾完全不给面子，张嘴就狠狠一口咬住了她的手指。蕾娜痛得当场尖叫起来，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会被这小家伙咬伤。旁边的伊莎贝尔见状，反而在一旁露出了开心又灿烂的笑容。伊莎贝尔淡定地指出，是蕾娜先擅自伸手，金蜜獾不过是在正当防卫。蕾娜气得当场放话要告状，放下狠话就哭着跑开了。伊莎贝尔根本没放在心上，顺口关切起身边的女仆。不久后，泰尔萨前来通知，陛下已经在屋里等候。伊莎贝尔推门走进大厅，蕾娜正委屈地窝在父亲怀里哭诉。眼看双方都已经到场，沃恩坐在主位上，神色冷静地审视着眼前的两人，静静等待他们交出答案。伊莎贝尔出声打断，表示在正式解释之前，有一件事必须先当场说清。他直接指出，这事关追究侮辱皇室尊严，罗希尔德公爵应该先把女儿放下来，让蕾娜自己站好回话。蕾娜捂着伤口，哭喊着不肯下地。公爵也满脸困惑，不明白公主为何突然搬出皇室尊严。伊莎贝尔冷冷解释，蕾娜竟敢把她的朋友称作玩具。公爵听完立刻反驳，把动物当作朋友本来就不合常理。伊莎贝尔接着说明，自己早已反复强调过金蜜獾不是玩具，可蕾娜态度依然蛮横，甚至执意要出高价强买。罗希尔德公爵根本听不进去，坚称重点在于动物咬伤了贵族千金。看着公爵对蕾娜毫无底线的护短，伊莎贝尔心底难免泛起一丝羡慕，但他迅速收敛心绪，直接把话题拉回核心要害，严肃挑明真正的严重之处在于蕾娜在公开场合藐视皇室。公爵闻言当场动怒，质问他是否明白这种指控的分量。伊莎贝尔神色从容，表示自己对此再清楚不过。随后他当众唤了一声蜜獾的名字，蜜獾听到呼唤立刻起身回应，直接证明他完全听得懂人话。公爵依然不以为然，辩称受过训练的猎犬叫名字也会反应，单凭这点根本证明不了什么。伊莎贝尔顺势挑明，金蜜獾的全名是他和哥哥共同赐予的，这代表他是皇室亲自认定的存在，所有权完完全全属于皇室。自己此前已把前因后果交代得一清二楚，可蕾娜依然仗势强夺。伊莎贝尔当场反问公爵，现在
到底是谁犯下了大错？蕾娜被驳得哑口无言，气急败坏，而坐在主位上的沃恩脸色也在此刻瞬间阴沉下来。罗希尔德公爵终于察觉到局势不妙，态度随之巨变，当场厉声要求蕾娜立刻向公主赔罪。蕾娜满心不甘，委屈的哭喊：“明明受伤的是自己！”主位上的沃恩冷冷降下警告：比洛蒂安皇室对冒犯只给一次训诫，这次能够全身而退，纯属他们侥幸。面对皇室绝对威压的震慑，公爵吓得当场躬身认错，承认是自己管教无方。身旁的蕾娜也彻底不敢再多说半句。罗希尔德公爵连连做出保证，回府之后定会严加约束女儿。看着彻底吃瘪的蕾娜，伊莎贝尔抱紧金蜜獾，暗自得意，心想这世上可不是只有蕾娜才有靠山，况且自己的父亲还要英俊得多。大局已定，蕾娜只能咬牙向伊莎贝尔躬身致歉。伊莎贝尔大度的应允下来，表示这场争端就此结果。伊莎贝尔嘴角带笑主动示好，表示期待往后能与蕾娜和睦相处。毕竟两大顶尖家族表面维持共存，暗地里向来谁也不服谁。皇室依仗的是所向披靡的绝对武力，而罗希尔德家掌控的则是富可敌国的财力。对方轻视自己这个有名无实的公主，本就在意料之中，但伊莎贝尔绝不打算坐以待毙。为了皇室的长远根基，他下定决心必须尽快开拓财路。泰隆把金蜜獾紧紧抱在怀里，爱不释手，连声夸赞毛发顺滑蓬松，高兴地抱起她在原地转个不停。为了能每天都抱到蜜獾，泰隆当场立下许诺，只要允许他日日相伴。伊莎贝尔想学什么他就倾囊相授。伊莎贝尔完全没料到对方会如此痴迷，眼见蜜獾被折腾得疯狂，发出求救信号，他只能在心底暗道一声抱歉，默念着让小家伙多忍耐，配合一番，只要乖乖配合，待会儿就奖励他一个亲吻。谁知这小家伙听完之后，竟误以为亲吻等同于结为伴侣，双眼瞬间神采奕奕，斗志昂扬。伊莎贝尔不忍直视地转过身去，暗叹这全是为了顾全大局。泰隆随即又是劈头盖脸一顿狂亲，直接把蜜獾亲到当场崩溃，尖叫着从怀里落荒而逃，驶离皇宫的马车里。蕾娜对着罗希尔德公爵歇斯底里的宣泄怒火，不仅大喊最讨厌父亲，甚至连带着将公主和整个皇室骂了个遍，任凭公爵如何赔礼哄劝都无济于事。蕾娜越琢磨越觉得事有蹊跷，回想起刚才伊莎贝尔主动伸手示好的细节，这才猛然醒悟过来，若是当时自己没有伸手相迎，便会当场背负甩开公主好意的恶名，自己从始至终都被架在火上无从退缩。蕾娜愤恨难平，咬定这一切都是伊莎贝尔精心布下的圈套。在蕾娜眼中，伊莎贝尔完全是个阴险狡诈的伪君子，她气急败坏的恶毒咒骂，讥讽皇室不过是一群毫无底蕴的粗鄙武夫，发誓迟早要动用家族的滔天财力，让对方颜面扫地。罗希尔德公爵心疼的替女儿拭去泪水，顺着蕾娜的心意，连连承诺往后必定会帮她讨回这口恶气。转眼1周时间过去，侍女将整理好的外部简报呈递上前，伊莎贝尔礼貌接过，准备查阅外界的风云动向。纸页上的某一处关键字眼突然牢牢吸住了她的视线。看清那份梦寐以求的密报内容，伊莎贝尔忍不住惊喜高呼，自己苦苦等候多时的至关重大转机，终于在此刻传来了，却遭回音。那正是米罗特尔魔法协会举办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公告，上面还特别注明了丰厚的奖金。为了能够顺利参赛，伊莎贝尔特地找来导师商量，对方提醒他报名必须要有推荐信。对此，伊莎贝尔早有准备，表示卡琳老师已经帮他写好了。当初卡琳以为他是想借此机会去外面积累经验，增长见识，这才欣然为他写下了推荐信。导师确认推荐信没有问题后，便打听起他参赛的真实目的。伊莎贝尔指着公告上的奖金，坦言自己完全是为了钱，甚至表示要借此成为大富翁。导师当场泼了一盆冷水，提醒他这点奖金在首都连个房间都买不起，劝他赶紧从幻想中清醒过来。被埋怨破坏梦想后，导师追问他一个小孩子拿钱究竟要做什么，伊莎贝尔这才坦白自己有了想要资助的对象。导师听完非常吃惊，既然要资助别人，为什么不直接找父亲要钱？伊莎贝尔态度十分坚决，他不想动用皇室的资金，更不想受制于剑术学院，这件事他要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简报上记录着上一周的大事件，这次刊登了一则关于少年的报道，他前往罗希尔德公国，却遭到殴打并被丢了出来。这个少年的名字叫纳莫尔。伊莎贝尔心里十分清楚，纳莫尔在将来会建立新兴金融巨头，成为超越罗希尔德的世界首富。只要趁现在提前资助纳莫尔，把他拉拢到自己这边，以后就再也不用忌惮罗希尔德家族了。阿伦回到家中，卡德丽娜笑着张开双手迎接他，询问他今天过得如何。阿伦表示今天过得挺好，只是很多事情记不太清楚了。卡德丽娜温柔地询问，想不起来是否会让他感到难过。阿伦坦言，变成小动物时的感觉非常温暖安心，那是自己不想忘记的回忆，记不清确实让人有些失落。卡德丽娜摸着他的头安慰道，这恰恰说明他经历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为了帮阿伦排解情绪，卡德丽娜主动提议带他出门散步。阿伦听话地点了点头，随后跟着他一起走进了草地。走着走着，阿伦突然被草丛里的光芒吸引，他意识到这里是巨龙的领地，未经允许绝不能有异物闯入。见阿伦突然拔腿跑了过去，卡德丽娜在身后连忙出声询问。阿伦走到草丛前，蹲下身子，发现里面躺着一块红色的宝石。他伸手将宝石拿在手中端详，这块石头不仅长得非常漂亮，甚至还隐隐散发着一股魔力。
卡德丽娜随后追上前来询问情况。阿伦顺势举起手中的石头，好奇地向他打听这究竟是什么。卡德丽娜有些拿不准，觉得宝石或许是自己偷来的，又觉得像是别人送给她的。卡德丽娜问阿伦喜不喜欢，阿伦点头承认，询问能否把宝石留下来。卡德丽娜大方答应，表示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他，顺便打听他打算拿宝石做什么。阿伦直言只是单纯想拥有。卡德丽娜看着他，心里感触良多。她能察觉到阿伦的情感比以前更加丰富，那些变成蜜獾的经历正在帮助他逐渐健全自我。看到孩子的变化，作为母亲，她无比欣慰。另一边，伊莎贝尔打着哈欠醒了过来，她推开门奔向户外，赫然发现整个庭院里居然开满了粉色的鲜花。泰尔萨随后赶来出声询问，伊莎贝尔表示自己一觉醒来，花就全开了。泰尔萨难以置信地强调，这片土地根本不可能种出花来。他在心中暗自推断，怀疑这又是公主在无意识中释放了某种潜能，就像先前冻结地下仓库那样。注意到伊莎贝尔手里握着的东西，泰尔萨出声打听。伊莎贝尔顺势回忆起了昨晚发生的经过。蜜獾带着捡来的红宝石找到他，表示觉得宝石非常漂亮，特意要把它送给伊莎贝尔。伊莎贝尔惊喜万分，忍不住夸赞蜜獾懂得浪漫，并真诚地向他表达了感谢。可他万万没想到，蜜獾早已在心里把这块宝石当成了求婚的聘礼，还趁机凑上前紧紧抱住了他。听完伊莎贝尔的交代，泰尔萨这才明白了事情的全貌。看着手里闪闪发光的红宝石，伊莎贝尔赞叹，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石头。泰尔萨也深有感触，看着满院鲜花与宝石，不禁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传说。传说比洛蒂安皇室在求婚时会使用一种特殊的秘宝，求婚时只要带着爱意立下誓言，周围就会盛开出漫山遍野的鲜花。伊莎贝尔听完直呼浪漫，忍不住好奇打听，当年父亲是不是也这样向母亲求婚？泰尔萨却摇了摇头，表示那件秘宝早在200年前就失踪了。面对伊莎贝尔的追问，泰尔萨神色严肃地透露，关于秘宝失踪的原因，外界其实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传言称，秘宝是被恶名昭彰的巨龙偷走的，且文献里记录的秘宝正是一颗红宝石。红宝石加上满庭院的鲜花，让泰尔萨暗自生疑，忍不住摇了摇头。一只蜜獾不可能偏偏捡到失踪200年的秘宝，在他看来，这必定又是公主的天赋潜能起了作用。面对伊莎贝尔的关切询问，泰尔萨连忙敷衍说没什么，留下伊莎贝尔拿着宝石，一脸纳闷地看着对方。几天后，在维亚松的陪同下，伊莎贝尔来到了米罗特尔魔法协会边境，准备参加奥林匹克竞赛。谁知两人才刚抵达，身后就传来了一声问候。伊莎贝尔回头看去，没想到在这里又遇到了熟人，他暗自纳闷，对方怎么也会出现在这里。泰尔萨将红宝石交给马尔科鉴定，马尔科仔细端详后满脸震惊，确认这就是大师塞巴斯蒂安打造的明钻红类。面对再三确认，马尔科言之凿凿地表示，宝石有着尤米尔家族独特的精炼手法，绝对是失传已久的家族秘宝。泰尔萨心中暗自纳闷，自己本是受伊莎贝尔公主所托，没想到这居然真是传说中的求婚石，也不知那只蜜獾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见到失而复得的至宝，马尔科激动万分，恳求买下，甚至愿意支付任何代价。泰尔萨当场回绝，提醒对方宝石属于伊莎贝尔公主。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表示虽然不卖，却可以按年出租。见马尔科还在犹豫，泰尔萨做事要收起宝石盒，表示对方不同意也没关系，自己完全可以转去太阳拍卖场。马尔科大惊失色，急忙追问他是否要公开拍卖。泰尔萨神色平静，直言去拍卖场同样只是出租，传奇秘宝现身自带巨大商机，每年1亿的租金根本不算贵，况且由他这位帝国女仆长担保，信誉绝对无可挑剔，只是顾及宝石与尤米尔家族的渊源，才优先考虑他们。泰尔萨要求必须先付清现金，马尔科反复纠结后最终妥协，答应尽快安排家族付款。泰尔萨满意的合上宝石盒，笑着表示公主知道后一定会很高兴。米罗特尔魔法协会边境，没想到迎面走来的熟人正是蕾娜。蕾娜声称自己也是来参赛的，还炫耀自己早就是竞赛简报上的常客，顺带嘲讽比赛的奖金不值一提。话还没说完，一旁的维亚松恭敬地向伊莎贝尔行礼，优雅的伸手在前引路，这番风度翩翩的举止瞬间吸引了蕾娜的目光，忍不住打听起维亚松的来历。维亚松主动上前自我介绍，表明自己正效力于伊莎贝尔公主。蕾娜态度骤变，极力夸赞维亚松文武双全，备受皇帝器重。伊莎贝尔在一旁心如明镜，看出蕾娜纯粹是对美男子毫无抵抗力。面对夸赞，维亚松礼貌道谢。蕾娜干咳一声，转移话题，阴阳怪气地调侃剑术帝国的公主居然会跑来参加数学竞赛，甚至故意当面挑衅，质问伊莎贝尔是不是学不会剑术才逃避来此。伊莎贝尔听出对方话里的刺，知道蕾娜又是故意来找茬。伊莎贝尔顺势挽起维亚松的手臂，从容表示自己只是出于兴趣参赛。维亚松也极为配合的从旁附和。见两人举止如此亲密，暗生好感的蕾娜顿时醋意大发，狠狠瞪向伊莎贝尔。伊莎贝尔移开视线，注意到蕾娜身边还跟着一位女孩，便主动询问对方的身份。蕾娜这才介绍身边的女孩名叫尤莉，是由罗希尔德家族资助的平民。尤莉规规矩矩地向两人躬身问好。得知尤莉是被贵族资助的身份，伊莎贝尔心中浮现出一丝疑虑，
伊莎贝尔立刻回想起来，尤利正是原著中的数学神童，9岁便挑起养家重担，一边照顾患病的母亲和弟妹，一边拼命争取资助。同样有过受资助经历的伊莎贝尔对尤利的坚韧深感钦佩，他主动上前与尤利交谈，确认对方参赛后提到曾读过其报道。伊莎贝尔温和地许下承诺，若是往后遇到任何困难，随时可以去阿雷内宫向自己求助。听到伊莎贝尔真诚的鼓励，尤利满心感动地攥紧双手。告别尤利后，维亚松赞叹伊莎贝尔心怀宽厚，面对蕾娜的挑衅也能淡定处置。伊莎贝尔坦言自己不愿将精力浪费在无谓的争端上。维亚松笑着抱起伊莎贝尔转圈，伊莎贝尔开心地让他多转几圈。正当两人欢笑打闹时，化身为蜜獾的阿伦突然怒气冲冲地扑了过来，蜜獾直接扑在维亚松头上，死死扯着他的头发，阻止两人亲密。见维亚松脸色阴沉，伊莎贝尔连忙出言相劝，将蜜獾抱进怀中，解释这是自己的朋友。随后伊莎贝尔好奇询问他的来由，蜜獾坦白自己偷偷溜上马车，一路装睡满了整整3天才跟到这里。这番话让伊莎贝尔哭笑不得。转眼间，奥林匹克竞赛正式拉开帷幕。考场内，蕾娜焦急地向尤利打听伊莎贝尔的动向，尤利无奈地摇头，表示各个考场的考生名单上均无此人。得知伊莎贝尔未曾现身，蕾娜当场气急败坏。她虽反感伊莎贝尔，但若是对方不来自己，便见不到维亚松。当尤利提议去寻找时，蕾娜却傲慢地回绝，自以为是地断定伊莎贝尔认清差距，早已吓得临阵弃权。蕾娜顺势出言讥讽，声称比洛蒂安皇室根本不配涉足数学领域。她严肃叮嘱身旁的尤利全力应战，强调受了罗希尔德家族资助，成绩便直接关乎家族颜面。在蕾娜眼中，皇室向来只出剑术高手，从未在奥林匹克竞赛中折桂。如今连剑都拿不起的伊莎贝尔妄想参赛，简直是痴人说梦。只要尤利能在本次竞赛中拔得头筹，便能狠狠挫败伊莎贝尔的傲气，彻底拉开两大家族的声望差距。伊莎贝尔坐在竞赛考场里，看着眼前的课桌椅，十分兴奋。前世因为长期住在病房，他从未体验过正规的学校生活，如今能像普通学生一样参加考试，让他既新奇又激动。然而刚开始答题，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这些题目远比想象中简单，对学过现代数学的他来说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很快就轻松完成了解答。想到竞赛在同分时优先按交卷顺序排名，伊莎贝尔决定提前交卷。考官惊讶于他的速度，看完解答后让他先行离场。看到考官神色古怪，伊莎贝尔心生疑惑地离开考场。1个月后，竞赛成绩正式公布，蕾娜拉着尤利来到现场，尤利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蕾娜坦言自己前来就是为了挫挫公主的锐气，顺便再见维亚松一面。此时女仆忽然前来通报，说蕾娜未经预约就登门拜访。维亚松对此感到意外，伊莎贝尔猜测对方是冲着成绩来的。维亚松正拿着成绩单准备查看，蕾娜便带着尤利走进了房间，主动向伊莎贝尔打了招呼。可刚打完招呼，蕾娜就立刻暴露了真实意图，径直冲到维亚松面前，极其热情地套起了近乎。随后蕾娜立刻炫耀起来，声称自家资助的尤利拿了竞赛第1，甚至还故意出言讽刺，觉得随便参赛的伊莎贝尔根本不懂含金量，本想借此挫挫对方的锐气。没想到伊莎贝尔听完满脸惊喜，反倒由衷的替尤利感到高兴。伊莎贝尔兴奋地一把握住尤利的手，大肆夸赞尤利实在太厉害，表示自己早就相信他一定能行。面对伊莎贝尔毫无保留的真诚祝贺，尤利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伊莎贝尔还以为是自己反应太大，连忙道歉。回过神来的尤利也害羞地向他道谢。蕾娜见状十分不爽，质问伊莎贝尔，明明是尤利拿了第1，他到底在高兴什么？伊莎贝尔坦言自己是真心佩服尤利的付出，反问蕾娜难道不这么认为？蕾娜嘲讽他是没考好才故作大方。伊莎贝尔倒也不恼，顺势邀请蕾娜一起查看自己的成绩单。成绩单打开的瞬间，维亚松忍不住惊呼出声，伊莎贝尔居然拿下了竞赛第2名。他兴奋地拉响礼炮，庆祝这个意料之外的好成绩。看到这个结果，蕾娜当场惊呆了，难以置信伊莎贝尔居然真的考了第2。然而伊莎贝尔看着成绩单，却主动表示要提出异议。蕾娜一听立刻拱火赞成，觉得堂堂公主就该这么做。维亚松却是一头雾水，连忙询问伊莎贝尔到底是对成绩有什么不满。伊莎贝尔解释自己不仅拿到了满分，更是全场第1个交卷的，所以他绝对不可能只是第2名。为了讨要说法，维亚松陪同伊莎贝尔来到了魔法联邦的第1魔法师塔。面对审查人员的询问，伊莎贝尔态度坚决，表示今天就是为了澄清成绩排名。审查人员刚想开口阻拦，伊莎贝尔直接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流畅书写推导过程，清晰严密的逻辑让在场的审查人员大受震惊，不敢相信这居然出自6岁孩子之手。演示完毕后，伊莎贝尔坦言自己解答完全正确，并且是第1个交卷的人，完全无法接受第2名的结果。一番话让全场审查人员陷入议论之中。原来在成绩公布之前，第1魔法师塔就已经有了私心，审查人员根本不敢让剑术帝国的公主拿到第1名。毕竟大魔法师的弟子这次也参加了竞赛，要是传出去弟子输给了伊莎贝尔，魔法界的颜面可就彻底扫地了。面对眼前的突发情况，手下人慌得不知该如何收场。
审查人员急中生智，硬是在步骤里挑出了毛病，表示他使用的数学符号并不是这里官方认可的规范表达。虽然能结合上下文理解意思，但审查人员借题发挥，以符号不规范加罚答题时间为由，顺理成章将伊莎贝尔判定为第2名。听到这个理由，伊莎贝尔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习惯性使用了前世的常用符号，却忽略了在这个世界并不通用。虽然心里十分不甘，但也只能握紧拳头接受这个结果。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随着房门被轻轻推开，卡琳走进了房间。面对审查人员的厉声斥责，卡琳开门见山地指出，伊莎贝尔绝对是实至名归的第1名。审查人员刚想拿已公布的排名推脱，卡琳便直接拿出了一份文件，要让他们好好看清楚。原来在1个月前，卡琳就仔细研究过了伊莎贝尔的解答，她很清楚伊莎贝尔不仅解答完全正确，还是全场第一个交卷的。可当时卡琳就敏锐地发现，试卷上的公式并不寻常，魔法塔的教授们一定会借此发难，找借口剥夺伊莎贝尔第1名的资格。卡琳当时就料到，魔法塔绝不会允许帝国公主拿到第1，一定会想方设法保住大魔法师弟子的颜面。为了以防万一，她早早做好了应对准备。卡琳直接质问审查人员，最近难道都没有关注学术期刊吗？他递出文件，提醒眼前这位审查人员，当年正是他亲自审核通过了自己的论文。审查人员看清内容后冷汗直流，战战兢兢地询问卡琳到底想说什么。卡琳当场戳穿，伊莎贝尔在黑板上写的推导概念，正是此前对方分享给自己的全新成果。那个此前不存在的全新概念，卡琳早已将其整理成论文，并以伊莎贝尔的名义正式发表。论文里早就认可并使用了那个符号，当年审核通过的人正是这位审查人员。面对无懈可击的证据，审查人员彻底哑口无言。卡琳顺势拍板，彻底解决了排名的争议。3天后，重磅新闻瞬间传遍了整座城市，伊莎贝尔改写历史，成为了竞赛史上最年轻的第1名。报纸铺天盖地的报道，打破了竞赛500年来的历史。来自剑术帝国年仅6岁的皇室成员登上了冠军宝座。随着大门缓缓推开，伊莎贝尔在众人的瞩目中正式亮相。原本喧闹的现场瞬间安静下来。此前外界一直传闻她是无人在意缺乏教养的皇室妻子，可当大家亲眼见到她优雅沉稳的姿态，才发现传闻大错特错。在她身上分明透着属于皇室的尊贵与威严。伊莎贝尔落落大方地向大家问好，并主动邀请现场记者提问。有人立刻举手追问，听说她的第1名此前差点被剥夺，想确认传闻是否属实。面对尖锐的提问，伊莎贝尔显得十分沉稳，她表示剥夺这个词并不准确，自己确实使用了不常用的符号。一旁的卡琳微微点头表示认可。面对人生中的第1次采访，6岁的伊莎贝尔不仅没有丝毫慌乱，反而坦然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虽然出生在剑术帝国，却无法挥剑，但他依然想向大家证明，即使不用剑，自己也同样能在其他领域展现才华。他接着说道：“世上没有毫无用处的人，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绽放光芒。”紧接着，记者追问：“按照惯例，冠军都会加入第1魔法师塔，他是否也打算成为1名魔法师？”对此，伊莎贝尔明确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加入法师塔的打算。面对记者的不解与质问，伊莎贝尔笑着回答：“比起追求破坏与战争的力量，他更想以轻松快乐的方式研究魔法，去创造能够造福大众的力量。”当被问到打算如何处理奖金时，伊莎贝尔当场表示自己要将这笔钱全部捐出去，去帮助那些有梦想却深陷贫困的人。可实际上，他心里早有算盘，这笔钱将全部用来投资未来的世界首富，借此为家族积累，足以碾压对手的财富。表面上他依旧笑容甜美，表示想成为温暖他人的礼物。这番充满大爱的话语，瞬间让现场记者深受感动，爆发出极其热烈的掌声与欢呼。群众被他的发言深深打动，纷纷夸赞公主殿下心地善良，甚至有记者感动落泪，表示要把这番话记录下来，广为宣传。面对铺天盖地的赞美，伊莎贝尔一时间彻底懵了。紧接着，全城都响起了对她的欢呼与赞颂。采访结束后，伊莎贝尔瘫倒在房间的椅子上，女仆关切地上前询问状况。伊莎贝尔有气无力地表示自己快要累瘫了。直到现在，耳边似乎还回荡着大家的欢呼声。女仆兴奋地跑来分享最新报道。新闻里不仅把伊莎贝尔夸成了温暖众人的阳光，甚至称她的笑容是一种无一的宝藏。面对这铺天盖地的羞耻夸奖，伊莎贝尔被骚得连忙叫停。女仆满脸骄傲地表示，她这次勇夺第1，算是给先前趾高气扬的蕾娜树立了榜样。听到蕾娜的名字，伊莎贝尔却有些担忧，以蕾娜心高气傲的性格，被比下去后难免会迁怒别人，不知受她资助的尤利现在过得怎样。伊莎贝尔特意叮嘱女仆，只要有尤利的消息就立刻通知她。女仆爽快答应，还顺带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特别晚餐，把伊莎贝尔感动得不行。走在庭院里的女仆暗自筹划，考虑到公主以后露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必须给她准备全帝国最漂亮的礼服，好让这位全帝国最可爱的孩子更加耀眼。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卫兵厉声的喝骂，质问对方究竟哪来的胆子跑来这里。突如其来的吵闹瞬间吸引了女仆，女仆循声赶去查看情况，只见一个衣衫破旧的小女孩跪在地上，不断哀求着想要见公主殿下。女仆定睛一看，发现对方竟然就是尤利。
女仆露露卡连忙上前制止卫兵，表明自己是公主的保姆，这孩子也是公主亲自吩咐要见的人。但卫兵完全不信，自从公主宣布要捐出奖金，跑来讨要资助的人就没断过。他觉得这又是冒充身份来要饭的，当场厉声驱赶二人。露露卡急忙拿出身份牌想要证明，粗暴的卫兵却根本懒得检查，直接一把揪住了露露卡的衣领，叫嚣着今天见过的假证件多的是。一声厉喝突然传来，有人出手一把扣住了卫兵的手腕，来人正是护卫队长。他当场呵斥卫兵不该随便动粗，并质问对方刚才有没有认真核对身份牌。卫兵吓得结结巴巴，硬着头皮撒谎说自己核对过了。队长一眼看穿他在撒谎，手上猛地用力捏紧，逼得卫兵当场痛得求饶认错。队长懒得再听他废话，决定亲自来核对露露卡的身份牌。队长仔细核对完身份牌，确认这是货真价实的皇家徽章，气得当场一拳教训了没脑子的卫兵。随后队长带着卫兵恭敬地向露露卡和尤利躬身道歉，请求谅解下属的粗暴无礼，并表示过会儿会亲自去向公主请罪。交代完事情，队长便带人转身离去。看着对方干练果断的背影，露露卡忍不住发出一阵赞叹。尤利被带到房间后，伊莎贝尔连忙上前询问情况，安慰哭泣的尤利慢慢说。尤利这才哽咽着透露，罗希尔德家族已经切断了对他的资助。伊莎贝尔十分纳闷，尤利明明拿下了第1名，对方在这个节骨眼把人赶走，怎么看都不合理。紧接着，尤利说出了原因，自己居然被指控偷窃。伊莎贝尔瞬间看破真相，这绝对是蕾娜在背后捣鬼，因为找不到正当理由赶走尤利，便用这种手段栽赃陷害。正如原著里的剧情，蕾娜向来擅长用这种手段挑拨离间。尤利哭着苦苦哀求，发誓自己绝对没有偷东西，请求公主能救救他。伊莎贝尔伸手想要安抚，可动作却突然停了下来。如果比洛蒂安家族收留被罗希尔德家族赶走的人，势必会让两家陷入政治对立。虽然收留尤利可能会得罪对方，但伊莎贝尔实在不忍心看他受苦，便握住他的手承诺会想办法帮他。尤利感激地瘫倒在地，哽咽着说自己受委屈没关系，可家中重病的母亲还在等着救命。安抚好尤利后，伊莎贝尔找来女仆长泰尔萨商量。消息灵通的泰尔萨早已掌握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伊莎贝尔开门见山地询问对方，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泰尔萨直言不讳地表示，出手相助对公主来说没有任何好处，不懂他为何非要插手。面对质疑，伊莎贝尔的态度却十分坚定，她实在无法看着尤利被生活的重担压垮。更重要的是，这让她想起了父亲沃恩曾经的冷嘲热讽，责怪母亲生下了他这个没用的东西。伊莎贝尔握紧了双手，她坚信世上没有毫无用处的人，尤利未来一定会成为对自己大有用处的人。看到伊莎贝尔如此坚定，泰尔萨不再劝阻，决定顺从她的意思，并承诺会利用女仆长的职权，直接将尤利聘为公主的贴身女仆。不过在正式留人之前，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条件，这件事是必会惹恼罗希尔德家族，因此必须先得到皇帝沃恩的批准。泰尔萨原本打算替公主前去说明，可伊莎贝尔却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决定亲自去找父亲谈谈。到了晚餐时间，长桌上摆满了丰盛佳肴，一家3口围坐在一起用餐。看着对面的沃恩和塞尔纳，伊莎贝尔心里感慨万千。前世梦寐以求的全家晚餐，如今终于变成了现实。虽然这次碰面是为了商量聘用尤利的事，但能和父母坐在一起，他心里依然无比开心。塞尔纳主动开口询问，好奇伊莎贝尔今天特意把他们叫来，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看着眼前优雅高贵的母亲，伊莎贝尔满心都是崇拜，甚至忍不住当场表示以后也要成为像母亲一样的人。在塞尔纳的提醒下，伊莎贝尔这才回过神来，准备开口说明聘用尤利的正事，希望能让尤利成为他的贴身女仆，并请求父亲批准。塞尔纳有些犹豫的想开口劝阻，沃恩却冷笑了一声，直接评价这是一个荒谬的请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评价，伊莎贝尔一时不知所措。塞尔纳见状连忙出面解释，让伊莎贝尔不要误会，沃恩的意思是比洛蒂安家族根本不需要在意罗希尔德家族的态度。伊莎贝尔这才明白过来，他转头看向沃恩，小心翼翼地问父亲是不是生气了。面对女儿的试探，沃恩连忙辩解自己没有生气，可伊莎贝尔依然满脸不信。看着女儿小心翼翼的样子，沃恩破天荒地顺从了她，表示只要是她想做的事尽管去做。虽然得到了首肯，伊莎贝尔心里却依旧有所顾虑，担心自己一时冲动的决定会给家族留下让人攻击的把柄。看着局促不安的女儿，沃恩轻笑一声，让她大可放心，以比洛蒂安家族的实力，根本不需要畏惧任何人。伊莎贝尔很快又有了新的顾虑，旁边的泰尔萨关切地询问她在烦恼什么。伊莎贝尔坦言，如果尤利要当她的贴身女仆，就需要把家人也迁来帝都安顿，光是安家费就要花费上千万卢登，而她在竞赛中拿到的奖金正好是1000万，要是全都用在尤利身上，就没钱再去资助纳莫尔了。面对这两难的抉择，伊莎贝尔哪一个都不想放弃，只能独自陷入苦恼之中。泰尔萨让她完全不必为费用发愁，从现在开始，伊莎贝尔每年都能收到1亿卢登。得知作为求婚时的租赁费，每年竟然能有如此巨额的收入，伊莎贝尔顿时喜出望外。确认消息属实后，兴奋的伊莎贝尔一把扑上去，抱紧了泰尔萨，甚至算起了税前税后的收入，说什么都不肯撒手。伊莎贝尔大声夸赞对方简直太棒了，抱着泰尔萨蹭个不停，惹得泰尔萨一阵手足无措。
与此同时，在微风吹拂的黄昏树下，阿伦正独自躺在草地上出神。即使化作这副模样，脑海里也总会浮现出过往的片段，那些回忆无比耀眼，哪怕只是回想起来，都会感到由衷的幸福。而那个人在记忆里就如阳光般明媚。微风吹拂着草地，阿伦默默下定了决心，这一次他想要记住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化身蜜獾时的经历，还是自己身为阿伦的身份，他都想完整的铭记在心底。可当阿伦化身蜜獾时，四周却是一片陌生的草地。哪怕之前下定决心要记住所有事，此刻他还是记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想不起自己到底是谁。但即便遗忘了一切，心底依然有一个无比强烈的念头，那就是好想立刻见到伊莎贝尔。循着本能的指引，化身蜜獾的阿伦悄悄溜进了房间，默默趴在床边看着熟睡的伊莎贝尔。就在注视着对方的这一刻，蜜獾的身形悄然褪去，阿伦在床边重新变回了人类少年的模样。看着眼前熟睡的女孩，阿伦心底满是困惑。虽然想不起她究竟是谁，但她身上那股耀眼的光芒依然如同阳光般温暖。阿伦放下所有戒备，悄悄依偎在她身边睡了过去。等到第二天清晨醒来的伊莎贝尔惊讶地发现，蜜獾不知何时又趴在身边睡熟了。随后在行驶的马车上，伊莎贝尔有些担忧地询问尤利和他母亲是否已经平安抵达。同行的维亚松出言宽慰，表示自己的部下已经前去接应，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可话音刚落，马车却突然猛地一阵颠簸起来。维亚松第一时间护住伊莎贝尔，确认殿下没有受伤后，便立刻下车查看情况。外面传来骑士的解释，原来是道路过于狭窄才导致了颠簸。伊莎贝尔好奇地探出窗外查看，只见一位红发高马尾的女子正温柔地安抚着受惊的马匹，高挑的身材与干练的气场让伊莎贝尔立刻认出了她的身份，正是小说中的护卫队长基伦。眼看小说里最喜欢的角色就在眼前，伊莎贝尔兴奋地直接跳下马车，跑上前询问对方是不是护卫队长基伦，紧接着满脸期待地向他索要签名。突如其来的请求让基伦一时愣住，得知眼前的小女孩就是公主殿下后，他立刻向伊莎贝尔致歉，表示自己还是第一次遇到要签名的皇室。伊莎贝尔兴奋地扑进他怀里，大方表达着对偶像的喜爱。随后基伦带着伊莎贝尔同骑一匹马，能和最喜欢的角色并肩同行，伊莎贝尔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没过多久，一行人在建筑前停下，看到早已等在一旁的小伙伴，伊莎贝尔立刻小跑上前，关切地询问尤利母亲的近况。尤利表示母亲恢复得不错，希望能当面表达感激。得知对方身体欠安，伊莎贝尔决定亲自上车探望。没等尤利劝阻，他就兴冲冲地钻进了马车。车里重病的妇人挣扎着想要起身，抱歉自己无法体面地向殿下致谢。然而伊莎贝尔刚靠近，就猛然察觉到了异样，耳边回响着尤利先前的道谢，感谢殿下收留他们母女，不仅资助自己继续学业，还能让母亲得到皇宫的救治。可眼前的场景却让伊莎贝尔脚步不稳，心底深处蓦然掀起巨浪。这一刻他终于想了起来，这股诡异的气息正是自己曾经亲身体验过的绝望痛苦。伊莎贝尔险些倒下，身旁的人连忙伸手将她扶住，维亚松等人也焦急地跑上前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伊莎贝尔深知这种折磨的痛苦，哪怕稍微动一下都是巨大折磨，眼眶里的泪水忍不住掉了下来。这时尤利的母亲缓缓走下车，来到伊莎贝尔面前，由衷感谢殿下对尤利的照顾。看着面前这位温和的妇人，伊莎贝尔意识到眼前的人和过去的自己完全不同。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他便竟直跑上前，一把抱住了对方。但这拥抱的触感却让伊莎贝尔瞬间回想起过去，曾经的他也只能绝望地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且满心抗拒着治疗，更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觉得旁人那些关切和慰问统统都是虚实的谎言。可眼前的尤利母亲却完全不同，明明承受着更剧烈的痛苦，却依然坚强地回应着所有人。伊莎贝尔暗下决心，这一次绝不能像前世那样留下遗憾，她要尽自己所能帮助眼前的这位母亲好起来。握着对方冰冷的手，伊莎贝尔也终于想通了前世的往事。当年那个脾气暴躁任性的自己，身边其实一直都有在真心关怀她的人，无论是日夜守在病房里的家人，还是悉心照料的医生，所有人都在真心期盼着她能好起来。正因感受过那份善意，这一次她也想拼尽全力去真诚地帮助眼前的人。他握紧对方的手，笑着安慰尤利母亲不用再担忧，不仅夸赞尤利是个非常优秀的人，还承诺以后会和尤利一直互相扶持。听到这番真诚的话语，病床上的尤利母亲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厨房里，尤利正戴着护目镜在灶台前忙碌，同伴好奇地凑过来询问。尤利表示自己正在给殿下制作甜点，还一本正经地科普起了背后的化学反应。做好之后，尤利端着托盘来到了房间，看到盘子里端上来的东西，抱着蜜獾的伊莎贝尔顿时愣住了，眼前摆着的竟然是熟悉的碰糖。伊莎贝尔尝了一口，这前世一直没机会尝到的甜点，如今竟然在这个世界品尝到了，甜美的口感让她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他兴奋地一把抱住尤利，大声夸赞对方简直无所不能。尤利也笑着答应，以后还会继续给他做。不知不觉过去了6个月，虽然期间还没能找到那莫尔，有尤利陪在身边，伊莎贝尔的日子过得十分热闹。不知不觉间，他已经迎来了7岁。这天还没到上课时间，伊莎贝尔就主动推开房门去找卡琳老师。看到伊莎贝尔把手背在身后，卡琳有些好奇，
伊莎贝尔兴奋地亮出手中的装置，宣布自己终于完成了传送门。作为顶级新闻机构的记者，尤尔习惯用镜头记录日常。之前他曾报道过伊莎贝尔殿下的比赛。这天他接到上层的紧急通知，得知皇室那边似乎出现了状况，本想立刻赶往现场核实真相，可报社最大的赞助商正是魔塔，因为撰写的文章引来了麻烦，尤尔遭到了上司的严厉斥责。上司警告他做事必须低调，绝不能得罪权高位重的魔塔，更别把职业操守挂在嘴边。可尤尔坚信报道真相才是本职。今天是皇室公开新传送门的大日子，尤尔一路赶往发布会现场。正当他准备开始记录时，却注意到人群中的伊莎贝尔殿下神情状态似乎有些不太对劲。他掏出笔记本，心中升起疑虑。伊莎贝尔此时才惊觉犯下大错，他急于向大众普及新型传送门，却忽略了最关键的安全性能测试，甚至没提前安排第一位试用人员。现场很快爆发出一阵剧烈骚动，民众纷纷质疑皇室拿大家当小白鼠。听到周围对伊莎贝尔的指责，一旁的维亚松眼神骤然冰冷。维亚松准备按剑质问发难，伊莎贝尔连忙按住他的剑柄，劝这位魔剑士千万不要冲动。他解释，民众只是在担心安全，传送门本就是给普通百姓使用的，倾听大家的顾虑理所应当。对方并没有说错任何话。这时沃恩赶到了现场，询问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伊莎贝尔连忙向父皇承认错误，他建议先拆卸传送门重新检查，等完善测试后再重新推出。随后转过身向不安的民众真诚道歉。沃恩突然主动站了出来，表示由他亲自来进行测试。听到这话，伊莎贝尔大吃一惊，抢着要求换自己亲自上去，却被沃恩一口回绝。维亚松见状，连忙出面劝阻，解释皇室成员体质异于常人，就算测试成功，也无法说服大众。而自己作为强悍的魔剑士，同样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眼看找不到合适的测试人选，伊莎贝尔心一横，决定直接将传送门彻底拆除。皇后塞尔纳突然站了出来，表示自己没有任何王室血统，完全就是普通人的体质，正是最完美的测试人选。沃恩见状急忙开口劝阻，塞尔纳却笑着安抚丈夫，强调这是女儿亲手创造的成果，根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接着他又温柔地安慰伊莎贝尔，表示自己绝非一时冲动，他一直看着女儿为此日夜努力，况且还有卡琳等顶尖天才共同研制。塞尔纳表示自己最清楚伊莎贝尔做事到底有多严谨，最重要的是他无条件相信女儿。交代完这一切后，塞尔纳微笑着向大家道别，随后果断迈步走进了传送门。随着他的身影彻底消失，整座广场瞬间陷入一片死寂。伊莎贝尔心里其实完全没底，理智上虽然知道传送门安全，可伊莎贝尔的心脏仍狂跳不止。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计算存在漏洞，万一母亲出现意外无法归来，这一切就全被自己彻底毁了。就在他陷入极度恐慌时，一只手突然紧紧拉住了他。沃恩握住女儿的手，温柔地鼓励她要相信自己。看着身旁的父亲，伊莎贝尔不安的心才稍微安定，感受着父亲手心的温度，伊莎贝尔重新振作了起来。她决定相信自己的研究，坚信母亲一定能平安归来。然而传送门持续运转着，塞尔纳却迟迟没有出现。围观的人群再次骚动起来。按理说，如果传送门正常，人早就该顺利传送回来了，难道真的出了意外？看着毫无反应的通道，沃恩的神情变得愈发严峻，伊莎贝尔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就在沃恩神情严峻地盯紧传送门时，脸颊上却突然哀聊结结实实的一下。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光芒闪烁间，塞尔纳竟微笑着从传送门里走了出来。人群瞬间爆发出欢呼，皇后殿下平安归来的事实彻底打消了大家的顾虑。民众纷纷议论着，这代表传送门终于可以正式投入使用了。塞尔纳刚抱住沃恩，沃恩就害羞地提醒他注意场合，塞尔纳却笑着打趣，怪他刚才在女儿面前脸色太吓人。人群里有民众举手询问，想知道普通人能否亲自体验传送门。站出来的是来自埃尔贝山脉的工人，他们平日负责维护冰封雪山，那里的环境极其恶劣，道路陡峭险峻，还常年刮着能冻僵人的暴风雪。很多工人因为恶劣环境留下终身伤残，过去大家只能咬牙忍受，根本不敢奢想能直接用上传送门。这项发明将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工人们纷纷向伊莎贝尔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塞尔纳温柔地抚摸着女儿的脑袋，伊莎贝尔感受着大家的认同与感激。一旁的尤尔紧张地咽了下口水，眼前手稿上赫然写着尖锐的质疑，批评7岁公主制作的传送门未经测试，是在把帝国民众当成实验品。手稿上甚至直言，所谓体恤民情的幼童公主不过是皇室精心包装的虚假宣传，质问世人难道要对此视而不见？伊莎贝尔独自站在高高的窗前，她平静地抿起嘴角，只要能真正帮助到大家，她便觉得这一切都已经足够了。皇宫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只见一名侍卫正焦急地追赶着什么，前方的金蜜獾怀里抱着个布包，里面不断发出沉甸甸的金属碰撞声。听到动静的伊莎贝尔刚走出来，金蜜獾就一把扑进了他怀里。气喘吁吁追上来的侍卫连忙请他交出蜜獾。伊莎贝尔有些疑惑，侍卫这才无奈坦白，这小家伙竟刚把皇宫金库给偷了。伊莎贝尔叫金蜜獾坐好，开始严肃地教育他，偷东西绝对是不对的。金蜜獾却觉得只要有了黄金守财奴就会开心，他其实只是想让伊莎贝尔高兴。伊莎贝尔虽然感激这份心意，但还是强调用错误的方法拿东西绝对不行。看着金蜜獾开始发抖卖惨，伊莎贝尔
在心里不断提醒自己，这次绝对不能心软。他看穿金蜜欢根本没有反省，直接命令他去墙边面壁思过。金蜜欢耷拉着头走在深夜的长廊里，怎么也想不通，明明黄金能让人幸福，为什么伊莎贝尔还会生气？就在他郁闷时，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双长靴。刚训练完的沃恩冷不丁注意到了脚边的小家伙，看着对自己低声戒备的小家伙，沃恩表示自己没有恶意，让他不用这么紧张。随后他停下脚步，问出了心里积攒已久的疑问，想知道他是不是守护皇室的黑龙后裔。听完这番话，金蜜欢当场愣住了，随即吓得后退2步，转身拔腿就跑。他在心里不断强调，自己明明只是蜜獾，才不是什么黑龙。可跑着跑着，脑海中却浮现出一段模糊的回忆。母亲轻轻抚摸着阿伦的头，带着他在树林里散步。金蜜獾脑海中充满疑惑，想不通阿伦究竟是谁。回想起沃恩问他是不是黑龙后裔，他终于反应过来，自己其实就是那条黑龙。月色下，阿伦站在长廊边，耳边再次响起了那个深情的呼唤。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伊莎贝尔揉着眼睛从床上醒来，她光着脚跑下床，推开木门走到洗漱台旁，费劲地压出水洗漱完，她又径直跑向衣柜，伸手准备拿衣服换上，换好漂亮的蓝色连衣裙。伊莎贝尔小跑着走到全身镜前，她伸手整理起领口，转眼间便改变了自己的发色与瞳色，还将头发顺手扎成了小马尾。看着镜子里完全变了个样子的自己，伊莎贝尔对这身伪装满意极了。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得到应许后，房门被推开，看着走进房间的人，伊莎贝尔忍不住惊叹出声。走进房间的正是维亚松，他端着早餐，夸赞伊莎贝尔的新伪装非常好看。伊莎贝尔也高兴地夸奖回去。两人准备吃完早餐就出门。伊莎贝尔有些期待地确认自己这次是不是真的能帮上忙，得到了维亚松肯定的答复。维亚松贴心地替他擦拭嘴角，虽然心里有些后悔带他出来，但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全程守在伊莎贝尔身边，确保他不会遇到任何危险。时间回到不久前，伊莎贝尔吃完盘里的零食，见尤利正专注于手中的活计，便悄悄施展魔法，趁人不注意溜出了房间。走在空旷的长廊上，伊莎贝尔一边回味着美味的零食，一边盘算着下次要去问问尤利的喜好。就在这时，两名侍女的对话吸引了他的注意。阿尔菲亚王国竟然主动向魔塔发起了求助，证实了林塔附近发生地震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虽然女皇拉赫拉提前预警并撤离了民众，但这场超出预测的异象依然给当地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破坏。哪怕全大陆的志愿者都赶去支援，面对灾情依旧是杯水车薪。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魔塔却明确拒绝了合作。听到魔塔竟然袖手旁观，伊莎贝尔神色一变，立刻转身顺着长廊狂奔起来。皇帝放下手中的茶杯，冷笑着斥责这荒谬的局面。面对伊莎贝尔想去灾区救援的想法，沃恩当场严厉拒绝，提醒她在成为魔法师之前，首先是皇室的公主。伊莎贝尔急忙反驳，认为灾难面前身份根本不重要。沃恩却态度坚决，提出可以替她出资捐款，但这根本不是伊莎贝尔想要的帮忙方式。见女儿执意坚持，沃恩严厉地提醒她只有7岁，必须做符合这个年龄该做的事。伊莎贝尔一时失落地说不出话来，一旁的塞尔纳轻轻按住她的肩膀，柔声劝解，强调父母只是因为担心她的安全，才无法同意让她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塞尔纳接着补充道，就算伊莎贝尔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也依然无法看着她去冒这种险。说到这里，塞尔纳自己反而忍不住哽咽起来，看着母亲流露出的悲伤与担忧，伊莎贝尔一时间怔在了原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沃恩闭上双眼打断了对话，让伊莎贝尔先退下。维亚松悄悄走到伊莎贝尔床前，看着熟睡的小公主，没想到她会提出去灾区救援的想法。虽然大家能理解她的热忱，但也希望她能体谅大人的苦衷。这时床上的伊莎贝尔微微打了个颤，维亚松意识到她最近做噩梦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他刚想伸手帮她做个好梦，动作却突然停在半空。睡梦中的伊莎贝尔眼角正悄悄滑落一滴眼泪，维亚松试着轻声呼唤伊莎贝尔，睡梦中的小公主低声哭泣着，哀求大家不要讨厌她。听到伊莎贝尔的梦呓，维亚松心疼地握紧了拳头。而另一边的房间里，沃恩也深夜未眠，呼吸沉重，若有所思地面对着漫长黑夜。维亚松走进书房，请求与沃恩单独谈谈。看着维亚松严肃的表情，沃恩一眼猜出他的来意，问他是不是为了伊莎贝尔的事而来。维亚松没有隐瞒，明确表示自己打算站在公主这边。沃恩冷冷地表示，如果是为了救援的事，就没什么好谈的了，直接下了逐客令。但维亚松依然试图劝说，解释伊莎贝尔向来热心助人，这次也只是想去帮助受灾的民众。沃恩根本不为所动，伸手按住桌上的公文，反驳道：“伊莎贝尔公开传送门就已经做得够多了，这理由根本说服不了他。”维亚松突然叹了口气，顺着沃恩的话改了口，直接走到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他坦言自己其实也觉得让伊莎贝尔跑去灾区并不现实。面对维亚松这出乎意料的顺从，沃恩顿时起了戒心，不明白他究竟在打算些什么。维亚松接着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觉得强行把大人的决定加在他身上未必是对的，毕竟伊莎贝尔十分特别，无论思想还是成长都与常人不同，没人能真正看透伊莎贝尔。维亚松直接质问沃恩是否真能100%确定现在的决定就一定是为他好。面对这番质问，沃恩拿着文件的手盾在半空沉寂在房间里蔓延，
见沃恩陷入沉默，维亚松紧接着追问，问他最近有没有关注外面的新闻报道。维亚松指出，伊莎贝尔表面虽然没有表露，暗地里却一直备受这些负面言论的折磨。沃恩表示自己可以出手压制舆论，维亚松却直接反驳，认为单纯封禁报道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伊莎贝尔真正需要的是亲眼看清那些恶意，只是极少数人的偏见，只有让他亲自参与救援，才能彻底解开心结。维亚松接着点破，这样沃恩也不必再四处翻找资料，私下为他搜寻适合孩子的安神草药茶了。心事被当面戳中的沃恩一时间陷入了沉默。即使维亚松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沃恩依然不肯松口，坦言自己绝不能让伊莎贝尔冒险，更不想看到塞尔纳为此忧心。维亚松见状站起身，手按在胸前郑重承诺，只要沃恩同意，自己会全程陪在伊莎贝尔身边，寸步不离，绝不让他遭遇任何危险。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恳求的声音，请求沃恩答应让伊莎贝尔前去。伴随着门轴转动的声响，沃恩和维亚松惊讶地转头望去，出现在门口的正是塞尔纳。塞尔纳微笑着询问自己是否也能加入两人的谈话。灾区现场四处都是在地震中倒塌的残垣断壁，重建救援正在废墟中展开。工人们大声呼喊催促，加紧搬运着修缮所需的砖石材料。工人们大声呼喊着，互相搭手。伊莎贝尔跟着维亚松走在街道上，看着眼前热火朝天的重建景象，他忍不住惊叹大家竟然都这么有活力。维亚松赞同地点了点头，暗自松了一口气。这里的状况比预想中要好得多，因为没有人员受重伤，甚至更像是一处普通的施工现场。伊莎贝尔有些疑惑地歪起脑袋，想不通经历了这么严重的大地震，怎么会连一个重伤的人都没有。维亚松指了指前方，表示这全靠那位拉赫拉女王。作为阿尔菲亚王国的统治者，早在地震爆发之前，拉赫拉女王就一直在分析地质活动。她不仅提前安排居民撤离，还准备好了避难所与救灾物资，如今更是亲自在现场监督重建，损失才被降到了最低。如果换作其他地方，这场浩劫的后果绝对不堪设想。正因如此，阿尔菲亚的民众都极其崇敬地尊称她为圣女王。伊莎贝尔听完大受鼓舞，迫不及待地想要立刻帮忙。维亚松便带她去寻找现场负责人，好分配具体的救援工作。很快，两人来到了灾区的后勤区，这里的物资供应源源不断，救援人员甚至能吃上丰盛的炖牛肉。大家纷纷感叹，要不是拉赫拉女王筹备周全，灾区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条件。后勤区里，大家正忙着准备伙食。一位厨师大叔注意到了身边的伊莎贝尔，好奇问起这是谁家的孩子。旁人解释说，她是贵族家的小女儿，专门跑过来当救援志愿者，据说还精通魔法。厨师大叔听完一脸不屑，吐槽没本事的贵族就爱标榜会魔法，纯粹是跑来灾区作秀树立形象。他极其反感这种作秀行为，觉得派这么小的孩子来根本派不上用场，嘀咕着赶紧把他调去其他区域。一旁的同伴却有些犹豫，忍不住提醒他看看那位小姑娘。厨师以为他是把事情搞砸了，结果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得一口吐出了食物。他擦擦嘴，呆呆地盯着前方，不敢相信自己到底看到了什么。伊莎贝尔第一次当志愿者，兴奋地表示想去帮忙做饭。他体谅维亚松只是陪自己过来，便贴心地让他先去休息，晚点再过来接自己。维亚松温柔地婉拒了，表示自己必须留在公主身边，但他可以在附近帮忙搬运物资，让伊莎贝尔放手去做想做的事。伊莎贝尔心想，维亚松总是这么体贴，一定是怕带着侍卫会让大家拘束。道谢后，他开始思考起自己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伊莎贝尔仔细衡量了一下，自己既搬不动沉重的食材，也拿不了菜刀，甚至连大锅都搅不动，便决定直接找人询问。他走到一位正站在灶台前的妇人身旁，主动表明了身份，问对方有没有自己能帮上的忙，表示只要能出力，什么都愿意做。妇人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拜托他帮忙弄点水过来，表示手起火堆实在太热了。伊莎贝尔这才反应过来，厨房里一直生起火，确实很烫，连他自己也已经开始冒汗。伊莎贝尔突然有了主意，双手捧出一块冰蓝色的魔石，询问对方用这个行不行。妇人起初以为这只是一块普通石头，伊莎贝尔随即向里注入魔力，一阵阵凉爽的冷风立刻呼呼吹了出来。面对眼前这神奇的一幕，妇人惊喜地朝后勤区大声呼喊，告诉大家这里来了一位能吹出凉风的魔法师。原本各自忙碌的救援人员纷纷停下手里的活，惊讶地看了过来。大家围在伊莎贝尔身边，享受着扑面而来的凉意，疲惫顿时一扫而空。有人认出他手里的是希伯伦魔石，好奇起这位小志愿者的身份。维亚松见状，立刻走上前，向大家解释起这项节能魔法，还当场大声夸赞伊莎贝尔不仅聪明美丽，而且性格温柔。维亚松越夸越起劲，引得围观众人纷纷鼓掌。伊莎贝尔当场羞红了脸，急忙在心里求他快点收手。好在一名高大男子挥手解围，催促大家赶紧回去干活。伊莎贝尔这才松了一口气。来人正是第3区的负责人赫克托队长。赫克托队长主动上前搭话，表示自己在远处观察了半天，好奇地向伊莎贝尔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是一名魔法师。伊莎贝尔笑着表示自己只是学了点皮毛，身边的老师们可比自己厉害得多。赫克托却直言刚才的表现已经足够让人惊叹。紧接着赫克托郑重开口，想请他用魔法帮大家一个忙，表示营地里现在非常需要他的支援。听到对方特意跑来求助，伊莎贝尔顿时喜上眉梢，暗自得意地清了清嗓子，心里庆幸自己
终于真正被大家需要了。赫克托体贴的补充，如果觉得勉强，随时可以拒绝。伊莎贝尔却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应，表示只要大家需要，去哪里帮忙自己都义不容辞。他提前为魔石注入魔力，让装置即便无人照看也能持续运转。随后便跟着赫克托队长一同赶往施工现场。然而刚到现场，眼前的景象就让伊莎贝尔大吃一惊。工人们正吃力地拉扯着粗绳，艰难地搬运着建材。赫克托在一旁无奈地解释，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不仅重建难度极大，进度也是所有区域中最慢的。伊莎贝尔瞬间明白了赫克托的用意，这里缺乏机械设备，只能依赖滑轮人工拉扯。他主动提出可以改善滑轮的运转。得知整个区域大约有16个滑轮后，伊莎贝尔轻松地表示很快就能搞定，忙完还能继续帮其他忙。赫克托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伊莎贝尔就已经一路跑向空置的滑轮，准备先上手试一试效果。伊莎贝尔琢磨着，只要给滑轮装上电机，就能大幅增加旋转的力量。造汽车太复杂，普通自行车又没有动力，最后他决定变出一辆电动车。伴随着一道耀眼的光芒，电动车造型的装置瞬间凭空显现。目睹全程的赫克托大受震撼，感叹这竟然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伊莎贝尔挥手打招呼，叫赫克托队长过来检查测试。赫克托连忙回过神跑上前，伸手抓住粗绳，准备测试效果。伊莎贝尔见赫克托抓起粗绳，赶忙开口叫住了他。他有些害羞的悄声叮嘱，要是待会儿失败了，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看着他这副可爱模样，赫克托忍不住大笑起来。话音未落，装置突然爆发出强劲动力，强大的拉力猛地拽动绳索，将手握粗绳的赫克托都吓了一跳，直接摔倒在地上。伊莎贝尔吓了一跳，连忙上前关切询问，慌忙解释自己是第一次尝试，还没掌握好魔力的控制。赫克托根本顾不上跌疼的屁股，他震惊地发现自己明明只用一只手拽着绳索，上方沉重的石块居然稳稳悬在空中。赫克托喜出望外，大赞这项发明简直太神奇了。伊莎贝尔完全不需要为此道歉。赫克托激动地确认其他滑轮能否同样改造，伊莎贝尔满口答应，表示自己干上一整天也没问题。赫克托立刻向在场的工人高声宣布，有魔法师要来帮助大家。工人们听完一片哗然，纷纷疑惑被魔法师塔拒绝后，怎么会有魔法师出现在这里。维亚松不知什么时候凑进了人群，骄傲地向大家夸赞起伊莎贝尔，称她不仅善良，而且聪明又可爱。工人们被他吓了一跳，他却笑着表示自己一直都在。伊莎贝尔可没工夫听他夸奖，连忙催促赫克托队长赶快开工，自己想快点搞定这里的滑轮，好接着去帮更多的人。其实在动手之前，伊莎贝尔为了避免引起关注，特意让维亚松先站在了稍远处。伊莎贝尔随后给剩下的滑轮都施加了魔法，每当收到工人们的道谢，能真正帮上忙的欣喜就涌上心头。接着他伸手铲起了土，旁边的工人见状连忙劝他别太勉强，提醒他体力活后劲很大。伊莎贝尔却笑着应了下来。工人看他干得热火朝天，忍不住打趣，怎么铲的土还能开心成这样？虽然累得喘不过气，胸口却没有像以前那样发疼。在太阳下晒了一整天，身体也没有倒下。最重要的是，他终于能用自己的力量去真正帮助其他人了。当被问起是否真的很喜欢帮忙时，伊莎贝尔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夜幕降临，窗外下起了大雨，熟睡中的伊莎贝尔却陷入了噩梦，耳边不断响起心电图仪器冰冷的警报声，浮现出前世卧病在床的画面。痛苦的记忆袭来，让他在睡梦中紧紧抓住了被角。一声巨雷划破夜空，轰鸣声震得窗户作响。就在伊莎贝尔深陷噩梦时，有人默默来到了床边，伸出手隔着被子，温柔的一遍便轻轻拍着她，安抚她在睡梦中惊恐不安的情绪。迷迷糊糊中，伊莎贝尔闻到了蜂蜜的香气，手上也摸到了软绵绵的触感，以为是宠物的她一把扑过去，紧紧抱住了对方。来人正是阿伦。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拥抱，阿伦先是一怔，随后缓缓抬起手，轻轻抚摸着伊莎贝尔的头，感受着这份温柔的安抚。伊莎贝尔心中的恐惧渐渐消退，噩梦带来的不安荡然无存。她有些疑惑的嘀咕，刚才抱起来的感觉好像比平时高大了不少。面对不太对劲的体型，伊莎贝尔自顾自的解释，一定是因为金蜜獾有着强大的存在感。她笑着抱紧眼前的宠物，夸它是世界上最特别的存在。伊莎贝尔语气温和地向他倾诉心声，坦言对方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接着他认真地提出请求，想到蜜獾在人工照顾下能活24年，而自己的寿命却只剩下最后13年。伊莎贝尔希望金蜜獾能活得比自己更久，并且一直陪在他身边直到最后。见对方点头回应，他笑着与他许下了这个约定。伊莎贝尔感觉对方似乎有些消沉，但转念一想，觉得或许只是错觉，毕竟就算是这样的天才，大概也很难真正理解死亡的含义。潮湿暗沉的溶洞深处，水滴接连敲击着地面。卡德丽娜站在暗处，看着迎面走来的阿伦，微笑着欢迎他回来，坦言他比平时迟到了不少，自己甚至有点开始担心，他偏偏选择化身为蜜獾，这种生物天不怕地不怕，甚至也是幼龙夭折的主要原因。面对母亲的提醒，阿伦却表示自己很喜欢那个身份。母亲看出他有了不少美好的回忆，顺势打听起细节。阿伦坦言具体细节已经记不太清，只觉得过程非常轻松有趣。母亲解释说，那是因为情感比记忆更为持久，经历的一切都会转化为情感储存起来，而这些力量
终将支撑他成长为一条真正的巨龙。随着紫色的魔力在他身后升腾，母亲也彻底放下心来。看来他以蜜獾身份度过的这段时光，确实收获颇丰。母亲提出想查看阿伦这段时间的经历，阿伦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母亲伸手释放魔力，阿伦虽然目前无法正面抵抗他的魔法，但还是暗中将自己的记忆隐藏了起来，防止保留的记忆被母亲彻底抹除。毕竟在他眼里，母亲并不是敌人。母亲探查完不禁感叹，他经历了许多普通巨龙从未有过的体验。阿伦顺势打趣，问自己未来能否也成为强大巨龙。母亲笑着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让他先好好休息，叮嘱母亲也早点休息后，阿伦关上房门，脱力般瘫坐在了地上。虽然刚才成功瞒过了母亲，但他其实也消耗巨大。随着呼吸渐渐平复，阿伦闭上双眼，被隐藏的记忆开始一点点浮现。在那些零碎的画面里，有一个对他无比珍贵的人，会在他不在时缩在被子里，发自内心需要他的陪伴。那个女孩曾笑着跟他约定，希望他能活得比自己更久，一直留在他身边。阿伦重新睁开眼睛，为了伊莎贝尔，他无论如何都要守住作为蜜獾时的这段记忆，绝不动摇自己作为龙的身份。他要用这份强大的力量，无论是作为蜜獾还是阿伦，都要好好守护伊莎贝尔。另一边，拉维内正独自在书房查阅文献，空气中突然涌现出强烈的魔力。卡德丽娜推门走了进来，打趣拉维娜见到自己，居然连假装高兴一下都不愿意。拉维娜一边将书本放回书架，一边提醒卡德丽娜不请自来，若是换做其他巨龙，恐怕早就直接发动吐息了。卡德丽娜靠在沙发上毫不在意，打趣说拉维内的弱小吐息根本伤不到自己。拉维娜顺势调侃起来，问他是不是还没脱离中二期，要不要改叫他中烟之黑龙。卡德丽娜不仅完全不介意，反而顺着话头自我调侃，表示中烟与毁灭之黑龙这次特意跑来是为了向智慧的拉维娜寻求请教。卡德丽娜不想再互相调侃，直接把话题引到了阿伦身上。拉维娜关切地打听起情况，毕竟幼龙出是非同小可。卡德丽娜坦白阿伦还保留着蜜獾的记忆，并且正在极力向他隐瞒，而自己也一直假装不知情。听到这个秘密，拉维娜大为震惊，提醒他如果保留记忆，巨龙的身份甚至可能陷入崩塌。但话说到一半，还是叹气表示理解。卡德丽娜接着透露，阿伦这段时间一直陪在伊莎贝尔身边，甚至被对方起名叫金蜜獾。看来那个女孩对他而言确实非同寻常。卡德丽娜看穿了阿伦的心思，他之所以极力隐瞒记忆，就是不想忘记伊莎贝尔。拉维娜对此也表示赞同。看着眼前的局面，拉维娜感觉就噩梦仿佛要重演。他询问卡德丽娜打算怎么处理，并表示无论决定怎么做，自己都会配合。卡德丽娜坦言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事，无法保证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希望拉维娜能帮自己，甚至破天荒地称呼对方为姐姐。拉维娜一时愣在原地，毕竟巨龙与人类不同，从不看重所谓的血缘纽带，成年后便各自独立，仅视彼此为同类。拉维娜心里清楚，卡德丽娜至今还称呼自己为姐姐，只是因为她早期对巨龙身份认同不足。从原则上来说，直接消除阿伦的记忆才是万全之策。可拉维娜不由得想起，曾经有一条叛逆了整整200年的巨龙，对方当年也以为自己是人类到处折腾，却自始至终没有丢失巨龙的本质。比起随波逐流的同类，反而拥有无比坚定的自我。如今的阿伦也是如此，为了心中的执念，他的决心甚至强大到能够骗过亲生母亲。拉维娜反问道：拥有这种坚毅自我的人，又怎么会轻易迷失？卡德丽娜确认对方的意思，是不是要对阿伦放任不管？拉维娜建议暂时静观其变，他打算亲自去见见阿伦和伊莎贝尔，等自己亲眼确认过情况，再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处理。面对到来的伊莎贝尔，拉赫拉客气地打起招呼，表示早就听闻她的名字。伊莎贝尔热情回应，夸赞女皇预测了地震，还亲自监督灾后重建，并未没能第一时间问候道歉。看着天真的伊莎贝尔，拉赫拉暗自警惕，对方出自比洛蒂安皇室，又是最年轻的竞赛冠军，随和模样恐怕是精心伪装。拉赫拉收起心思，严肃提醒，贵宾到达后若不上报，极易引发政治问题。交代完规矩，拉赫拉打听起伊莎贝尔昨晚身体不适的情况，既然身体不适，接下来就必须留在宫里，否则只能立刻把她送回。面对条件，伊莎贝尔爽快答应下来。随后女皇推过甜点，打听起七王会议那天不知疲倦的陛下破天荒以疲惫为由提前散会，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伊莎贝尔害羞地解释，自己生日那天曾许愿，希望陛下能好好休息。她美滋滋地补充，维亚松那天准备了派对惊喜，陛下很可能是为了给他过生日，才特意提前结束会议。女皇听完满脸震惊，感叹对方实在难缠，根本不打算透露关键情报。女皇紧接着追问，当晚是否还有其他事情？伊莎贝尔沉思片刻，表示自己的寿命所剩不多，没法再过几次生日了。听到这番发言，女皇无奈地扶住额头。伊莎贝尔笑着表示不用同情，自己最近过得非常开心。女皇顺势表达歉意，问起她跑来灾区帮忙的动机。在她看来，身为公主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伊莎贝尔直言，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女皇表示理解，也希望她是出自真心。女皇转而提到赫克托的夸奖，称赞伊莎贝尔在灾区干得出色。伊莎贝尔开心应下，承诺会尽最大努力。帝国历520年8月7日，伊莎贝尔在日记里记录着日常，除了去厨房给魔士充能，她还协助赫克托修好了滑轮系统，对方请教魔导知识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日记最后记录着，不仅结交到了新朋友，还能充分活动这具健康的身体。
合上今天的日记，伊莎贝尔欢快地跳下椅子。虽然浑身肌肉酸痛，胳膊抬不起，连走路腿都在抖，但只要能给救援队帮上大忙，他就高兴地哼起小曲，充满自豪。伊莎贝尔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自己刚才有点太兴奋了。看了眼时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9点。他庆幸金蜜欢没看到刚才那幕，爬上床后忍不住感慨：这家伙简直像个天才。过去每天晚上9点都能准时出现，可今天到了时间，对方却没有出现。伊莎贝尔有些不安地扒在窗前，希望他一切平安无事。第二天早上，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维亚松端着早餐走进房间，见伊莎贝尔神情倦怠，便看出她昨晚没有睡好。注意到房间里少了熟悉的身影，维亚松问起金蜜欢的去向。伊莎贝尔坦言她昨晚一直没出现，虽然用对方的勇敢来宽慰自己，但心里依然充满担忧。看出伊莎贝尔的顾虑，维亚松主动提出帮他出门寻找。得知对方正处于休假期，伊莎贝尔忍不住好奇追问：休假为什么还要特意跑来送早餐？维亚松温柔地表示，只要能陪在伊莎贝尔身边，对自己来说就是最好的休假。伊莎贝尔心里一阵感动，劝他趁假期去别处好好放松。维亚松见他又在替别人着想，便顺势把话题带回寻找金蜜欢。他表示已经等不及要展开搜寻，确认伊莎贝尔可以独自吃早餐后，留下句抓到金蜜欢就回来炫耀，便转身走出了房间。走出房间，关上门，维亚松这才轻轻叹了一口气。维亚松边走边盘算寻找蜜欢的去处，毕竟这家伙害得伊莎贝尔一晚没睡好。热闹的街道上围满了人群，路人议论纷纷，说前方的2个人正为了什么争执不下。维亚松拔出佩剑，直指对面的拉维纳，厉声告诫对方立刻放下手中的东西。拉维纳手里正拎着金蜜欢，面对拔剑质问，他非但没有半点慌张，反而笑着调侃，问他难道就这么问候就倒事？维亚松没心思叙旧，再次警告他把蜜欢放下。拉维纳一边阻止蜜欢醒来，一边出言挑衅，问维亚松是不是忘了10年前因顶撞自己而差点丧命的教训。听到对方提到当年的险境，维亚松语气更加冰冷，一字一顿地命令他立刻放手。面对维亚松的严肃警告，拉维纳瞬间出手，双方实力悬殊，维亚松直接被重创吐血，重重倒在地上。拉维纳拎着蜜欢居高临下，表示没想到最终还是见了血，自己没当场弄死这只小动物，维亚松理应感激才对。维亚松咬牙忍着剧痛，哪怕过了整整10年，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依然如同鸿沟般无法逾越。维亚松突然察觉到了异样，转头看向人群，发现伊莎贝尔正气喘吁吁地赶来。伊莎贝尔好不容易挤进人群，一眼就看到倒在地上的维亚松，见对方满身是血，他吓得连忙跑上前。拉维纳打量着伊莎贝尔，这才确定眼前这个小女孩就是蜜欢的主人。面对击倒维亚松的拉维纳，伊莎贝尔看着被对方拎在手里昏迷不醒的蜜欢，一时吓得僵在原地不敢动弹。但一想到现在只有自己能救她，伊莎贝尔拼命克制住内心的恐惧，强行让自己振作起来。而此时拉维纳拎着蜜欢，表示这个放肆的小家伙刚才居然还敢咬他。拉维纳要求伊莎贝尔给出赔偿，受伤的维亚松连忙上前阻拦，劝伊莎贝尔不要回应，表示这件事由自己来解决。伊莎贝尔按住维亚松的剑，劝他先把武器收起来，随后主动站了出来。伊莎贝尔直言自己是比洛蒂安的公主，那只蜜欢的名字也是她取的，她愿意为此承担责任并道歉。拉维纳质问伊莎贝尔知不知道自己是谁，提醒她别以为顶着公主头衔就能获得宽恕。伊莎贝尔镇定地表示自己非常清楚对方的身份，也知道对方绝不会因身份就手下留情。伊莎贝尔认出对方正是原著故事末尾与阿伦达成契约后便销声匿迹的关键角色。伊莎贝尔非常清楚，眼前这位正是维亚松曾经的导师，北方天空之岛的统治者拉维纳大公。拉维纳顺势亮出自己的规矩，凡是招惹他的人，他都必定10倍奉还。既然伊莎贝尔懂规矩，拉维纳便直截了当的要他提出筹码，问他能拿什么来交换蜜欢的性命。面对质问，伊莎贝尔语出惊人，表示愿意献出自己生命的最后1年。这番话让一旁的维亚松震惊不已，拉维纳同样大吃一惊，立刻追问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伊莎贝尔挽起袖子，亮出手腕上的印记，解释只要凭此去神殿取回未落的沙子，就能让人获得施行奇迹的力量。拉维纳接话道，这也正是该印记被称为诅咒的原因。拥有这种印记的孩子常常会沦为拐卖的目标，甚至被当成祭品献给权贵，用来换取所谓的奇迹。拉维纳接着表示，要不是有着公主身份，这孩子恐怕早就招致祸端，但他绝不会因此手下留情。他直截了当地提醒伊莎贝尔，仅仅1年的寿命可抵不了这只蜜欢的性命。拉维纳边说边向前迈步，坦言人的生命本就不等价，考虑到伊莎贝尔的尊贵身份，以及咬伤自己的不过是一只野兽，拉维内府下身子开出了全新的交易条件，要伊莎贝尔献出5年的寿命，问他一下如何。伊莎贝尔点头答应了5年的交易条件。拉维纳忍不住笑出声，一眼看穿他表面故作镇定，实际上正害怕的全身发抖。伊莎贝尔接着补充，5年的寿命不能立刻兑现。拉维纳警惕地警告他别耍花招。伊莎贝尔表示自己还在参与救援，他曾答应过赫克托，每天都要给华伦系统做魔导强化，这些承诺他必须先履行完。伊莎贝尔接着补充，他还要确保厨房里的魔石稳定运转，除了自己没人能办到，请求拉维纳再多宽限他一些时间。随后他掏出一个花环递给拉维纳
作为交易信物，解释这是自己和蜜獾一起编好的，对他来说极其珍贵。拉维纳看着手中的花环，有些意外。虽然不理解花环为何如此重要，但心里并不排斥，便顺势答应将它收下。询问伊莎贝尔具体还需要多久，伊莎贝尔转头问向一旁的赫克托，确认救援任务还需要多少天。赫克托支支吾吾地表示，救援时间自然是越长越好。伊莎贝尔让他直接说个确切天数。赫克托认真盘算后，表示5天时间就足够了。拉维纳一口应下，表示就给伊莎贝尔5天宽限。说罢便把蜜獾一把扔了回去，转身离开。伊莎贝尔连忙接住蜜獾，看着怀里虚弱喘气的伙伴，这才确认他平安回到了身边。维亚松愧疚地向伊莎贝尔道歉，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失误造成。伊莎贝尔摇了摇头，表示只要能成功救回伙伴，自己就已经很满意了。维亚松紧攥住拳头，心里充满了自责，恨自己不够强大，没能履行用生命守护他的誓言。另一边转身离开的拉维纳忍不住暗自感慨，是不是自己在家待了10年，已经跟不上现在的潮流了。沃恩拔出长剑拦在前方，表示自己不想多废话，直接给拉维纳下达最后通牒，如果敢拿走伊莎贝尔5年的寿命，就必须拿项上人头来赔。拉维纳叹了口气，表示刚才发生的一切对方全都看到了，要是真在这里大打出手，只会损害伊莎贝尔公主的名誉，况且当时那孩子是发着抖立下承诺的。拉维纳紧接着反问，难道真要为了区5年寿命与他这个天空岛大公为敌？在他记忆里，对方可绝不是这种多管闲事的人。面对拉维内的质问，沃恩冷冷地表示，不管对方到底是什么身份，那个女孩就是他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拉维纳看着眼前的沃恩，心中感到无比震惊。两人相识了整整数十年，他却从未见过对方这副模样。虽然极难察觉，但沃恩眼中那分明是一丝恐惧。向来冷酷无情的绝顶高手，居然也会露出害怕的神情。拉维纳忍不住轻笑起来，打趣说这真是罕见的奇景。面对沃恩严肃的质问，他顺水推舟，表示自己已经明白，劝对方先收起可怕的长剑。拉维纳摊开双手，主动退让，一口答应撤回决定，不再索要伊莎贝尔5年的寿命，坦言这场对峙算沃恩赢了。看到拉维纳当面妥协，沃恩这才将利剑收回剑鞘。拉维纳随即话锋一转，好奇地打量着沃恩，追问如果刚才自己拒绝退让，他是不是真的准备拼死一战？面对这个敏锐的提问，沃恩始终保持沉默。拉维纳见状忍不住扑哧一笑，他笑得根本停不下来。没想到向来冷酷无情的巅峰存在，竟然也会体会到害怕的滋味，而这一切全都因为那个小公主。更让拉维纳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位早已超越人类极限的强者，居然穿着件臃肿的黑斗篷，像个普通父亲一样，默默守护在伊莎贝尔身边。拉维纳轻叹一口气，既然双方之前已有约定，他自然会履行承诺，但在离开之前，他还有最后一件事项要确认。拉维内向沃恩提出请求，希望他接下来的行动能配合自己。与此同时，伊莎贝尔公主身份曝光的消息在人群中迅速传开，现场的志愿者们震惊不已。没想到这段时间暗中相助的魔法师，竟然是年仅7岁的小公主。大家不仅佩服她瞬间强化滑轮的手段，更感动于她隐瞒身份的贴心。赫克托当场一把拉住记者，要找他私下单独谈谈。他严肃地要求记者合上笔记本，指责他刚才差点损害公主的名誉。随后，记者尤尔被带入室内，心里忍不住暗自感慨，采访到的所有人全在称赞伊莎贝尔，这种盛况此前从未出现过。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动静，伊莎贝尔笑着推门而入，热情地向尤尔打招呼。尤尔连忙起身鞠躬致意，感谢公主能在百忙中抽空相见。伊莎贝尔则开朗地表示自己刚好处理完了手头的事。伊莎贝尔笑着解释，厨房模式的魔力已经补充完毕，滑轮系统的魔法也完成了强化，最要紧的工作全部妥当。尤尔看着眼前开朗的公主，心中大受震动。以前的报纸全在冷嘲热讽，质疑这不过是皇室的公关手段，公主想必也能猜到媒体会怎么写。况且她还付出了整整5年寿命，作为献给拉维纳大公的代价。面对如此沉重的负担与舆论，她居然还能笑得如此灿烂。尤尔回过神来，坦言自己一直有个疑问想请教。伊莎贝尔大方地示意他尽管提问。尤尔刚要开口发问，室外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伊莎贝尔平静地确认警报被触发。这时维亚松急匆匆推门进来，汇报说外面出了一点状况。伊莎贝尔急忙追问究竟出了什么事。维亚松神情严肃地汇报，城外突然出现了4只独眼巨兽。伊莎贝尔疑惑皇宫本有防御结界，维亚松连忙解释结界原本确实存在，但刚才拉维纳大公与沃恩陛下激战，强大的冲击直接破坏了防御机制。得知父亲就在附近，还与拉维内大公伐生过正面交锋，伊莎贝尔感到万分震惊。维亚松进一步解释说，两人交手散发的魔力波及甚广，不仅削弱了城防结界，还惊动了栖息在附近的独眼巨兽。此刻城外已经爆发了惨烈激战。尤尔满脸担忧的补充，独眼巨兽可是危险的1级魔兽，骑士团恐怕很难同时抵御4只。伊莎贝尔急切地询问巨兽的方位，维亚松透露，东西南北4个城门各出现了1只，目前皇家骑士团在西门镇守，外墙守卫正坚守在南门。伊莎贝尔立刻追问，剩下的北门和东门状况如何？维亚松表示，北门城墙十分坚固，暂时还能勉强支撑，而东门目前反而最为安全，因为沃恩陛下正独自镇守在那边。得知父亲
居然是单枪匹马迎战。伊莎贝尔的心猛地悬了起来。维亚松见状，连忙开口宽慰，强调以陛下的实力绝对万无一失。虽然伊莎贝尔心里明白父亲是世上最强大的存在，区区一级魔兽根本伤不到他，但情感上依然忍不住感到不安。伊莎贝尔生怕父亲受重伤，甚至产生再也见不到他的恐惧。维亚松温声安抚，请殿下务必相信陛下的战力。伊莎贝尔暗自打起精神，告诉自己不能坐在原地害怕发抖。他转而询问最薄弱的防御点。维亚松说明北门防线虽薄弱，但外墙守卫把守的南门更为吃紧，稍有不慎就会引发重大人员伤亡。伊莎贝尔随即征询维亚松能否亲自前往支援。维亚松对此早有准备，他顺势单膝下跪领命，表示自己可以立刻出战，但他同时恳求伊莎贝尔留在安全处，千万不要擅自前往前线冒险。郑重行礼并交代完毕后，维亚松迅速动身赶往南门。巨响在室内震耳欲聋，拉赫拉急切询问北门的支援情况，手下无奈表示南门战局太吃紧，实在抽不出人手赶去北门。可北门城墙就算再坚固，也挡不住独眼巨兽多久。面对危局，拉赫拉甚至想亲自出城引开巨兽，手下连忙阻止，直言这太危险了。拉赫拉也明白自己只是气急发话，真跑出去无非是多添一具尸体。加上法师塔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回应，面对眼前的困局，他心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室内突然有人破门而入，侍从慌慌张张地跑来汇报，说伊莎贝尔公主留下一张字条后便不知去向。根据字条上的意思，公主很可能是听说北门告急，独自跑去支援北门了。拉赫拉听到这个消息，震惊万分，气得当场拍桌起立，指责他们连个小孩子都看不住。侍从连忙解释说，公主避开了所有人，悄无声息地溜走，侍女们根本没有发觉。拉赫拉怒不可遏，直接大声呵止了他的辩解。拉赫拉严厉警告手下，要是公主有个三长两短，谁也承担不起这个后果。话音未落，剧烈的震动瞬间袭来，直接将他震得一个踉跄。拉赫拉立刻反应过来，这是独眼巨兽在猛烈撞击城墙，独自跑去北门的公主凶多吉少，局势万分危急。他果断下达最高指令，要求所有部队立刻击杀眼前的巨兽，全员以最快速度赶往北门支援。伊莎贝尔一路小跑，终于赶到了北门。现场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独眼巨兽正疯狂撞击着城墙，震耳欲聋的巨响接连传来。面对眼前可怕的情景，他的双手指不住地发抖。伊莎贝尔不断告诫自己要振作，只要独自支撑一小会儿就好。尤尔带着金蜜獾赶到现场，表示他并不是孤身一人。伊莎贝尔十分意外，忙问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尤尔解释说自己原本请求面见拉赫拉女皇，当时在室内，拉赫拉还在询问他采访志愿者的事，直言他的报纸一直在贬低公主，但伊莎贝尔确实在履行皇室职责。尤尔握紧拳头，表示风险背后才能写出好报道，他要把所有细节全都记录下来。伊莎贝尔看向一旁的金蜜獾，问他怎么也跟着跑了过来。金蜜獾用行动表明态度，伊莎贝尔绝不是孤身一人。话音未落，伴随着一声巨响，北门城墙剧烈晃动起来。见情况紧急，金蜜獾二话不说，直接一头朝前冲了过去。伊莎贝尔见状，急忙追上去，一边跑一边忍不住吐槽，警告他回头一定要挨训。之前咬拉维纳大公的账还没算，众人沿着城墙一路狂奔。伊莎贝尔亲眼看到眼前的建筑，这才切身体会到北门城墙最为坚固的传闻所言非虚。伊莎贝尔意识到独眼巨兽正在强行突破城墙，但他暗下决心，自己绝对不能害怕。他猛地推开大门，没想到门外站着的居然是维亚松。维亚松笑着表示，自己就知道殿下一定会来这里。伊莎贝尔大吃一惊，明明之前已经拜托他去支援南门。维亚松直接拆穿了他的心思，指出殿下故意把他调去南门，就是为了方便自己偷偷跑来北门。被当场抓包的伊莎贝尔瞬间哑口无言。维亚松轻轻抚摸着伊莎贝尔的头，坦言正因如此，自己才既佩服他，又忍不住担心他。话音刚落，墙体突然再次剧烈晃动，维亚松反应迅速，伸手将险些摔倒的伊莎贝尔一把抱起。伊莎贝尔嘴上强撑着说没事，却被维亚松当场拆穿，他的双腿其实正止不住地发抖。伊莎贝尔只能尴尬地辩解，自己只是吓了一跳。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前方再次传来轰然巨响，只见暴怒的独眼巨兽疯狂扑来，直接将城墙砸得粉碎。面对巨兽凶猛的攻势，维亚松果断抱起伊莎贝尔，纵身跃起，带着他避开正面的冲击。看着眼前狂暴的魔兽，伊莎贝尔告诫自己必须保持冷静。很快他便想到了击败巨兽的对策，随即他主动叫住维亚松，询问对方能否听听自己的计划。维亚松察觉到他有了主意，主动询问是不是想到了对策。伊莎贝尔坦言确实有了计划，但这可能会让他陷入危险。维亚松笑着表示自己并不介意，相信他一定会救下自己，顺势追问需要自己配合做些什么。伊莎贝尔让他先把自己放下来，接着由他去引开独眼巨兽的注意，并表示自己只需要一点时间。伊莎贝尔冷静分析，独眼巨兽向来喜温怕冷，而自己正好擅长冰系魔法，虽然未必能直接击杀怪物，却足够为援军争取赶来的时间。维亚松对这个提议赞不绝口，随即一言把伊莎贝尔放回地面，笑着表示要不是情况紧急，真想好好给殿下一个拥抱。伊莎贝尔则叮嘱他等平安回来再抱也不迟。维亚松不再耽搁，飞身跃起前去引开巨兽。维亚松大声挑衅，暴怒的巨兽立刻追了过去。
趴在墙头的伊莎贝尔打起精神，提醒自己必须集中注意力，绝不能让维亚松受伤。可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现在根本放不出像样的攻击魔法，甚至连法术形态都构思不出来。他只能苦思冥想极寒之物，脑海里最先浮现的竟是一台现代大冰箱，吓得他赶紧打消了这个念头。要是变出大冰柜，把巨兽关进去，万一被砸烂，后果只会更严重。他紧紧扯着裙角，拼命构思，必须找个庞大到无法挣脱，还能彻底冻住热血的极寒之物。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他想到了极地冰山。虽然自己从没去过极地，但他每天都在幻想是像冰山一样巨大的红豆刨冰，寒冷的景象瞬间在脑中构象成型，强大的冰系法力骤然呼啸而出。伊莎贝尔顺着极地概念继续构想，眼前浮现出无边无际的冰川世界，在那种极致的严寒面前，哪怕强悍的独眼巨兽也无法承受，因为极地的冰雪永不融化。随着构象彻底完成，庞大的冰系法力在空中凝结成璀璨冰晶，下一秒极寒之力轰然炸裂，漫天冰霜顺着地面疯狂蔓延。冰霜蔓延的同时，维亚松踩着巨兽的身体避开猛击，出言嘲讽，将怪物的注意力死死拉住。近距离交手中，维亚松敏锐察觉到异常，眼前这绝非普通的独眼巨兽，对方肩膀上竟赫然刻着神秘印记。暴怒的巨兽咆哮着发起猛攻，重重一脚踩了下来。维亚松持剑严阵以待，伴随着碎石漫天飞溅。维亚松咬牙硬抗着猛烈攻势，面对眼前强悍的怪物，连他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就在他怀疑还能支撑多久时，一阵冰冷的狂风呼啸而过，极寒的冰霜顺着地面迅速蔓延，直接将巨兽的双腿彻底冻结，冰雪瞬间覆盖了整片区域。暴怒的巨兽被困在冰晶之中，再也无法动弹。维亚松稳落回冰面上，看着眼前这惊人的法力，有种感叹伊莎贝尔的实力不可思议。就在这时，空中竟掉落下一阵红豆与牛奶，维亚松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伊莎贝尔构象冰雪时，脑子里想的居然是红豆刨冰。虽然这个细节十分可爱，但维亚松的神情很快严肃起来。如此大规模的范围魔法，强行维持下去实在太危险了。维亚松意识到必须立刻阻止，大声呼喊，让伊莎贝尔赶紧停下魔法。然而，伊莎贝尔满脑子都是红豆与炼乳，仍在强行维持庞大的法术。维亚松焦急地大声警告。话音刚落，伊莎贝尔便因体力透支流出鲜血，整个人瞬间失去平衡倒了下去。维亚松急忙冲上前去，一把将昏迷的伊莎贝尔抱入怀中。他发现伊莎贝尔周身冰冷异常，显然强行维持极寒魔法，导致身体受到严重反噬。维亚松片刻不敢耽误，赶忙调动魔力为他取暖。然而还没等伊莎贝尔苏醒，远处被冰封的巨兽再次发出咆哮，危机显然并未就此解除。伴随着一声剧烈轰鸣，强大的震动瞬间席卷而来，沉重的脚步声在快速逼近。维亚松感到难以置信，以刚才极寒魔法的强度，巨兽绝不可能这么快破风而出。可眼下的局势根本容不得多想，怀里的伊莎贝尔伤势严重，持续昏迷，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维亚松果断叫上金蜜獾，打算以最快速度向前奔逃。可金蜜獾根本没有停下，反而义无反顾地冲进浓烟。无论如何，他都要保护好伊莎贝尔。现场记者尤尔在高处展开实时报道，突然出现的独眼巨兽造成严重破坏。伊莎贝尔殿下与维亚松正挺身迎战，随着伊莎贝尔全力施展冰系魔法，漫天风雪呼啸而至，极寒冰霜在瞬间将四周彻底冻结。在远处观测战况的尤尔深感震撼，直言从未见过如此强悍的魔法。独眼巨兽被死死困在冰晶中，无法动弹。看到魔法顺利生效，伊莎贝尔兴奋地向远处挥手致意。可还没等大家松一口气，被封冻的巨兽体内竟再次爆发出一声可怕的咆哮。看到巨兽再次逼近，众人的处境危在旦夕。尤尔心急如焚，见巨兽还在顽强抵抗，他决定冲出高台，吸引巨兽注意。正当尤尔准备动身时，一道身影从身后将他拦下，提醒他别轻举妄动，专心做好现场报道即可。尤尔震惊地回头看去，赶来支援的竟然是拉维纳大公。话音未落，拉维纳便已纵身跃下高台，直奔战场。尤尔连忙举起魔法观测仪，重新聚焦远处的战场。滚滚黑烟之中，狂暴魔力不断翻涌。金蜜獾下定决心誓死守护伊莎贝尔。伴随着一声低沉怒吼，他缓缓睁开了冰冷的紫瞳。还没等金蜜獾彻底爆发，拉维纳大公便已赶到，抬手一掌将他当场拍倒在地。见到赶来救场的人，维亚松震惊地喊了一声师傅。拉维纳冷哼一声，他直言自己出手纯粹是为了伊莎贝尔，毕竟公主还欠着他5年的承诺，绝对不能死在这里。话音刚落，拉维纳拔剑而起，迎面杀向巨兽。拉维纳高高跃起，顺势将佩剑重重刺入巨兽头部，伴随着冰晶崩裂的巨响，庞大的巨兽轰然倒塌，被当场斩杀。拉维纳轻盈落地，缓步走到维亚松身前。维亚松紧抱着昏迷的伊莎贝尔，嘴硬表示自己不会道谢。拉维纳则干脆表示自己根本不在乎。随后他看向伊莎贝尔，向维亚松询问起刚才那招大范围魔法的细节。维亚松坦言，这正是伊莎贝尔亲自施展的招式，虽然身形娇小，实力却比任何人都要强大。得知如此强悍的魔法出自公主之手，拉维纳感到十分意外。维亚松趁机警告师傅别打伊莎贝尔的主意，拉维纳没有反驳，俯身处碰冰面，分析起这个魔法的巧妙构造。
察觉异样的他顺手抓起一把冰沫，直接塞进了维亚松嘴里。维亚松嚼着冰块，承认味道确实美味。拉维纳忍不住由衷感叹，纯靠想象力重现美味的魔法，实在令人惊叹。拉维纳赞赏伊莎贝尔的天赋，维亚松更是自豪地表示，他早晚能超越大魔法师，成为时代的顶峰。说话间，怀里的伊莎贝尔缓缓睁开双眼，迷迷糊糊地唤了一声维亚松。见殿下苏醒，维亚松赶忙关切询问。伊莎贝尔表示并无大碍，让维亚松先将自己放下来。刚一落地，伊莎贝尔便急忙询问巨兽的状况。维亚松解释，多亏拉维纳大公及时出手。伊莎贝尔连忙转身致谢，话还没说完，就看到瘫倒在地的金蜜獾，顿时吓得当场尖叫起来。拉维纳解释金蜜獾太吵，自己只是随手一拍，他只是昏了过去。伊莎贝尔心疼地冲过去，一把将金蜜獾抱起。伊莎贝尔大声抱怨拉维纳出手过重，明明有约定，怎能下此狠手？拉维纳听得头大，直言他语速太快，自己根本听不清。为了平息争吵，拉维纳当场保证绝不再动手。伊莎贝尔这才放下心来。拉维纳看着护短的伊莎贝尔，暗自感叹这位小殿下脾气还真不小。拉维内刚觉得伊莎贝尔有些可爱，就猛地给了自己一巴掌，强行清醒。维亚松嘱咐伊莎贝尔稍作等待，便上前调查巨兽，与拉维纳共同飞身跃下，落在冰面之上。仔细查看后，维亚松证实了自己的猜想，这只巨兽不仅体型远超同类，肩膀上甚至刻着极其不祥的神秘印记。拉维纳向维亚松询问线索，维亚松细细辨识着空气中残留的气味，确认了这股熟悉的味道。他想起很久以前自己曾长期追踪的一个人，巨兽散发的气味与那人完全一致，那人正是来自米罗特尔魔法协会的大魔法师维尔赫姆。尤尔正伏案撰写新闻稿，记录王国遭遇巨兽袭击的始末，并在报道中大加赞赏伊莎贝尔展现出的惊人魔法。就在尤尔奋笔疾书时，房门突然被人一把推开，突如其来的打招呼声直接打断了尤尔的思路。来人正是记者莱萨琳以及实习记者麦克。莱萨琳一进门就开口调侃，说尤尔俨然成了公主的追随者。面对满脸疑惑的尤尔，莱萨琳耸了耸肩，带来一个坏消息：尤尔之前发回的所有相关报道已经被报社高层全部退回。面对报道被全盘否定的结果，尤尔坚称记者的职责是传递真相。莱萨琳听完却忍不住笑出声，嘲讽尤尔竟然真被小公主给骗了。在莱萨琳看来，记者不过是一份拿钱办事的差事，出资人让写什么就要写什么。随后莱萨琳传达了高层的决定，正式撤销尤尔在此地的报道任务。他从麦克手中拿过调令，一把将文件狠狠塞进尤尔怀里。莱萨琳幸灾乐祸地提醒，随着考核期临近，尤尔恐怕很快就要被降级，沦为后备麦克的下属。与此同时，巨兽袭击留下的痕迹仍在紧张修复，刚修好的区域再次遭到损毁，工人们忍不住连连抱怨。赫克托队长来到修缮现场，看着眼前大片受损的建筑，深感损失远比预想中还要严重。赫克托正担忧殿下安危，莱萨琳却突然上前将他打断。莱萨琳表明身份之后，直奔主题追问起巨兽袭击的细节，哪怕赫克托明确表示工作繁忙，他依然不依不饶地纠缠。莱萨琳故意抛出尖锐的引导性提问，质疑伊莎贝尔贸然赶往北门，不仅打乱了女皇的整体部署，还直接导致南门损失惨重。面对这番恶意扣帽子的质疑，赫克托当场被彻底激怒，严肃警告他不要继续胡搅蛮缠，并毫不客气地将莱萨琳驱逐。赫克托不愿再听莱萨琳辩解，直接带着手下转身离开。莱萨琳却丝毫不以为意，转头又缠上现场的其他工作人员，继续打听情况。围观的工人私下议论纷纷，奇怪报社怎么突然换了记者，也明白为何巨兽袭击的报道迟迟未发。看着莱萨琳傲慢的姿态，大家心中满是不满与愤怒，痛恨无良记者捏造事实抹黑殿下。而在不远处的角落里，金蜜獾正暗中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莱萨琳伏在案前，挖空心思琢磨抹黑伊莎贝尔的标题，嫌手头的写法不够劲爆，他又换上了更加耸动的噱头。莱萨琳本想找麦克讨论，连叫了几声却毫无回应，回头才发现对方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以为是新人偷懒打瞌睡。莱萨琳气得上前踹了麦克一脚，不料麦克身子意外，当场直接倒了下去。见麦克突然倒地，莱萨琳心中猛然一惊，还没等他回过神来，金蜜獾突然从一旁窜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莱萨琳不仅没有慌乱，反而嘲弄小兽再聪明也只是只畜生。他得意洋洋地表示，为了确保自身安全，房间里早就安置了记录石，刚才发生的一切已全被记录在案。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房间内突然传来刺耳的碎裂声。莱萨琳抬头一看，引以为傲的记录石竟当场爆碎失效。此时桌上的金蜜獾周身爆发出耀眼的紫色魔力。金蜜獾早已看清局势，明白光撕毁稿件毫无意义，只要人还在就随时能够重写。想要彻底杜绝麻烦，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对方再也无法动笔。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骨折响动，金蜜獾当场捏断了莱萨琳的手腕，痛得莱萨琳失声惨叫，连连求饶。可还没来得及得意，金蜜獾的动作突然僵在原地。他猛然意识到，要是让伊莎贝尔知道自己下了重手，后果绝对不堪设想。一想到公主发飙的可怕模样，刚才还冷酷的金蜜獾顿时慌了神。为了掩盖现场痕迹，金蜜獾飞身重重一脚踹在莱萨琳头上，当场将她踹晕过去。要不是顾及伊莎贝尔的反应，他的手段绝不止打晕这么简单。
迅速处理完现场，金蜜獾直接推开窗户，纵身跃出，动作利落的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在金蜜獾纵身跳窗离开后，漆黑死寂的房间门口，悄无声息地浮现出一道黑袍身影。昏迷中的莱萨琳突然惊醒，大声哀嚎着自己的双手。可等他定睛一看，双手竟然完好无损。他大口喘着粗气，安慰自己刚才只是太累产生了幻觉，毕竟一只小野兽怎么可能会使用魔法？看着被撕碎的稿件与损毁的记录时，以及倒在一旁昏迷不醒的麦克，莱萨琳自以为是的断定，这定是趁他打瞌睡潜入的刘贼所为。他暗自庆幸自己早就留了备份，伸手一把拉开抽屉，房间里顿时传出一阵绝望的尖叫。抽屉里根本没有什么备份，只留下一张冰冷的警告字条，不仅威胁下次会废了他的手，还顺手带走了所有底稿。莱萨琳吓得当场瘫倒在地，这才惊恐地意识到刚才那场恐怖的袭击根本不是噩梦。与此同时，在深夜的屋外，尤尔抱着底稿一路狂奔，身影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魔力透支的伊莎贝尔从床上醒来，感到全身虚弱无力，长久躺卧让她浑身关节僵硬，便决定下床活动一下。她强撑着摇晃的身体走向门口，打算去找维亚松一起散步。推开房门，刚好遇到守在门外的女仆。女仆见状，连忙上前搀扶询问，提醒殿下有任何需要只需拉铃吩咐。伊莎贝尔笑着表示自己并无大碍，只是想要去找维亚松。女仆告知维亚松爵士正在会客，伊莎贝尔便打算自己过去找他。女仆有些不放心，想要陪同前往。伊莎贝尔微笑着谢绝了他的好意。女仆随即指明爵士就在花园里，顺着走廊尽头的门直走就能看到。伊莎贝尔轻声道谢后，独自一人向着花园的方向走去。伊莎贝尔沿着长廊慢慢前行，虽然虚弱的身体仍有些隐隐作痛，但她觉得自己只要小心一些就没关系。而在她身后粗大的石柱阴影里，阿伦正静静注视着她的背影。穿过走廊尽头，来到屋外，眼前随即呈现出一片风景秀丽的大花园。看着眼前开阔迷人的景致，伊莎贝尔庆幸自己决定出来散步，感受着这里截然不同的异域植被风格。猜测也许是因为王国的气候比较炎热，伊莎贝尔好奇地辨认着花园里的植物，眼前满是挺拔的棕榈树与仙人掌，还有各种带刺的奇特花木。看着那株满身是刺的植物，他忍不住联想起金蜜獾发脾气的模样，当场被自己的念头逗得笑出了声。正当他兴致勃勃准备去看下一株时，强烈的虚弱感却突然猛烈袭来，眼前顿时一阵天旋地转。他甚至误以为是周围的树木正在倒伏，可他很快就清醒地反应过来，真正倒下去的其实是自己。就在伊莎贝尔即将摔倒的瞬间，阿伦突然冲出，伸手一把将他稳稳接在怀中。看着近在咫尺的陌生面孔，伊莎贝尔心中正疑惑对方的来历。两人还没站稳身形，就因为重心不稳微微踉跄了一下，四周顿时陷入了一片微妙而尴尬的沉默。伊莎贝尔连忙向对方轻声道歉，解释自己只是突然受了惊吓。阿伦神色平静地回了句没关系，虽然头晕让他视线有些模糊，伊莎贝尔确信自己从未见过对方，心底却莫名涌起一股奇异的熟悉感。阿伦随口询问他打算去往哪里，伊莎贝尔解释自己本是出来找人，中途却突然感到体力不支。阿伦听后随即主动伸出手来，劝他赶紧回房间好生休养，并提出要亲自护送他回去。看着对方伸到面前的手掌，伊莎贝尔心头有些迟疑，不知自己是否应该握上去。他心中暗自揣摩，对方大概是城堡里的仆人或园丁，眉宇之间看着不像坏人，甚至隐隐透着一股似曾相识的亲切，便打消顾虑，握住对方的手，连声道谢。随后阿伦牵着他往前走，伊莎贝尔顺势打听起对方的身份，询问他是否住在这里，又叫什么名字。可阿伦只是语气冷淡地表示自己并不住这。见对方不愿多谈身份，伊莎贝尔便笑着表示不方便透露也没关系，自己方才只是随口好奇一问。注视着身前少年的挺拔背影，伊莎贝尔暗想对方或许也是隐瞒了来历，特意跑来城堡做志愿者的贵族，而且身形个头居然比米哈埃尔还要高挑。这时阿伦终于缓缓开口回应，表示自己其实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伊莎贝尔刚回过神来，又猛然注意到对方深邃的发色与金蜜獾极为相似，还没等他仔细琢磨其中的关联，阿伦突然停下脚步，提醒已经到了目的地。伊莎贝尔一时没能停住步伐，迎面径直撞在了对方背上。就在此时，前方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交谈声，打破了两人之间微妙的气氛。伊莎贝尔顺着声音望去，发现自己要找的维亚松正在前方与人交谈，他连忙笑着转过身，想要向身旁的少年致谢，感激对方一路贴心带路。可话刚说到一半，猛一回头才赫然发现，刚才还伫立在身旁的黑发少年竟然已经无声无息的凭空消失了。望着空荡荡的走廊长道，伊莎贝尔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直到最后都没能问出救下自己的少年究竟叫什么名字。伊莎贝尔一路跑了过去，见到维亚松后连忙询问情况。维亚松解释说，清早有一位客人突然登门，自己这才没能提前交代。伊莎贝尔原以为来的是赫克托队长，不料维亚松身旁身穿斗篷的客人主动上前，表示有要事想找殿下商量，而这位客人正是尤尔。伊莎贝尔主动向尤尔打招呼，注意到对方脸色十分苍白，便热情邀请他进屋享用早餐，还顺带夸赞了王宫的佳肴。尤尔恭敬谢过了殿下的款待，伊莎贝尔连忙客气地表示，餐点并非自己亲手准备，不敢拘受这份谢意。用餐时，伊莎贝尔
未多问一句。这份体贴让尤尔深受触动，暗下决心绝不再写攻击殿下的文章。随后他恭敬呈上一封稿件，向好奇接过的伊莎贝尔说明，这是辛尔与记者所写文章的副本。伊莎贝尔没有急着拆开稿件，而是询问尤尔为何将它交给自己。尤尔坦白原件已经被毁，这是好不容易带出来的副本，他非常后悔过去不顾事实写下贬低报道。如今他决定正式向伊莎贝尔道歉，无论受到何种惩罚都甘愿承受。面对尤尔突如其来的认错，伊莎贝尔一时间愣在原地。伊莎贝尔坦诚心里确实受过伤害，过去也很害怕被所有人讨厌。随后他话锋一转，询问尤尔离开报社后的打算。伊莎贝尔补充问道，既然决定不再撰写恶评，报社上司难道不会继续逼迫吗？尤尔说明自己打算直接辞职，虽然还没想好去处，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听到对方准备离开，伊莎贝尔心中有了主意，她顺势抛出邀请，询问尤尔是否愿意担任皇室专属记者。突如其来的邀约让尤尔当场愣住。伊莎贝尔接着说明，帝国500年来向来不对媒体多加干涉，但当谎言被众人反复传播，假的也会被误认为真相。眼下魔法联邦正重金操控舆论，他绝不想花钱去伪造报道，而是希望找到能公正记录事实的。伊莎贝尔表示过去的事不再追究，希望尤尔能留在身边为民众报道真相。尤尔感动不已，躬身表示万分荣幸，非常乐意接受这项任命。伊莎贝尔笑着表示非常期待接下来与这位官方记者共事。维亚松得知后非常赞成，还主动帮忙落实了专属记者的职务。尤尔每天满腔热情地拿着相机，跟在伊莎贝尔身边记录事实。几天之后，阿尔菲亚王国的重建工作已经接近尾声，破坏的土地逐渐恢复生机，也到了伊莎贝尔兑现对拉维纳承诺的时候。偏偏就在这时，皇帝陛下因紧急政务召见维亚松，维亚松不得不暂时离开一阵子。伊莎贝尔决定趁这个机会独自前往神殿履行约定。一想起金密欢愉未来，沉重的脚步也轻快了许多。伊莎贝尔在路上遇到了拉赫拉，拉关心地询问他身体恢复得如何。伊莎贝尔感谢了对方送来的滋补膳食。拉赫拉表示自己刚好也要去附近办公，便主动邀请伊莎贝尔同乘马车前往。伊莎贝尔一口答应了下来，随后跟着拉赫拉一起登上了出发的马车。马车穿过恢复生机的街头，拉赫拉看着窗外感慨，眼前的热闹景象让人几乎忘了这里刚经历过地震。伊莎贝尔顺势提议让拉赫拉探出窗外向民众挥手致意，大家见到一定会很高兴。拉赫拉笑着婉拒了这个提议，表示只要看到大家平安就已经足够，自己只是尽到了应有的职责。伊莎贝尔有些担心报刊又会胡乱报道，拉赫拉则微笑着表示自己只相信亲眼看到的事实，也很佩服伊莎贝尔此前为民众做出的牺牲。拉赫拉坦言，先前见伊莎贝尔毫不犹豫击退强敌，曾以为这背后隐藏着政治目的，但一路观察下来，才明白他是真心守护阿尔菲亚王国，因此不仅发自内心想要道谢，更希望能和他成为朋友。拉赫拉不由想起当初在诸王会议上，皇帝夫妇为了赶去给伊莎贝尔过生日，竟提前结束会议当场离席。留在现场的各国国王都以为这是某种特殊的政治信号，虽然猜不出具体缘由，却坚信背后藏着涉及伊莎贝尔的重大秘密。如今亲自见到伊莎贝尔，拉赫拉这才彻底明白，皇帝夫妇当年匆忙离席，真的只是单纯想去陪女儿过生日。听到拉赫拉主动提出想交朋友，伊莎贝尔感到十分惊喜。拉赫拉笑着问他是不是担心两人年龄差距太大。伊莎贝尔连忙摆手表示完全不会，自己高兴还来不及，并大方地让对方以后直接称呼自己的名字。拉赫拉打趣说这样直呼其名恐怕有点难度，随后主动提议伊莎贝尔以后也可以直接叫他拉赫拉。伊莎贝尔开心地一口答应下来。马车抵达目的地后，伊莎贝尔追问拉赫拉此行的真正目的。拉赫拉表示处理完事情会再做解释，让伊莎贝尔先去忙自己的事，并承诺待会儿会安排马车来接他。两人道别之后，拉赫拉乘着马车先行离去。这时拉维纳出现在高处，俯视着下方的伊莎贝尔，询问他是否已经准备好去履行之前的承诺。伊莎贝尔认真地回应拉维纳，表示自己今天正是来兑现约定，准备将答应的寿命献出来。拉维内点头示意，随即带着伊莎贝尔一同朝深处走去。看着紧跟在身后的女孩，拉维纳发现她刚才回答的毫不犹豫，此刻身体却紧张得微微发抖，显然是在强撑着故作坚强。拉维内问伊莎贝尔刚才为何拍自己的脸，随即摇摇头，不再多说，催促她继续往前走。大门被推开后，大殿内赫然站着一位身穿黑色斗篷的人，突如其来的身影让两人同时一愣。拉维纳一眼就认出对方正是沃恩，忍不住低声吐槽这身伪装太过敷衍。沃恩连忙示意他保持安静，伊莎贝尔却完全没有看破伪装，真以为对方是神殿派来带路的使者。他主动伸出小手，询问对方能否牵着自己一起往前走。沃恩闻言握住了他伸来的手，伊莎贝尔开心地抬起头，直言对方的手掌又大又温暖，简直就像父亲的手一样。这话一出，一旁的拉维纳忍不住笑出了声。感受着掌心传来的温度，伊莎贝尔不由想起前世在病房里的场景。那时她看着窗外被父母牵着的孩子，心里便常常暗自想着，只要能有一只这样温暖的大手牵着自己，自己面对任何事情就都不会害怕了。掌心的温度让伊莎贝尔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坦言现在的自己真的一点也不害怕了。她握着
那只大手继续说道：“自己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能像这样和父亲手牵手散步。”拉维纳听完忍不住打趣：“难道你的心愿就只有这么简单吗？”一旁的沃恩更是被说得陷入沉默。伊莎贝尔又连忙补充：“其实，在传送门演示的那天，父亲就已经牵过自己的手了。”拉维纳若有所思的感慨：“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自己的父亲。”就在这时，周围异变突生，一股诡异的气流在大殿中呼啸而起。那只原本紧握的大手突然化作一道光芒，凭空消失。伊莎贝尔顿时愣在原地。拉维纳见状，忍不住出言调侃：“看来对方的带路任务已经完成，或者是被刚才真情流露的话弄得害羞逃跑了。”两人穿过回廊，继续向前。大殿中的卡德丽娜早已等候在此，一见面便爆出一长串夸张的头衔。拉维纳见状，连忙出声打断，催促他不要废话，赶紧进入正题。卡德丽娜随即收敛神色，伸手指向前方高耸的祭坛，请伊莎贝尔先躺到上面去。伊莎贝尔闻言，迈步朝祭坛走去。卡德丽娜再次出声提醒伊莎贝尔，这场仪式可是要付出整整5年的寿命，问他难道真的下定决心不害怕吗？伊莎贝尔扶着祭坛认真回答，虽然失去寿命心里会难过，但自己绝不感到害怕，因为金蜜獾是他最重要的朋友，如果失去对方，自己才会更加伤心。拉维纳与卡德丽娜听完这番真挚的话语，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随后，卡德丽娜宣布仪式正式启动，伊莎贝尔也在祭坛上缓缓躺好。璀璨的金光随即从祭坛升起，将伊莎贝尔整个人笼罩其中。光芒不仅没有带来预想中的痛苦，反而让她感到无比温暖。不知过了多久，伊莎贝尔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恍惚间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守在祭坛旁的拉维纳见状，微笑着轻声询问他是否清醒。伊莎贝尔低头看去，惊讶地发现金蜜獾居然正安稳地趴在自己怀里，让他一时间疑惑，对方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拉维纳随即在旁解释，这只蜜獾绝非普通的生物，它不仅拥有接近人类的意志与判断力，体内甚至还蕴含着微弱的魔力。在古老仪式的法则判定中，它的生命价值与伊莎贝尔完全等同，因此伊莎贝尔的5年寿命并未遭到任何消耗，整个人完好无损地保全了下来。拉维纳语气平静地告诉伊莎贝尔，她的寿命其实完全没有受损，因为金蜜獾刚才主动站了出来，献出了自己整整10年的寿命，替他顶替了原本要付出的5年代价。得知真相的伊莎贝尔满脸难以置信，连忙焦急地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此前说好要扣除的是自己的寿命。拉维纳随即向他解释起刚才的经过。就在伊莎贝尔在祭坛上沉睡过去时，金蜜獾突然一路猛冲进了大殿，大吵大闹地当场叫嚣着，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伊莎贝尔。当时金蜜獾气势汹汹地宣称，自己可是天才蜜獾，完全愿意用自己的寿命来进行顶替。于是卡德丽娜便顺应了他的要求，两人甚至还当场吵了起来。卡德丽娜质问自己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金蜜獾却毫不客气地反驳，自己根本就不是由人类养大的。得知金蜜獾为了自己白白消耗10年寿命，伊莎贝尔心疼地将他紧紧抱在怀里，哭着说金蜜獾明明答应过自己会一直陪伴左右，而且活得比自己还要久。伊莎贝尔忍不住再次追问，难道对方真的收走了金蜜獾的寿命？就在这时，拉维纳突然敏锐地察觉到身后正传来一阵令人胆寒的可怕杀气，他连忙摆动双手开口解释，刚才那番话其实只是开个玩笑，金蜜獾身上并没有神圣印记，自己根本不可能收走他的寿命，眼下所有人的寿命全都完好无损。得知真相的伊莎贝尔终于松了一口气，但随后又有些担忧地轻声询问对方是不是打算索要别的报酬。拉维纳微笑着轻轻摇了摇头，表示能亲眼见到如此真挚的情谊，对自己而言就已经完全足够了。拉维纳随手召唤出一道温和的水流，细心地替伊莎贝尔擦去脸上的泪痕。得知大家全都平安无事，伊莎贝尔心中满是感激，连连道谢。拉维纳径直走向了守在门口的沃恩，表示大殿这边的事情已经全部妥善办好。接着话锋一转，询问陛下能否顺便把维亚松也召唤过来。沃恩神情严肃地出声警告，绝不允许任何人对皇室有不敬之举。随后还是顺应要求唤出了维亚松，命他立刻汇报前线的调查情况。维亚松神色凝重地提起独眼巨人的事，表示怪物身上残留着维尔赫姆的气息。拉维纳也在一旁出声证实，虽然眼下无法断定幕后黑手就是威尔赫姆本人，但那头怪物在行动时绝对受到了外部干预。面对沃恩的进一步追问，拉维纳解释怪物的肩膀上刻有骷髅纹章，看起来像是专门针对伊莎贝尔所施加的咒术。沃恩沉声追问施术者此前是否接触过伊莎贝尔。拉维纳思索片刻后表示确实有这种可能，随后便想起伊莎贝尔此前在志愿活动中曾经消耗过极其庞大的魔力。维亚松赞同地点了点头，推测怪物很可能是循着伊莎贝尔残留下的庞大魔力痕迹一路追踪而来。沃恩也随即回忆起此前守卫东门时的情景，当时独眼巨人原本只是单纯破坏城墙，盲目的冲向人群聚集的区域，但在中途即便遭遇猛烈攻击，怪物的目光也始终死死锁定在北方，前进的方向更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改变。维亚松立刻指出，
那个时间点正好与伊莎贝尔赶往北门完全重合。在场几人经过分析一致认定，袭击王城的怪物真正的目标确实就是冲着他来的。维亚松接着在旁补充说明，自己当时正面交战的那头怪物，同样是在伊莎贝尔赶到现场后变得更加狂暴。拉维纳汇报完所有的调查结果后，顺势打趣地表示，自己这就去把公主带过来，好让沃恩陛下等会儿能牵着女儿的手一起回家。伊莎贝尔此时正抱着金蜜獾，开心的一路小跑过来，远远的就喊着维亚松的名字。看到伊莎贝尔精致的脸上还残留着泪痕，维亚松连忙关切地上前询问具体情况。伊莎贝尔笑着安慰他自己早就没事了，拉维内大公其实根本没有拿走任何人的寿命。确认金蜜獾平安无恙后，维亚松提议立刻护送伊莎贝尔返回寝宫，并主动伸出双手准备帮他接过金蜜獾。伊莎贝尔欣然点头，一口答应了下来。没想到一旁的沃恩也突然伸手凑了过来，两人谁也不肯主动退让，空气中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与僵持。维亚松面色严肃地强调，自己身为随身骑士，理应全权负责护送。伪装的沃恩则针锋相对地表示，在神殿的领地范围内，必须由自己亲自带路。双方各执一词，在暗中较劲。见两人僵持不下，聪慧的伊莎贝尔主动牵起了沃恩的手，安排沃恩先送自己前往马车旁边，等上了马车之后，再由维亚松接手护送回宫。伪装的沃恩见女儿妥善安排，便不再坚持，牵着伊莎贝尔的手，迈步带领她先行前往停靠在外的马车。与此同时，在王城的另一处宫房内，帝国顶尖的珠宝鉴定师马尔科正耗费巨资租来一块传说中的求婚石，准备对其展开极为深入的学术研究。可就在他屏住呼吸，伸手拿起宝石的瞬间，求婚石的内部突然迸发出极其耀眼的光芒。这突如其来的剧烈异样让他当场吃惊不已。还没等马尔科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那块价值连城的昂贵求婚石竟当场裂开，伴随着一声脆响，直接碎成了两半。面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毁灭性变故，想到这可是皇室托付给自己的绝世瑰宝，马尔科整个人如遭晴天霹雳，绝望地瘫趴在桌前彻底崩溃。可还没等他悲伤太久，四周突然传出一阵奇异的嗡鸣声。马尔科颤抖着拿起放大镜仔细辨认，碎裂的求婚石残骸周围居然凭空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大堆崭新的宝石。马尔科震惊地发现，这些凭空冒出来的全都是极品钻石。还没等他从巨大震撼中缓过神来，更多的钻石如同失控的喷泉般疯狂喷涌，漫天飞溅的璀璨宝石将他当场砸倒在地，耀眼夺目地钻石更是将原本精致的锦盒彻底填满。伴随着阵阵清脆的马蹄声，马车顺利抵达了王都街头。伊莎贝尔轻快地跳下马车，为化险为姨平安归来松了一口气。身旁的维亚松轻声提醒，接下来该换乘回宫的马车了。伊莎贝尔这才注意到街道两旁的盛大布置，猛然想起阿尔菲亚王国的庆典就在最近。维亚松在一旁笑着补充，看来庆典在他们待在神殿期间就已经热热闹闹的正式开幕了。维亚松忍不住打趣感叹，拉赫拉女皇的行事作风向来果决高效，一听到庆典两个字，伊莎贝尔瞬间两眼放光，兴奋地表示自己还从没参加过民间庆典，迫不及待地连连追问，街道上是不是到处都有美食和舞蹈？维亚松笑着向他解释，镇上的中心广场会有乐团演奏和舞蹈表演。话音未落，身穿华丽礼服的拉赫拉女皇便仪态万千地亲自迎上前来，微笑着欢迎两人及时平安赶到。这一幕让伊莎贝尔忍不住发出了惊叹，女皇陛下的这身礼服实在太好看了。拉赫拉微笑着向她致谢，随即注意到对方裙摆上的明显污渍。伊莎贝尔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那是刚才抱金蜜獾时不小心蹭到的。拉赫拉笑了笑，希望能邀请伊莎贝尔抽空陪自己小聚片刻。酒馆里的客人们正痛快畅饮，兴奋地热议公主此前施展魔法救人的壮举，直言当时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奇迹，要不是有公主四处奔走帮忙，大家根本不可能渡过难关。其中一名喝高了的酒客更是得意洋洋地向身旁同伴吹嘘，自己早就和救人的公主成了朋友，引得周围酒客一阵羡慕惊呼。拉赫拉女皇此时正陪在伊莎贝尔身边，看着店内热闹欢快的气氛，伊莎贝尔由衷感叹大家看起来都很开心。拉赫拉女皇温柔地注视着她，直言正是因为有伊莎贝尔的默默付出，大家才能重新绽放出这样灿烂的笑容。还没等伊莎贝尔开口回应，眼尖的酒客就突然注意到了两人的身影。拉赫拉见状连忙小声提醒，再待下去肯定会被那个醉汉缠住不放。伊莎贝尔顺势找了个借口开溜，谎称自己要去逛街边的冰淇淋摊。拉赫拉还不忘推荐他去尝尝特色仙人掌口味。身后的酒客还在兴奋地大声呼喊，伊莎贝尔早已迈开步子，一路小跑冲进巷子，避开人群后，他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反应足够快才没被当场围堵。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伊莎贝尔由衷感叹，这个庆典简直太棒了。伊莎贝尔打算稍作休息，待会儿要接着在庆典上大吃特吃，特别是刚才尝到的仙人掌果串，让他对其他王国的庆典美食充满了无尽期待。想到自己现在的寿命不仅完好无损，而且未来还有大把自由时光，他兴奋地高呼要逛遍全世界的所有庆典，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充实时。就在他独自欢呼庆祝时，身旁昏暗的树丛中突然传出一阵异响，紧接着亮起了一道刺眼的耀眼光芒。伊莎贝尔还没来得及看清究竟，便在转角处撞上了迎面走来的阿伦。
伊莎贝尔定睛一看，瞬间认出了眼前这位黑发少年，正是那天在花园里好心帮过自己的男孩。他立刻兴奋地上前主动搭话，再次郑重地向对方表达感谢。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热情道谢，阿伦的神情依然十分平静，语气淡淡的回应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伊莎贝尔心中依然满是感激，直言那天要是没有他热心指路，自己恐怕早就彻底迷路了，而且也多亏了他，自己才能顺利找到维亚松。见伊莎贝尔独自待在偏僻的小巷里，阿伦顺口问他是不是并不喜欢热闹的庆典。伊莎贝尔连忙摇头，表示自己超级喜欢庆典，恨不得每天都能过节。阿伦闻言有些好奇地追问，既然这么喜欢，又为什么一个人躲在这里？明明广场上所有人都在热烈讨论他的功劳。面对追问，伊莎贝尔一时有些不好意思。阿伦敏锐地看穿了他内心的顾虑，猜到是因为大家都在辛苦重建村庄，焦点却全聚在他一人身上，让他觉得很不自在。伊莎贝尔轻轻点头承认了这份心思，解释说自己其实只是在最后关头才敢去帮忙。两人随即在小巷墙边并肩坐了下。阿伦却完全不认同伊莎贝尔的自我怀疑，他神情认真的一件件述出对方做过的所有贡献，在志愿活动里用魔法帮大家清凉解暑，毫不费力地协助工人们搬运沉重的器材，还在独眼巨人突然袭击时挺身而出，勇敢击退怪物。在阿伦看来，大家打心底里崇敬他完全是理所应当。听完眼前少年这番真诚笃定的认可，伊莎贝尔心头一暖，十分真挚地向他道谢。伊莎贝尔有些好奇地歪头追问，他怎么会对那些琐碎细节知道的这么一清二楚？阿伦被问的顿时有些不知所措，掩饰性地轻咳了一声，移开视线，随口解释说是有个大嗓门的家伙在到处宣扬。说完，他利落地站起身来，主动朝伊莎贝尔伸出了手，坦诚表示如果他一个人过去觉得别扭拘束，自己随时可以陪他一起过去逛逛。阿伦带着伊莎贝尔一路飞奔向中心广场，整条主干道上到处都是演奏乐器和起舞的人潮。看到眼前热火朝天、欢歌笑语的景象，伊莎贝尔忍不住由衷感叹，这里的狂欢气氛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精彩百倍。阿伦转过头顺口问他以前有没有跳过这种舞。伊莎贝尔眼神有些迟疑地表示自己算是有过经验。伊莎贝尔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以前练习交际舞时自己被折腾得满天乱飞的狼狈惨状。就在他原地愣神发呆的瞬间，阿伦已经顺势向他发出了热情的共舞邀请。伊莎贝尔慌乱的连连摆手解释自己刚才可完全没说擅长跳舞，阿伦却直接微笑着牵起了他的手，坦白表示自己其实也从来没有跳过舞。他温声安慰伊莎贝尔，今天这场庆典本就是为了庆祝大家的辛苦付出，只要彻底放开怀抱，好好享受快乐就好。伊莎贝尔闻言痛快的一口答应下来，牵着阿伦的手轻盈地跃入了舞池中央。整个广场上的人群纷纷欢呼着围绕在他们身旁，跟随着欢快明朗的节拍翩翩起舞。与此同时，大街小巷都在争相传颂伊莎贝尔的英勇事迹，从奥林匹亚到阿尔菲亚，连拉赫拉女皇都亲自为她设宴送行。路旁有人将这盛大浪漫的画面默默记录下来，人们不仅盛赞她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更被她此刻灿烂夺目的魅力彻底打动。就在两人在舞池中欢快共舞时，悄悄躲在远处柱子后方的维亚松目睹这一幕，当场大受打击，石化在原地。而伊莎贝尔依然全情沉浸在纯粹的快乐中，娇俏的脸上洋溢着无比灿烂的笑容。一名年轻人带着计划书前来拜访，希望能获得贵族家族的支持。他表示愿意让出绝大部分技术和权力，自己只需要拿5%的利润。然而对方根本没有耐心细听，当场打断了他的汇报，认定两家的合作根本是天方夜谭，直接把计划书狠狠砸在年轻人脸上。公爵愤怒，斥责他是在浪费时间，痛骂他妄想让罗希尔德家族和一群只会挥剑的粗人合作。任凭年轻人苦苦哀求，公爵还是冷冷下达驱逐令，警告绝不会轻易放过他。卫兵随即粗暴地将年轻人拖出门外，伴随着一声巨响，大门被重重关上。返程的马车上，伊莎贝尔紧紧抱着金蜜獾，兴奋地表示这次去参加志愿活动实在是不虚此行。维亚松关切地追问他经历了危险到底有没有吓到。伊莎贝尔满脸笑容地回应，自己不仅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庆典上的各种美食更是让他念念不忘。看着伊莎贝尔开心的模样，维亚松心里稍微感到欣慰，但他很清楚维尔赫姆随时可能再次对伊莎贝尔下手。想到接下来严峻的局势，维亚松暗下决心，准备再去见一次母亲，寻求应对建议。高处的房间里传出严厉怒斥，散落的计划书漫天飞舞。路过的伊莎贝尔从马车车窗探出头，发现前方正是罗希尔德宅邸的大门，门外正传来一阵阵喧闹声。刚刚被赶出门外的年轻人已经被卫兵狠狠摔倒在地，卫兵传达着公爵的命令，声称今天非要让他认清自己的地位，随即一拥而上，对着年轻人拳打脚踢。面对卫兵们无情的殴打，年轻人只能紧紧抱住头。他从未贪图过高位，只是希望能有人认可他的价值，实现心中的梦想。卫兵叫嚣着让他滚远点，高高抬起脚就要猛踩下去。千钧一发之际，一声严厉的喝止突然传来，伊莎贝尔迅速跳下马车赶到现场，张开双臂挡在卫兵面前，将受伤的年轻人牢牢护在身后。卫兵认出挡在面前的竟是伊莎贝尔，吓得当场僵在原地。伊莎贝尔厉声质问卫兵为何要对毫无还手之力的人施加暴行。卫兵支支吾吾想要辩解，伊莎贝尔不再理会，蹲下身关切地询问年轻人的伤情。
打听整件事的起因，年轻人断断续续的交代，自己只是想向罗希尔德公爵提议合作，希望对方能为他供应一些钻石。听到钻石2个字，身后的卫兵再次愤怒叫嚷起来。卫兵大声怒骂，直指这小子已经不是第一次过来，长期以来都在拿这种鬼话骗取钱财。听到这番话，伊莎贝尔猛然反应过来，眼前这名受尽委屈的年轻人，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纳莫尔。没想到2人会以这种方式相遇，伊莎贝尔赶忙伸手替他处理伤口，迫不及待地表示想详细听听他提出的合作计划。而在高处宅邸的窗台后，罗希尔德公爵正露出阴沉的冷笑。纳莫尔神色慌乱，慌忙道歉之后，头也不回地拔腿就跑。伊莎贝尔急忙呼喊着追上去，但对方转眼间就消失在街道尽头。好不容易找到的重要人物，就这样再次失去了踪影。回到皇宫后，伊莎贝尔还没来得及继续搜寻，就接到了马尔科发来的紧急传信，只能立刻赶往珠宝店。一进门看到马尔科与泰尔萨都在场，伊莎贝尔赶忙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急事。马尔科急忙叫他过来，原本是因为收到了一批优质钻石，可此时他的脸上却满是愁容。在伊莎贝尔的追问下，马尔科战战兢兢地吐露实情，原本准备用来求婚的珍贵宝石，竟然离奇碎裂了。得知这是给伊莎贝尔准备的宝物，精密欢气的当场扑上去痛揍马尔科。伊莎贝尔见状赶忙上前制止，马尔科连声求饶，保证一定会尽快查明真相。慌乱中还不小心打翻了身旁的茶杯，连忙叫来侍者收拾现场，这才定下神向伊莎贝尔请示后续对策。泰尔萨主动在一旁提出，这批宝石的所有权原本就属于伊莎贝尔，后续该如何处置全凭他做主。伊莎贝尔一时有些犹豫，拿去寻找纳莫尔或者存进金库都不合适。思来想去，他决定把这批钻石全部捐赠出去。听到要把昂贵的钻石全数捐出，正在低头收拾碎片的侍者手猛地一抖，茶具当场摔了个粉碎。他甚至顾不上侍者身份，大声提出质疑，质问伊莎贝尔到底是不是认真的。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冒犯质问，伊莎贝尔不由得愣了一下。他仔细打量起眼前失态的侍者，眼神从疑惑渐渐转为震惊，随即抬起手指，当场认出了对方的真实身份。马尔科厉声呵斥纳莫尔，责怪他竟敢对殿下大吼大叫。纳莫尔吓得连声道歉，表示自己会立刻打扫干净。马尔科强调重点，绝不能对殿下无礼。伊莎贝尔见状赶忙出言安慰，表示自己其实并不介意。纳莫尔再次道了歉，便头也不回的拔腿冲出大门。伊莎贝尔看着他跑远的背影，无奈的叹了口气。伊莎贝尔向众人打听纳莫尔的底细，有人透露昨天在公爵府门前见过他，没想到卫兵竟会把那孩子打成那样。此时跑回被参见的纳莫尔坐立不安，极度担心刚才的失礼会招致严惩。看着手中的茶水，纳莫尔忍不住叹起气来，想起自己虽然出身贫民窟，但凭着做生意的头脑，曾以为只要拼命努力就能改变命运。曾经不论在哪家店铺帮工，纳莫尔都能凭着机灵受到赏识，别人的夸奖让他逐渐积累起自信。随着办成的事情越来越多，他的想法也变得愈发大胆，甚至熬夜拟定了全新的商业策略，自以为找到了改变命运的妙计。然而当他满怀期待呈上计划书时，却被对方毫不留情地砸在脸上，痛骂他只是个贫民窟出来的臭小鬼，将他彻底拒之门外。被无情拒绝的打击让纳莫尔深感心凉，旁人需要时招之即来，不需要时便弃如草芥。即便如此，他依然无法彻底放弃。此时在客厅里，马尔科向众人说明了原委。这一带住着许多贫民窟的孩子，纳莫尔一直像兄长一样照顾着他们。为了给无依无靠的孩子们谋出路，纳莫尔才想尽办法筹措资金。他若不够聪明本可安于现状，偏偏看得清赚钱门路，却始终拿不出启动资本。马尔科向伊莎贝尔解释纳莫尔刚才失态的原委，伊莎贝尔大方表示不必在意。此时纳莫尔端着茶盘走上前，紧张地自报姓名，并为刚才的失礼连连道歉，还提到常在报纸上看到伊莎贝尔的事迹。还没等纳莫尔把话说完，伊莎贝尔便直接叫住了他，指着桌上的宝石宣布自己手里正好握有大量的钻石。伊莎贝尔直接告诉纳莫尔，以后需要钻石找他就行，没必要再去求罗希尔德家族。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承诺，纳莫尔一时间愣在原地。伊莎贝尔在心里暗自盘算，只要双方展开合作，不仅能帮纳莫尔超越对方，也能顺带壮大比洛蒂安家族。一旁的泰尔萨出言提醒，应该先问清对方需要钻石的原因。伊莎贝尔这才赶忙改口追问。看着眼前这位有些冒失的公主，纳莫尔心里大感意外，难以相信这竟是报纸上盛赞的天才。面对询问，纳莫尔说出了真正的目的，他需要钻石是为了改进现有的传送门。现有的传送门虽然神奇，但每座门只能连接固定的单一地点，要想彻底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就要建造成百上千座传送门，这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为此，纳莫尔开始构思全新的技术。聊到兴头上的他急忙要来纸笔，准备当场画出自己的改进方案。纳莫尔拿过纸笔，边画边解释，研究过期刊和案例后，他确信这个方案完全具备商业可行性。伊莎贝尔看着图纸赞叹不已，顺势提出了改进建议，希望能以此减少钻石的消耗。纳莫尔听完眼前一亮，激动赞赏之余，突然意识到失态，赶忙停下笔道歉，觉得自己不该如此自以为是。伊莎贝尔完全没有介意，反而当即拍板保证会把手里的钻石全部提供给他。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全额资助，纳莫尔连忙开口劝阻，担心万一失败会让伊莎贝尔承担巨额损失。伊莎贝尔却显得信心十足，坚信纳莫尔一定能取得成功。纳莫尔表面觉得公主
太容易轻信他人，心里却感到无比感动。终于有人愿意耐心听完他的构思，并且毫不犹豫地选择信任他。但纳木尔还是理智地保持了冷静，提醒大家这批钻石的来由还没查明，现在全部投入实在太冒失。纳木尔主动退了一步，提出只要演示成功，希望能和伊莎贝尔签订长期供应合同。他还承诺把技术所有权全部转让给皇室，自己只需要5%的商业利润。听到这个条件，伊莎贝尔急得当场站了起来，直呼给的实在太少了。为了能妥善推进合作，伊莎贝尔邀请纳木尔一起回宫详谈。纳木尔毫不犹豫地当场答应下来。谈及罗希尔德家族掌控的钻石生意，纳木尔直言最初只想技术合作，没料到对方竟站在皇室对立面。伊莎贝尔关切询问他的伤势，纳木尔表示身体并无大碍。伊莎贝尔担心项目推进节奏过快，纳木尔解释道，他希望尽快让大家用上传送门。被罗希尔德家族践踏后，更决心要向对方证明实力。伊莎贝尔补充道，罗希尔德家族一贯霸道行事，这也是与皇帝陛下关系恶化的原因。纳木尔听闻牵扯到陛下，顿时震惊地愣在原地。伊莎贝尔握紧拳头，坚定表示一定要让对方后悔当初扔掉计划书，只要传送门生意红火起来，就能狠狠打击罗希尔德家族的傲气。这番话瞬间点燃了纳木尔，想起当初被对方主动拉拢，利用完才华后又被弃如草芥，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他撑着桌子起身，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让这次合作成功，把看不起他的人彻底踩在脚下。伊莎贝尔见他斗志昂扬，欣慰地笑了，当场表示接下来全靠纳木尔发挥。伊莎贝尔深知只要合作顺利推进，纳木尔就能继续为皇室效力，成为比洛蒂安家族的强大助力。即便自己未来无法永远留在这里，眼下也要倾尽全力去推进。两人对着图纸反复讨论修改，全身心投入到传送门的改进中。趴在桌上的金蜜獾趁着夜色溜出窗外，落到草地上的瞬间，重新变回了阿伦的模样。变回人形的阿伦笨拙地模仿起人类跳舞的动作，一个没站稳，直接跌坐在草地上。他抬头凝望着夜空，心中依然念念不忘，希望能再次与伊莎贝尔共舞。改进后的传送门正式开启测试，伊莎贝尔与纳木尔紧张守在装置旁，现场引来大批民众围观。传送门亮起耀眼的光芒，门内缓缓显现出远方雪山的景象。女仆尤利抱着食物顺利跨出光门，亲眼见证演示成功。伊莎贝尔与纳木尔兴奋地欢呼起来。尤利带来的正是南方市场特有的食材，围观民众见状大为震惊，惊叹传送门真能连接如此遥远的距离。伊莎贝尔上前确认尤利身体并无不适，悬着的心这才彻底放下。演示虽然圆满成功，纳木尔却随后带来一个糟糕的消息：维持传送门运转的钻石严重不足，手头如今只剩下最后一颗。求婚时产出的钻石十分有限，根本无法满足帝国普及传送门的需求。伊莎贝尔尝试寻找替代材料，昂贵的研发费用却让他倍感压力。前来看望的拉赫拉女皇提出建议，不妨向外部寻找投资人，以优先安装传送门为条件筹集资金，再投入后续研发与生产。伊莎贝尔听完心生顾虑，担心在其他国家眼里自己依然声名不佳，恐怕很难获得外界信任。拉赫拉坦言，单纯依靠报纸报道确实不足以打消外界疑虑，毕竟自己最初也曾心存怀疑。他放下手中的茶杯，主动向伊莎贝尔发出邀请，询问是否愿意一同前往吉德尔王国，那里作为核心贸易中心，更容易找到对传送门感兴趣的投资方。听到吉德尔王国这个名字，伊莎贝尔立刻回想起来，二皇子卡尔曼此时正好就在那里。沃恩看着手里的公文报告，提到拉赫拉女皇这次亲自前来致谢。旁边的维亚松一听，立刻打开了话匣子，忍不住大肆夸赞伊莎贝尔，说公主殿下不仅拯救了整个王国，在庆典上吃东西的样子更是格外可爱。可说到一半，维亚松突然想起庆典上的情景，那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家伙竟然敢当众牵起伊莎贝尔的手，气得他当场抓狂。察觉到维亚松的情绪异常，沃恩随口过问了一句，维亚松这才赶忙掩饰说没有大碍。沃恩没有继续深究，只是叮嘱他集中精力继续追踪维尔赫姆，绝对不能把关键线索跟丢。维亚松顺势提出，打算近期启程去探望母亲，除了向大魔法师寻求建议，他也想借机搜寻维尔赫姆的下落线索，并深入调查那维达尔印记的背后真相。沃恩听后点头应允，并让维亚松代为转达自己的问候。紧接着，沃恩又特别做出交代，让维亚松这次出门时把小蜜獾一并带上。夜色渐深，室内恢复了平静，桌上摆在玻璃罩内的一颗红宝石，却在此刻悄然有了动静。与此同时，伊莎贝尔一行人已顺利抵达吉德尔王国。马车里，米哈埃尔正兴奋地哼着小曲，嚷嚷着要找二皇子卡尔曼痛快决斗一场。伊莎贝尔见状，赶忙出言制止，提醒他这次出行背负着正事，是为了和吉德尔国王商讨传送门生意，绝不是跑来找人打架切磋的。可米哈埃尔根本听不进劝告，嚷嚷着难得来一趟，非要找卡尔曼分出个胜负不可。话音未落，便直接跳下了马车，急得伊莎贝尔在车厢后大声呼喊。作为贸易枢纽的吉德尔王国，虽然凭借地理优势吸引了大批富商，自身的军事力量却十分薄弱，全靠比洛蒂安帝国的驻军维护稳定。而二皇子卡尔曼正好在此驻守。望着米哈
埃尔跑远的背影，伊莎贝尔心里也升起一丝期待，这次或许真能与卡尔曼重逢。毕竟自从当年的选拔仪式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想到久别重逢，伊莎贝尔暗暗好奇，卡尔曼如今长高了多少？这次除了米哈埃尔和拉赫拉女皇，纳莫尔也一同护送前往吉德尔王国。维亚松这次未能同行，让伊莎贝尔心里隐隐有些失落，就连平时粘人的小蜜獾也不在身旁。原来维亚松特意带着小蜜獾回去拜访他的母亲贝克莎夫人，这位大魔法师见多识广，正好可以帮忙查清小蜜獾的真实来历。卡琳此前推测，小蜜獾可能是误食了魔石，虽然大家都很想弄清他的底细，伊莎贝尔心里却满是不舍。这时拉赫拉女皇带来了一个突发消息，与吉德尔国王的正式会面不得不推迟。原来国王在回程途中遭遇了意外，日常通行的传送门突然发生故障损坏，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改走陆路最快也需要5天才能返回王宫。得知需要原地等待整整5天，伊莎贝尔感到十分意外，拉赫拉却温柔地出言安慰，表示传送门故障正好能凸显这项技术的重要性，反而对后续的合作谈判更加有利。见到女皇特意抽空陪伴自己，伊莎贝尔心中有些过意不去。拉赫拉微笑着轻抚她的头顶，决定先带众人前往王宫安置落脚。得知有5天的空闲时间，米哈埃尔顿时又来了兴致，嚷着要直接赶往驻扎基地寻找卡尔曼，吓得伊莎贝尔连忙上前伸手拦住。拉赫拉坚持要求众人先回王宫。正当米哈埃尔急躁抗议时，身后忽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伊莎贝尔循声回头望去，来人竟然是罗希尔德家族的蕾娜。蕾娜满面笑容地向伊莎贝尔打招呼，伊莎贝尔只能硬着头皮客套应对，顺势打听对方出现在这里的缘由。蕾娜随即滔滔不绝地夸耀起来，声称罗希尔德家族与吉德尔王国一直保持着深厚的紧密合作，连珠炮般的长篇大论，听得伊莎贝尔耳边嗡嗡作响。蕾娜最后才亮明真正的来意，他们同样为了拓展家族业务，特意赶来求见吉德尔国王。罗希尔德家族这次要向吉德尔王国递交一份全新的重磅商业合作提案。得知罗希尔德家族竟企图横插一脚，伊莎贝尔心中顿时大吃一惊。神秘盒子里这次产出了大量钻石，负责研究的马尔科却始终没摸清原理。由于最近店内事务极其繁忙，根本抽不出空闲深入调查。如今店里的钻石库存已经快要见底，原本从吉德尔王国进口的原石，也因近期频发的滑坡与地震全部延误。工坊此前曾向罗希尔德家族求助，公爵却趁机做得起价，开出离谱天价。马尔科想留下一小部分自用，央求纳莫尔帮忙向公主请示，却被当场一口回绝。纳莫尔表示这点存量远远不够，马尔科忍不住抱怨对方太过冷淡。纳莫尔收拾好物品，匆忙告辞。他离开之后暗自琢磨，不仅吉德尔王国接连遭遇天灾，就连阿尔菲亚王国也频现各种异象，总觉得整件事情透着一丝蹊跷。另一边的蕾娜正兴奋地四处炫耀自己手上那枚特意定制的钻戒，声称钻石散发出的幽蓝光芒正是有人想巴结罗希尔德家族的铁证。面对蕾娜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伊莎贝尔早已听得格外不耐烦，不得不赶紧出言打断。蕾娜还没炫耀够手上的蓝光钻戒，转头又打听起伊莎贝尔一行人的目的。伊莎贝尔深知说出实情只会被纠缠，支支吾吾不知该如何回应。就在这时，纳莫尔兴奋地冲了进来，伊莎贝尔刚开口提醒地板湿滑，对方就已经当场摔了个结结实实。这一摔却让随身物品散落一地，其中掉出的物件立刻吸引了蕾娜的目光。她定睛一看，地上赫然躺着一颗极为耀眼的钻石。蕾娜完全不敢相信对方能拥有这种宝物，甚至怀疑这根本就是一颗高仿假货。听到有人指责钻石是仿制品，纳莫尔顿时气得火冒三丈。可当他看到眼前的蕾娜正是罗希尔德公爵的独生女，蕾娜还刻意优雅地撩起长发，神情中尽显傲慢与轻蔑，完全是在嘲弄他们拿假货充数。纳莫尔表面上装作向对方赔礼道歉，实际上却顺势向蕾娜当众发难。他指出顶级钻石理应清澈透明，而蕾娜手上泛着蓝光的钻戒不过是胜在个人偏好，而非上乘品质。这番犀利的反驳瞬间对得蕾娜面红耳赤。伊莎贝尔见状赶忙低声提醒，那颗钻戒绝非次品。纳莫尔却示意他稍安勿躁。随后纳莫尔继续大声起哄，劝蕾娜把那枚扎眼的戒指亮给大伙鉴赏。蕾娜被气得浑身发抖，暗骂对方是个信口胡说的骗子。被当众拆台的蕾娜气得说不出话，冷哼一声后拂袖而去。纳莫尔看着对方吃瘪的模样的一步一，伊莎贝尔则在一旁无可奈何。到了第二天，由于与国王的正式会面被迫推迟，一行人决定先前往卡尔曼驻扎的营地。一路上米哈埃尔表现得异常安静，伊莎贝尔顺口问他是不是在暗自紧张，米哈埃尔立刻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只是想到能打倒卡尔曼就兴奋，还直言对方是个冷酷无情的恶魔。听到米哈埃尔把卡尔曼称作恶魔，伊莎贝尔清楚记得原著中的剧情走向。卡尔曼作为皇室最后的血脉，曾为了守护帝国战死到最后一刻，在他看来这样的人绝不可能是恶魔。伊莎贝尔劝他试着与卡尔曼好好相处，米哈埃尔却表示两人关系其实极好，在他眼里经常切磋打架才代表交情深厚，管卡尔曼叫恶魔纯粹是因为对方实力太强。伊莎贝尔这才明白他其实非常崇拜卡尔曼。两人正交谈时，突然被营地守卫拦下，对方声明此地属于管制区域，没有任何授权严禁通行。
米哈埃尔一听，顿时心生不服，当场大声报出了自己的名号。伊莎贝尔赶紧伸手拉住冲动的米哈埃尔，随后上前礼貌说明此行来意，希望能通融放行，让他们探望卡尔曼。然而守卫依旧坚持原则，明确表示没有吉德尔，徽章绝不放行。米哈埃尔见状，准备强行破门闯入营地，惊得守卫一时间不知所措。就在局势剑拔弩张时，身后突然传来声音，制止了米哈埃尔，并当场下令让守卫打开大门。伊莎贝尔循着声音回头看去，发现缓步走来的正是卡尔曼。卡尔曼表示，原本以为他们还要再过几天才能抵达，随即冷声质问米哈埃尔为何不打招呼就跑到营地闹事。米哈埃尔根本不打算多做解释，直接亮出武器正面冲了上去，叫嚣着今天一定要彻底赢过卡尔曼。面对这事大力沉的一剑，卡尔曼依然镇定自若，顺势拔剑稳稳挡下了攻击。两人的武器在营地中央剧烈交锋，发出刺耳的撞击声。米哈埃尔被震得吃力后退，借势向后跃开，拉开距离。卡尔曼冷冷地回头看向他，米哈埃尔重新握紧长剑，神情间全是不服输的执念。米哈埃尔大喊着还没结束，再次拔腿向卡尔曼发起猛攻，现场兵刃碰撞声接连不断。一旁的伊莎贝尔看得目瞪口呆。面对巨大的实力差距，米哈埃尔依然一次次冲上前去，卡尔曼始终纹丝不动，轻松挡下了所有招式。伊莎贝尔暗自佩服两人的身手，身旁的基伦却沉声点破战局，直言这场对决恐怕又要以卡尔曼的胜利告终。伊莎贝尔惊喜地认出基伦，基伦赶忙恭敬地向公主行礼。伊莎贝尔兴奋地拉着他叙旧，没想到基伦也被调到这里支援。两人正聊得开心，场上突然传来一阵惨叫，卡尔曼一招将米哈埃尔重击飞，米哈埃尔倒飞出去，摔在地上，彻底晕了过去。基伦在一旁尴尬的干笑，卡尔曼冷静地吩咐把人送去医治。基伦立刻领命，一把将米哈埃尔抱了起来。他跟伊莎贝尔打过招呼，表示待会儿就去营房相聚，随后抱着米哈埃尔先行离开。场上只剩下伊莎贝尔和卡尔曼两人。伊莎贝尔连忙开口道谢，感谢他放大家进入营地。卡尔曼默默将长剑收回鞘中。伊莎贝尔试探着问他是否还记得自己。听到卡尔曼准确叫出自己的名字，伊莎贝尔顿时开心地笑开了花。原本还担心长大后会被认不出来，见卡尔曼依然记得自己，伊莎贝尔心里满是欢喜。除了米哈埃尔之外，其他哥哥从小就离开了皇宫，平时除了选拔仪式几乎见不到面。看着如今更加英俊的卡尔曼，伊莎贝尔只觉得这次来营地格外值得。卡尔曼准备带他前往营房，伊莎贝尔快步跟了上去。路上提起当年的选拔仪式，坦言从那天起就一直记着卡尔曼，仪式后没能再见，十分遗憾。卡尔曼听完却只是低声应了一句。伊莎贝尔不死心，追上去打听营地里的生活，好奇平时训练是不是很辛苦。没想到卡尔曼直接冷冷的回了一句不，冷淡的态度让气氛瞬间降到冰点。伊莎贝尔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接话。两人一前一后走到营房前，卡尔曼提醒他注意言行举止，伊莎贝尔只能耷拉着脑袋乖乖应下，心里无奈这天实在聊不下去。见卡尔曼率先走进大帐，伊莎贝尔也抬步跟了进去。伊莎贝尔看着卡尔曼的背影，想到皇室的王子们从小就要离开皇宫接受残酷训练，米哈埃尔未来也终将离开，到那时他天真的一面是否也会彻底消失，变得像卡尔曼一样难以接近。卡尔曼明明近在咫尺，却给人一种无比疏远的距离感。在他记忆里，卡尔曼是独自守护帝国的英雄。他原本以为卡尔曼会更温和一些，此刻却突然意识到，他或许并不是生性冷淡，而是一直在独自背负着孤独与严苛的重担。卡尔曼迈步前行，深藏的童年记忆悄然浮现。对常人而言触手可及的温情，却是他幼年时最奢望的存在。小时候每次见到母亲塞尔纳，还没来得及多感受片刻温暖，就不得不再次面临分别，心中满是不舍与失落。年幼的卡尔曼拉住母亲，苦苦哀求，希望她能多留下一会儿。塞尔纳却因紧迫的行程，最终满怀歉意的转身离开。厚重的大门随之紧紧关闭。卡尔曼攥紧了手中的日记，本想拿给母亲看，却再也没有展示的机会。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沉稳的脚步声，回头望去，神情严肃的父亲沃恩正站在那里。面对神情冷峻的父亲沃恩，卡尔曼瞬间收起了委屈与依赖。在这个没有温情的地方，他早已习惯独自承受一切。沃恩只冷冷地留下一句时间太晚，便命令他回房休息，随后头也不回地径直离开。女仆上前准备送他回房，建议有话下次再说。卡尔曼紧抱住日记，恳求帮忙把日记转交给母亲。女仆却无奈拒绝，透露皇后昨晚只睡了3个小时，根本抽不出空翻看，希望他能多体谅母亲的艰难。独自回到房间的卡尔曼，一个人缩在角落。他并非不懂父母的忙碌，但幼小的心灵里依然填不满那份失落。当时作为皇子，即便内心再孤独，他也根本无暇顾及。帝国对外与魔法联邦激烈对立，对内与剑术学院矛盾不断。这股紧张局势迅速波及周边，因为利益冲突，帝国很快又与其中4个国家彻底交恶。无论是宫廷内部还是外部，到处都弥漫着沉重的压迫感。面对这种局势，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所有心思都花在训练和学习上。即便训练时脚下打滑摔倒，手中的长剑重重甩落在地，他也只能重新站起来，心中始终抱着一丝期待，希望有朝一日能真正得到父亲的认可，与他同场对决。远处，父亲沃恩正冷冷地注视着他。
察觉到父亲的目光，卡尔曼立刻站直身体，默默捡起了掉落在地上的木剑。但这一切终究只是徒劳。作为帝国的皇子，除了国家的繁荣，他绝不允许奢求任何东西，哪怕是父母的一丝温暖。从那天起，他在极为严格的纪律下，日复一日的苦练剑术。随着年岁增长，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如今在对决中已经能轻松将对手打倒在地。卡尔曼坚信，只要自己能成长为帝国最强的利刃，成为合格的继承人，父母就一定会为此感到高兴。面对输得心服口服的对手，卡尔曼甚至没有多看一眼，只是默默收剑，径直从对方身旁走了过去。这就是皇室一族的生存之道。回到营房内，米哈埃尔正躺在床上打着呼噜，睡得十分香甜。明明刚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对决，现在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基伦笑着表示，这种强大的心理素质正是他的优点。伊莎贝尔感叹米哈埃尔无论输赢，总是坚持不懈地向卡尔曼挑战。可一想到卡尔曼刚才冷淡的态度，他心里就不免有些沮丧。基伦在一旁赶忙安慰，说明卡尔曼殿下性格向来冷峻，让公主千万别放在心上。米哈埃尔可以用剑和卡尔曼交流，对于把一切都献给剑术的人来说，兵刃交锋就是他们的语言。伊莎贝尔突然有些理解了，人越是感到孤独，就越会沉迷于某一件事，以此来忍受独自一人的时光。但有其他人陪伴终究是最好的。他不想就这样放弃，大声告诉基伦，自己想要再多努力一点，一定要设法靠近卡尔曼。看着态度坚定的伊莎贝尔，基伦笑着提议，不如干脆由他来学习剑术。听到剑术2个字，米哈埃尔猛地从床上醒了过来，迷迷糊糊地找着卡尔曼。基伦表示，练剑能自然拉近和卡尔曼的距离。虽然家族剑术不适合女孩，但练普通剑术并没有限制。伊莎贝尔顿时有了信心，连忙追问基伦，5天时间能练到什么程度？能不能直接和卡尔曼实战对练？听到他想和卡尔曼交手，基伦和米哈埃尔都愣住了。伊莎贝尔兴奋地拜托基伦教自己练剑，考虑到只要能说上话就行。基伦答应了他的请求。伊莎贝尔很快换上了训练服，手里拿着木剑，第一次穿成这样让他有些不习惯。询问基伦看起来会不会很奇怪，基伦立刻笑着称赞非常适合他。这时卡尔曼正好路过，注意到了一身训练打扮的伊莎贝尔，不由得停下了脚步，默默注视着他。刚上手练习没一会儿，伊莎贝尔就把木剑掉在地上，基伦连忙在旁边安慰，夸他站姿十分标准，进步很大。听到夸奖的伊莎贝尔满怀期待地看向米哈埃尔，米哈埃尔直接竖起大拇指，热情邀请他进行实战对练。虽然知道现在对练还太早，但掌握挥剑姿势的伊莎贝尔心里逐渐有了信心，甚至期待展示给维亚松看。这温馨的一幕却让远处的卡尔费准将极其不满，他冷冷看着眼前的画面，嘲讽训练场变成了托儿所。卡尔曼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冷冷叫出卡尔费的名字。卡尔费吓得浑身一紧，只能硬着头皮低头辩解，称为了公主包下训练场是在侮辱骑士团。看着练得气喘吁吁的伊莎贝尔，卡尔曼仿佛看到了当年苦练的自己，他表示会让基伦有所收敛。但紧接着，卡尔曼冷冷警告卡尔费，以后说话最好注意措辞。卡尔费被对得哑口无言，只能在心里暗自咬牙切齿。夕阳西下，远处的山林高塔，维亚松手里捧着花束，带着金蜜獾走在郊外。金蜜獾一路上不停折腾，维亚松一边耐心的安抚，一边透露要去拜访最睿智的贝克莎女士，寻找解除伊莎贝尔诅咒的方法。金蜜獾虽然抱怨荒郊野外，心里其实一直挂念着公主，见心思被维亚松当场戳穿，金蜜獾气得直接打了维亚松一巴掌。挨了一巴掌后，维亚松连忙提醒金蜜獾，等会儿见到自己母亲一定要老实点。为了能够帮到伊莎贝尔，金蜜獾这才咬牙答应下来。推门走进熟悉的高塔房间，看着摆满药剂的药架和器材，维亚松不由感叹这里一点都没变。在他坐下等候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开门声，久未谋面的母亲主动开口招呼。看到母亲身体依旧健朗，维亚松微笑着打起招呼，抱怨母亲对自己还是一如既往的严厉，随后顺手送上了带来的鲜花。母亲接过手中的花束，直接看穿了他的来意，问他特意跑来一趟，是不是皇帝那边出了什么变故？维亚松收起寒暄的笑容，坦言这事确实和陛下有关，但他这次特意赶来是为了那维达尔的刻印。听到刻印的名字，母亲插花的手微微一顿，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维亚松恳求母亲把关于刻印的一切全说出来。得知刻印在沃恩的女儿身上，母亲感叹孩子从小承受这些一定很害怕，却始终没有对外表露过分毫。维亚松急切地追问，到底该怎么甩掉维尔赫姆的追踪，或者是直接找到维尔赫姆一劳永逸？母亲一边修剪花枝一边透露，刻印虽然会蚕食生命，但站在神的角度来看，它同样也是神圣的印记。一直有人想把这份力量据为己有。母亲提醒维亚松，如果不把公主彻底藏起来，窥探她的黑手就绝不会停止。另一边，卡尔费准将正独自戒酒发泄，他痛恨皇室子弟仅凭出身高高在上，自己拼死从底层爬上准将位置，如今升迁受阻，反而受尽嘲弄。在他过去的记忆里，皇室从不把普通人放在眼里，心里滋生的极度怨恨让他暗中动了杀心，想要将皇室子弟彻底铲除。正在戒酒发泄的卡尔费耳边突然缠绕上一股漆黑的雾气，神秘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煽动他去报复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卡尔费捂住头部，以为这只是自己喝多了产生的幻觉，可那个声音并没有消失，反而直接对他下达命令，要求他去袭击帝国的公主。神秘声音甚至许诺借给他力量，
而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把那维达尔的容器带回来。看母亲的意思，只要刻印的力量一日不除，觊觎公主的黑手就绝不会停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公主彻底藏起来。听到母亲的这番告诫，维亚松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但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绝不可能把公主软禁起来，于是低声拒绝了这个提议。维亚松直言，公主所剩的时间实在太少，与其打着保护的旗号把她关进笼子，不如让她在剩下的日子里自由生活。听到儿子的这番回答，母亲忍不住轻叹了一口气。在她的记忆里，维亚松可从不是个会轻易动心的人，感叹他如今真的变了许多。母亲顺手放下了手里的花瓶，脸色变得格外严肃。她要维亚松听好，接下来要说的是，这可比外面的谣言靠谱得多。看着母亲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维亚松一时间当场愣住。母亲缓缓解开袖口，手臂上赫然露出了相同的印记。她坦言自己耗费了一生，一直在设法研究这种力量。看着母亲手臂上的标记，维亚松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深夜的营地外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伴随着佩剑拖地刺耳的声音，有人正悄然逼近。职业的守卫闻声转过头，发现走来的竟然是卡尔费准将。只当他又像往常一样喝多了酒，守卫上前客气地询问情况，卡尔费却低沉地开口，称自己有话要找公主，命令守卫立刻让开。看着紧握剑柄的卡尔费，守卫连忙开口阻止，提醒他公主已经歇下，有什么事必须等明天再请求召见。卡尔费带着满腔嫉恨，直接拔剑砍倒了眼前的守卫。受重伤的守卫不敢置信，只能眼睁睁看着准将提剑离去。此时卡尔费的身体已被彻底操纵，无论内心的意识如何恐惧哀嚎，手脚却完全不受控制，拎着凶器走向这场无法挽回的杀戮。卡尔费质问对方是不是要逼自己谋害公主，但操控他的黑雾根本不听劝阻，反而精准踩中他内心的自卑与不甘，嘲弄他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活在阴影里。在黑雾的彻底掌控下，卡尔费双眼无神地拎着沾血长剑，径直掀开了营帐的帘子。可还没等他下手，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严厉的呵斥，一把利剑瞬间架在了卡尔费脖子上。赶来的基伦厉声喝止，注意到地上倒在血泊中的守卫，厉声质问是不是他痛下的杀手。面对杀害同僚的凶残行径，愤怒的基伦不再废话，挥剑径直向他砍去，却被卡尔费抬剑死死挡了下来。随着兵刃碰撞的巨响，基伦爆发出强悍战力，直接将卡尔费重击倒在地。他用剑尖死死抵住对方，厉声逼问究竟是谁在幕后指使，竟敢派人来行刺公主。倒在地上的卡尔费大口喘着粗气，心中的怨念在黑雾刺激下再次爆发，不甘地质问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挡他的路。彻底失去理智的卡尔费再次提剑抱起，喊着要杀掉眼前的一切，带着杀意向基伦猛扑过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反扑，基伦迅速挥剑迎战，死死抵挡住对方猛烈交错的攻击。基伦在僵持中感到十分吃紧，对方突如其来的强悍力量根本不像他平时认识的卡尔费。凭借黑雾带来的诡异力量，卡尔费一剑反击重创了基伦，嘲讽他别再小看自己。受重伤的基伦脱力跪倒在地，手中的长剑也随之跌落。黑雾缠绕的卡尔费手持带血长剑，径直朝寝宫深处走去。基伦本想强撑着起身阻止，却惊恐地发现，在黑雾力量的影响下，自己的身体竟彻底动弹不得。而此时在寝宫内室里，睡梦中的伊莎贝尔隐约听到异动，揉着眼睛从床上醒了过来。他以为是守卫过来了，轻声呼唤着基伦的名字。侵入体内的不仅是伤口剧痛，诡异的魔力正顺着伤口侵蚀全身，强行封锁了行动。面对苦苦挣扎的基伦，卡尔费冷声嘲笑，讽刺这就是轻视他的代价。说完，他伸手掀开帘子，径直朝寝宫内室逼近。卡尔费拎着长剑踏入内室，没想到伊莎贝尔已经醒来。面对突然闯入的陌生人，小公主困惑地询问对方身份。卡尔费一边拔出沾血长剑，一边假意致歉自报家门。可他身后的黑雾早已化作巨爪，带着杀意向毫无防备的公主扑去。伊莎贝尔还没理清眼前状况，忽然注意到门外受伤倒地的基伦，她顾不上危险，立刻绕过卡尔费冲出内室。看着满身是伤的基伦，伊莎贝尔急忙要为他检查伤口。基伦强忍着剧痛提醒公主，刚才那个人袭击了这里，甚至怀疑他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卡尔费。基伦急切催促伊莎贝尔快跑。伊莎贝尔难以置信地质问对方为什么要对基伦动手。可就在这一瞬间，伊莎贝尔猛然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冒牌货根本不是卡尔费，而是维尔赫姆。身份暴露的维尔赫姆不再伪装，提剑径直朝伊莎贝尔斩去。危急关头，受伤的基伦奋不顾身扑上前去，用身体替公主挡下这致命一剑。重伤的基伦倒在伊莎贝尔怀里，顾不上自身的剧痛，急切催促公主赶紧逃跑，提醒对方的目标正是他。面对基伦的劝说，伊莎贝尔却坚决不愿逃走。他心里很清楚，只要自己现在独自逃跑，重伤的基伦必死无疑。此时维尔赫姆已拎着沾血长剑，带着杀意一步步逼近。维尔赫姆面露狂态，挥剑朝着伊莎贝尔狠狠斩下。就在长剑落下的瞬间，一道冰蓝色的魔法防护罩凭空展开，硬生生挡下了这致命一击。维尔赫姆大吃一惊，认出眼前这道屏障竟然来自阿尔菲亚的魔法。伊莎贝尔咬牙撑开双臂，拼尽全力维持防护罩，死死护在重伤的基伦身前。维尔赫姆看着被挡下的攻击，冷笑称赞伊莎贝尔总是让人意外，可惜偏偏是纳尔维达尔的容器。在狂暴黑雾的反噬下，维尔赫姆口吐鲜血，情绪却变得愈发疯狂。他再次高高举起长剑，叫嚣着要看伊莎贝尔还
还能挡几次，随后带着更强的力量狠狠斩下，兵刃重击打在屏障之上。面对这是大力沉的猛攻，伊莎贝尔拼尽全力，死死坚持。在狂暴的猛攻下，防护罩上骤然崩开细密的裂缝，倒在地上的基伦心急如焚，拼尽全力劝伊莎贝尔赶紧逃离。眼看局势万分危急，基伦朝营地外撕心裂肺的呼救，希望能引来救援。可凶猛的斩击一刻未停，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巨响，支撑到极限的防护罩彻底崩碎。强烈的冲击将伊莎贝尔掀飞在地，维尔赫姆趁势提剑直奔伊莎贝尔刺去。面对近在咫尺的剑锋，伊莎贝尔避无可避。千钧一发之际，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兵刃碰撞，卡尔曼及时赶到，挥剑替他硬生生架下这致命一击。卡尔曼死死抵住对方攻势，将伊莎贝尔护在身后。卡尔曼爆发出强悍的力量，挥剑一击将维尔赫姆重重斩飞。受创的维尔赫姆口吐鲜血道，在地上，手里的佩剑也随之脱手飞出。卡尔曼喘着粗气，死死护在前方，看着及时救下自己的卡尔曼。伊莎贝尔激动地喊出了他的名字，断裂的手臂竟发出阵阵脆响，被击倒的人影以诡异方式强行站起。卡尔曼看着眼前反常的一幕，意识到对方手臂明明已经折断，却依然违背常理的活动，这绝不是正常人类能做到的动作。难道从一开始就被什么人操纵着？牙酸的骨裂声接连响起，扭曲的身体正被强行撑起。就在这时，维尔赫姆的名字被低声唤出。伊莎贝尔指认眼前这人正是威胁他的施术者。卡尔费准将此前也遭到了洗脑操控。黑雾中折断的骨骼再次传出异响，口中如咒语般反复念叨着伊莎贝尔的名字。在失控的咆哮声中，受控的躯体悍然暴起，举起长剑疯狂劈卡而下。面对这拼死一搏的猛攻，卡尔曼神色冷漠，嘲讽对方不过如此。寒光闪过，凌厉的斩击径直剖开对手躯体，鲜血瞬间喷涌而出。卡尔曼居高临下的冷眼旁观，轻松化解了这场反扑。他利落的挥剑收势，冷冷表示自己并没有下杀手。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敌人，让伊莎贝尔一时间愣在原地。虽然身受重伤，却依然留着一口气。卡尔曼果断下达指令，让人扣押受控的卡尔费，并立刻转移抢救重伤的基伦。面对强撑着想要说话的基伦，卡尔曼坦言对方是被魔力剑锋剖伤，内伤极其严重，必须立刻送去抢救。士兵们急切呼喊着基伦的名字，用担架将昏迷不醒的他火速抬走。看着被抬走的基伦，伊莎贝尔心跳不已，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基伦飞身替他挡下重斩，惨遭重伤倒下的那一幕。他紧紧抓着衣袖，颤抖着念出基伦的名字。卡尔曼的声音突然从身旁传来，提醒伊莎贝尔也需要去检查伤势。伊莎贝尔赶忙表示自己并无大碍，有基伦拼死保护，自己并没有受重伤。伊莎贝尔轻声道歉，表示自己现在只想好好休息。卡尔曼见状便提议去他的帐篷里再行处理。可当两人掀开门帘，才发现营帐早已被打斗彻底摧毁，里面一片狼藉，根本无法落脚。看着眼前破败的景象，伊莎贝尔再次自责的低声道歉，让卡尔曼困惑的回头看向他。卡尔曼询问他为什么要道歉，伊莎贝尔低声吐露自责，认为若不是自己留在这里，营帐不会坍塌，基伦不会重伤，卡尔费准将也不会被扣押。远处传来焦急的呼喊，阿米特尔中将一路狂奔赶回，难以置信自己只是短暂离开，竟然就发生了如此惨剧。他赶到两人面前，当场躬身致歉。阿米特尔中将主动提出护送伊莎贝尔去他的营帐暂住。伊莎贝尔刚要点头答应，鲜血却突然从鼻腔中滴落，突如其来的异样让在场两人神色骤变。伊莎贝尔连忙擦掉血迹，强撑着解释自己只是有些疲倦，想继续跟随中将前往营帐。卡尔曼却当场开口拒绝，表示自己会带伊莎贝尔去自己的帐篷暂住。随后他吩咐阿米特尔中将留下来负责处理现场的善后事宜。交代完毕后，卡尔曼向伊莎贝尔伸出了手。伊莎贝尔还没反应过来，身体就已经本能地搭上了他的手。卡尔曼顺势带他离开，并让中将在处理完事情后再来汇报。被牵住的瞬间，伊莎贝尔微微一愣，感受着对方手掌传来的触感，他不由得想起卡尔曼的手也像父亲的手一样温暖。看着妹妹如此依偎自己，一向冷静沉稳的卡尔曼一时间竟然有些手足无措。过去他只懂得和弟弟粗鲁打闹，面对眼前娇小柔弱的伊莎贝尔，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相处。为了缓解眼前的尴尬，卡尔曼索性牵着伊莎贝尔朝前走去，心里盘算着稍后要替妹妹拍掉裙摆上的灰尘。不知不觉间，两人走到了军营营帐。卡尔曼伸手掀开门帘，带着伊莎贝尔步入其中。看着眼前空荡荡的房间，伊莎贝尔一时间有些发懵，分不清这里究竟是过分整洁，还是压根没有摆放物品。卡尔曼径直走到床边，拍了拍床铺，示意妹妹躺下休息。伊莎贝尔心中有些犹豫，小声询问占了哥哥的床铺是否合适。卡尔曼反问他不上床还能睡去哪里，催促他赶快躺好。伊莎贝尔乖乖爬上木床，将整个人缩进温暖的被窝。见妹妹已经妥善躺下，卡尔曼拉过一旁的木椅坐定，双手环抱胸前，默默守在床边。见卡尔曼准备坐在椅子上过夜，伊莎贝尔连忙劝他回床上休息，表示自己去坐椅子就好。卡尔曼耐心的解释，自己只是守到他入睡，等他睡着后自然会去休息，再次催促他闭上眼睛。伊莎贝尔缩在被窝里，趁着兄妹难得共处的时光，打听起哥哥训练之余的兴趣爱好。面对妹妹的好奇，卡尔曼坦言自己平时会写些东西。伊莎贝尔闻言眼睛一亮，开心夸奖
这非常符合哥哥的气质。伊莎贝尔追问哥哥平时写些什么，卡尔曼平静回答，只是在写军情报告。伊莎贝尔忍不住小声吐槽，公事报告根本算不上兴趣爱好。卡尔曼倒也坦诚，承认自己确实没什么爱好，顺势再次提醒他早点休息。有些不甘心的伊莎贝尔继续打听哥哥训练之外的日常生活，卡尔曼没有正面回应，反过来打听起妹妹平时在做些什么。趴在床上的伊莎贝尔透露，自己最近一直在坚持画画，她开心地向哥哥分享，画画是为了记录离家后的所见所闻，与其说是画画，倒更像是图文并茂的日常日记。听到妹妹在写随笔日记，卡尔曼一时间若有所思。伊莎贝尔笑着解释，自己想把珍贵的记忆记录下来，无论是结识的新朋友，还是与哥哥们相处的美好时光。他特意提到能在营地遇到卡尔曼非常开心，等将来回到皇宫，要将这些经历全都分享给父母。听到妹妹提起母亲，卡尔曼的神色微微一变。伊莎贝尔接着说道，自己萌生写日记的想法，其实完全是受到母亲的影响。在他很小的时候，曾偷偷从门缝中看到母亲独自坐在灯下，静静翻看日记。看到深夜依然未眠的母亲，伊莎贝尔好奇地凑上前打听。母亲温柔地向他坦白，自己正在翻看卡尔曼写下的日记。感到意外的伊莎贝尔顺从母亲的招手，小跑过去，紧紧依偎在母亲怀中。母亲捧着日记，深情回忆卡尔曼像他这么大时，每次写完日记都会亲口念给母亲听。那时的卡尔曼其实非常可爱，可惜后来卡尔曼渐渐不再朗读日记，母亲十分失落的自责，觉得是自己的疏忽让他感到了孤单，如今只盼望他在外平安健康。正是亲眼目睹母亲落寞的模样，伊莎贝尔才决定开始记录日记，只希望能让母亲重拾笑容。听完妹妹讲述的故事缘由，卡尔曼静静凝视着她，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伊莎贝尔小声追问哥哥，当初为什么不再继续写日记？卡尔曼语气平静地回答，只是单纯不想写了。伊莎贝尔顺势劝他重新动笔，毕竟军营生活不同于皇宫，母亲对此肯定会很感兴趣。卡尔曼当即一口拒绝，见妹妹有些急切，才松口表示会考虑看看。伊莎贝尔幸福地抓紧被角，直言能这样和哥哥聊天，心里感到无比满足。伊莎贝尔在床上小声嘀咕，说起自选拔仪式后就很久没见，如今听闻米哈埃尔很快也要像卡尔曼一样离开皇宫，虽然母亲一直在极力拖延，但以后恐怕很难经常见到大家。伊莎贝尔感到一阵难过，眼皮也越来越沉，难道大家就不能一直住在宫里吗？卡尔曼始终静静坐在椅上，默默听着妹妹的呢喃。随着夜色渐深，伊莎贝尔翻过身去彻底熟睡，卡尔曼这才站起身来。卡尔曼走上前去，轻轻帮熟睡的伊莎贝尔拉好被子，看着妹妹安稳的睡脸，卡尔曼在心里默默想着，他大概早就记不清了。其实在选拔仪式结束之后，他们曾经见过面，那些被忽略的过往记忆再次浮现在卡尔曼脑海中。回忆中的伊莎贝尔比米哈埃尔还要瘦小，眼看躺在小床上的妹妹没盖被子，担心她受凉感冒，卡尔曼伸手想帮她重新拉好被子，然而就在他的手指触碰到被角时，熟睡的小伊莎贝尔却突然伸出小手，一把紧紧抓住了卡尔曼的手。就在此时，外面传来了寻找卡尔曼的呼喊，提醒他到了该启程前往军营的时间。卡尔曼不得不轻松开被抓着的手，低声向妹妹道别，随即转身离开了房间。思绪从回忆拉回现实，卡尔曼静静站在床边，看着已经安然入睡的伊莎贝尔。深夜过后，卡尔曼悄悄掀开帘子走出营帐。到了第二天白天，伊莎贝尔拿着木剑与米哈埃尔对练，刚一交手就被震得手腕发疼。米哈埃尔见状直言妹妹太弱，伊莎贝尔忍不住大声反驳，抱怨哥哥比试时根本一点都没有留手。伊莎贝尔解释说自己才刚学剑术，也希望能找更强的对手对练，可现在骑士们和卡尔曼都在忙，根本没有人能抽空陪他练习。加上基伦身负重伤，一想到对方是为了保护自己才受的伤，伊莎贝尔便紧紧握住了手中的木剑。他再次缠着米哈埃尔，求哥哥陪自己再练一次。米哈埃尔却摇着头表示拒绝，直言自己根本没办法对他动真格。伊莎贝尔死死抓着米哈埃尔不放，直嚷着眼下只能依靠他了。就在两人互相拉扯时，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提醒，劝伊莎贝尔不要太过勉强。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兄妹俩惊讶地回过头去，来人正是伤愈出现的基伦。看到基伦安然无恙地站在眼前，伊莎贝尔兴奋地叫着名字，一把扑进对方怀里。伊莎贝尔急忙询问他伤还没好，能否下床。基伦解释经过及时治疗已无大碍，适当走动更有利于恢复。他补充到先前被袭击的守卫如今也脱离了生命危险，正在疗养，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近期依然要避免剧烈运动。基伦有些抱歉地表示自己暂时无法像以前那样指导伊莎贝尔练剑。伊莎贝尔赶紧回应，伤势恢复才是最重要的。随后基伦提到了整起事件的元凶卡尔费目前已经被押送关进了监狱。基伦补充道，后续的处置将由皇帝与吉尔德国王共同决定。伊莎贝尔有些担忧地询问卡尔费是否会被判处死刑。基伦坦言对方袭击了帝国公主，恐怕很难逃脱极刑。听到这个结果，伊莎贝尔急忙替对方辩解，说明卡尔费只是受到了洗脑，完全是被维尔赫姆利用了而已。想到基伦为了保护自己差点丧命，伊莎贝尔连忙向对方道歉，觉得不该在伤员面前替袭击者辩护。基伦微笑着安慰伊莎贝尔，表示这份善良不需要道歉，哪怕这份善意眼下会带来痛苦，未来也一定会成为比剑术和魔法都更强大的武器。还没等伊莎贝尔想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身后突然传来了其他人的呼喊，表示吉德尔国王已经返回了宫殿。